男人花光千亿财富囤了10万头猛虎，只因世界异变，万兽进化。家猫顷刻间变得比卡车还大，鲨鱼竟然长出了马腿，动植物疯狂进化猎杀人类，无数人类沦为他们的口粮。但人类却有机会契约关系亲密的动物，有猪场饲养员契约300头家猪，征战四方；有狗场老板契约1000只流浪狗，成一方霸主。前世的我没有任何宠物，只能沦为异变兽的口粮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主宰。蒙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给我找到国际上最大的老虎养殖组织，2天内我要见到他们。您请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距离天地异变还有1年时间，当务之急就是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型避难所，储藏足够多的物资，到时候一旦异变降临，哪怕一只蚂蚁都可能变得凶残无比。喂，董事长，请问有什么指示？给我查一下瀚海市周边是否有废弃监狱出手。老板，据我所知，在瀚海北部靠近小安森林的地方有过废弃监狱，是以前的战时防御基地改造的，现在售价100亿左右。就它了，地处森林，荒无人烟，既适合养虎，又适合建造避难所。给我立刻联系这座监狱，以最快的速度收购下来，然后开始施工。围墙高度至少100米，厚度至少2米，全部以钢筋混凝土浇筑，围墙表面和地面全部铺上钢板。我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大型避难所，物资之类至少能储存够几千人吃3年，越多越好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董事长，我大概算了算，按照您这样说去建造，加上收购的100亿，至少还得再加50个亿，您确定吗？我给你200个亿，必须在30天内完工。如果200亿不够，随时给我电话。记住，给我打造成一个末世堡垒般的存在，钱不是问题。等到天地异变之后，钱只是一串数字罢了。到时候我利用重生信息差赚的这1000亿财富都将灰飞烟灭。有董事长你这句话就行，只要能不惜代价的投入金钱，我亲自监工，30天内一定让您看到一座坚不可摧的末世堡垒。天地异变，这颗星球的主宰者人类再也不是唯一了。前世出现了无数至强的动物，昆仑上一条金钱蛇，1年化蛟，2年化龙，峨眉出现一尊金丝猴王，全球的猴子都归他管。若是不能契约强大的动物傍身，他即使重生者也是死路一条。董事长，在座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动物基地蛇头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需要一批老虎，看你们谁能拿下。不知道蒙老板想要多少数量的老虎？这个数500。我的天，500只的确数量不少。不过我们作为世界一流的动物养殖基地，预计3天内可以给您凑齐送到。你理解错了，我不是需要500只，如果只是500只，根本不用聚集你们这么多家组织。我需要的是500亿，我预计用500亿的资金，全部用来买老虎。什么？500亿？这是要把东南10几国的老虎存量全部一锅端了啊！老板，不好了，大夏这边有个大老板需要500亿的老虎。500，我马上派人。等等，多少？至500亿，500亿的资金全用来买老虎。我的天，500亿，这个数量太大了，我预计得有10万只，我们一家吃不下，立刻联络全球老虎基地，共同为大夏供虎。老大哥，你们西伯利亚还有虎吗？老战友，我需要1000只大老虎。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就在刚才被人全部预定了。大兄弟，我这里还有一批小虎仔，你要吗？你特喵，你这明明是大橘猫！一时间，海陆空3线运输渠道同时开往安岭的老虎基地。快看啊，好多大卡车，上面全是大老虎。早听说这几年各种动物泛滥成灾了，这些老虎是要被拉去处理了吧？别说老虎了，最近各种动物都泛滥加剧了，大到猫狗，小到蚊子蚂蚁，都比以前多太多了。森林养殖场内，一车车老虎正在被运送过来。大家一定要小心运送，蒙老板只要最健康、最凶猛的老虎。工作人员连连点头，不过私下里却议论纷纷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蒙老板这人不太正常。怎么不正常了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给钱很大方。他身家千亿，却不喜欢豪车美女，偏偏钟爱这些无比凶猛的大老虎，甚至每天还抱着老虎睡觉。我也听说了，某个集团娇滴滴的富家千金贴上去他不要，说会篡位让老虎不认识他。别说了。蒙老板，您的老虎已经运送完毕了，做得不错，领尾款去吧。等到运输队走后，看着满园的老虎，蒙大满意的点点头。接下来就是挑选其中的好苗子，培养亲密度了。蒙老板，不好了，你的老对手强盛集团带着一大群记者到我们虎园来了。我花光千亿财富囤了10万头猛虎，只因世界异变，万兽进化，家猫顷刻间变得比卡车还大。
鲨鱼竟然长出了马腿，动植物疯狂进化猎杀人类，无数人类沦为他们的口粮。前世的我没有契约异兽，只能沦为最底层的生物。如今我重生归来，第一时间购买了10万头猛虎，并花费200亿打造了一座末日堡垒。随着我建造猛虎园和末日堡垒的消息传出，所有网络媒体都在播报相关新闻，甚至还有很多主播都跑到现场直播。强盛集团更是带了一大批记者来进行采访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巨型城堡，就是蒙氏集团掌门人蒙大耗费200亿巨资打造的钢铁堡垒了。如此厚重的城墙足足高达100多米，全部由钢筋混凝土铸造，内外都有一层厚约1米的钢板。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设有一座烽火台，高空之上电网覆盖，防止凶禽袭击。堡垒内底层的表面同样覆盖着厚重的钢板。如今堡垒主体已搭建完成，按照他们几千号工人日夜不停的开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再有几天就差不多可以完工了。有小道消息称，蒙氏集团掌门人蒙大在堡垒内圈养了数万猛虎。我的天啊！瀚海市首富建设如此大的堡垒，想要干什么？听说他把整个蒙氏集团都给出售了，难道小说电影里的末世真要来临了吗？他不过是有钱没地方花而已。再说末世囤粮食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囤老虎？不好说，最近自然界各种动物跟风一样繁殖，这种大人物肯定知道什么消息。高总，蒙氏集团这是自掘坟墓啊！蒙氏集团一倒，以后瀚海就姓高了。不要以为蒙大是个白痴，他3年前突然崛起，白手起家，短短3年时间挣个1000亿资产，肯定是有什么计划。不过无所谓了，随着新闻把蒙氏集团这种愚蠢行为曝光出去，蒙氏集团彻底完蛋了。快看，蒙总出来了！蒙总，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蒙总，请问您打造这样一个堡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否有什么内幕消息？蒙总，网传您圈养了数万头猛虎，是否属实？大龙，这座堡垒不错，给你记一功。蒙老大，你满意就好。这座堡垒我大龙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半点偷工减料。你们作为我的嫡系，从明天开始选一些靠谱手下兄弟一起搬入堡垒之中，我会亲自为你们挑选一只老虎，你们与它同吃同睡，培养好感情。董事长，你这是……我的计划你们无需多问，执行就行了。好的，蒙总。怎么了，张瑶？有心事？蒙总，这可能是我最后叫你蒙总了。你变得越来越堕落了。先是掏空集团资产建造了一个毫无用处的末世堡垒，后面又变卖公司股份圈养了这10万头毫无用处的大老虎。如今更离谱，竟然让我们与这些臭老虎同吃同睡。曾经那个让我愿意一生追随神一样的蒙总已经不在了，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。人各有志，你要走我不拦着，但你以后要想再回来，那就是痴心妄想了。还真是冷血无情呢！我为你工作了那么多年，临走时换来的竟是一句痴心妄想。堡垒内部100个黑衣小弟有序排列，四周是此起彼伏的虎啸。你们都是大龙选出来的靠谱兄弟，从此也就是我蒙大的兄弟。堡垒从今日起关闭11个月，现在可有人退出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我向诸位承诺，11个月后这里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人上人。随着一阵钢铁碰撞声，虎园堡垒的大门彻底关闭。大龙，安排下去，为每一个兄弟都安排一只强壮的大虎，务必要在11个月内与大虎培养出感情。好的，蒙总，我立刻去办。屯虎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才是最关键的，从10万猛虎中选出真正的虎。如今虎园有各种虎类几十种，全部混养，谁能从10万猛虎中杀出来，谁就将是我蒙大的伙伴。我花光千亿囤了10万头猛虎，并集结数千人打造了一座钢铁堡，只因万兽进化，家猫变得比卡车还大，鲨鱼竟长出马腿，人类即将进入至暗时代。随着我建造猛虎园和末日堡垒的消息传出，所有网络媒体都在播报相关新闻，甚至还有很多主播都跑到现场直播，而我却在此时间本堡垒从今日起关闭，园内有数万猛虎，闯入者生死自负。园内有数万猛虎，闯入者生死自负。蒙老大，外界已经闹翻天了，取笑我们是憨豹，是疯子。疯子？笑吧，让他们笑吧。11个月后，连笑都会成为一种奢望。如果我记忆没有偏差的话，灾变之后，安岭之中无数野生动物倾巢而出，瀚海地处安岭边陲，会最先受到波及。安岭之中一个行军蚁军团在极短时间内吞噬了瀚海，仅有少数人逃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蒙大利用前世普及的驯兽知识，帮助每一个小弟选到了合适的老虎，然后开始了疯狂训练。因为进化就是激发体内的潜能，灾变前潜能越高，进化时上限更高。想成功，先发疯，不顾一切向前冲。
加油加油加油！努力努力努力！老虎这种生物不同于其他温和的动物，你们需要持续不断的与它们磨合，一刻都不能松懈，只有这样你们才配使用百兽之王的力量。蒙老大，如今我们已经和这些老虎情同父子了。好样的，今晚就是新纪元的开始了。小黄，出来吧！只见走出来一只吊睛白额大虎。这只猛虎比正常的东北虎大出去好几米，额头的王字更是显得威武异常。11个月前，蒙大挑选出了一只最强悍的虎王，利用前世驯兽之势亲自驯养，别人吃鸡他吃鹿，而这只大虎也不负所望，成为了虎园最牛逼的存在。虎园那些所有极具野性的老虎都不是大虎的一合之敌。老大，秩序崩塌的时代终于开启倒计时了，我好兴奋，就是可惜没能弄来一批热武器。那东西也就前期能震慑一下，到了后面纯粹就是给怪物挠痒痒。这样吧，难怪老大你没弄，倒是合金冷兵器让人打造了不少。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1分钟后所有野兽都会开始异变，与异兽契约的过程会十分痛苦，撑过去成人中之龙，撑不过去就沉眠黄土，选择权在自己的内心。兄弟们，期待与你们一同见证10万猛虎出堡垒的一刻。就在这时候，苍穹之上亮起一道足以让整个星球大气层分开的血色闪电，随后犹如天崩的雷音将全球70亿人吓得心跳血迹。无数人抬头看着那照亮整个星球黑夜的妖鹰，血光那轮原本皎洁的月亮，此刻却是如血般鲜艳，散发着诡异的气息。月光洒下，无数动物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异，动植物体内古老的枷锁被开启，身体的禁锢被冲破，未知的能力在开发。整个虎园内的老虎同一时间开始进入，而此时的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。宝芝们，我家阿卡变得有3米高了，再拆家怎么办呢？我的天啊！我看到了比锅盖还大的蚊子，这扎一下我怕是就没了吧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？兄弟们，我刚才使出了蛮荒之力，一拳把家里的铁门打了个凹陷。堡垒内，小黄原本将近3米的身子，现在已经膨胀到10米。巨大的虎身遮天蔽日，他缓缓向蒙大靠近。不对劲，这眼神是捕猎的眼神，这畜生是要想吃掉我。老虎果然还是养不熟啊！我终究还是太高估自己了，不甘心重生继续当牛马，偏偏要契约这百兽之王。就这样吧，与其死在别的凶兽嘴下，不如死在小黄嘴里。我花光千亿囤了10万头猛虎，只因天地一变，蓝星进入万兽时代。随着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，全球各地的动植物开始疯狂进化。3头国宝级大熊猫竟能吞噬钢铁，一棵小草化身为100米树妖，动物园内一头头巨兽破笼而出，对天咆哮。堡垒外，铺天盖地的变异蚊虫疯狂往里冲，但在10万伏特的电网下，都是飞蛾扑火。那些想爬进去的蛇虫鼠蚁也被隔绝在2米厚的钢板之外。此时的蒙大正被一只10米高的白虎步步紧逼。我还是高估了自己，竟然妄图契约这百兽之王。也罢，与其死在别的凶兽嘴下，不如死在小黄嘴里。就在蒙大绝望之时，白虎竟然低下头颅，额头上一个王字缓缓凝聚成型，上面有神秘的光芒闪烁。不等蒙大反应，一闪而逝进入蒙大脑海之中。这什么情况？契约是契约，我跟大黄之间有了心灵感应，3年布局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可是还不等蒙大喜悦，周围上万只猛虎不知何时全部苏醒，一个个仰天长啸，全部愤怒地朝着蒙大走来。糟糕，失策了！本想着契约虎王就能统领10万猛虎，却忘记了血月会放大野兽的兽性，族群阶级会瞬间失衡。上万猛虎，即使小黄也护不住。就在这时，小黄直接一个飞跃，把一只5米高的东北虎叼到蒙大脚下。那只东北虎挣扎了片刻，最终无奈地匍匐在地。竟然也缓缓从额头凝聚出一个王字。不一样的是，这只老虎的王字是淡绿色，而大黄的王字是金色。契约，又是契约！我勒个去，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操作。大黄，继续！大黄心领神会，接着是第2只、第3只、第1万只。我的天！每契约一只猛虎，对我的身体强化就加强1分。如今我的身体增幅已经到达了100倍，即使不能像那些幸运儿一样觉醒超凡力量，但是靠着一手身体增幅，也能媲美顶尖的超凡者了。本想契约虎王控制10万虎群，没想到大黄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要更多。大黄，继续！随着一只只老虎沉死，蒙大身上的气息持续增长，37000只、53000只、89000只，我整整契约了89000只老虎。蒙大的身后，一头庞大的老虎须凝聚成型，
而蒙大的额头，一个神秘的王字一闪而逝，将近1000倍的力量增幅，无需借助猛虎，单凭自身力量估计就可以硬汉最顶尖的变异野兽。我感觉身体的力量增强了将近1倍，这力量真是牛掰上天了。这难道就是老大所说的契约？果然跟着老大混这辈子吃香喝辣的，可惜还是有20多个兄弟没挺过去。老大，我们契约成功了。根据兄弟们反馈，我们每个人获得的身体强化程度不一样，而且有个兄弟竟然拥有了特殊体力，身体防御堪比野猪。没想到这里还能出现个幸运儿，这种人叫做超凡者。1万个人里面大概能出一个超凡，会进化出不同的超凡力量。但是契约了百兽之王的你们，未来不会逊色于超凡者。往后的日子，只要你们忠心于我，我定不会亏待你们。我准备了一大批顶配的苹果15 Pro Max 放左下角了，你们各自认领，方便日后行动。谢谢老大。老大，虽然苹果15 Pro Max 的确不错，但是基站较少。据我所知，华为的信号更强，荒山野岭都能通话。放心，左下角还有1万台的华为 Mate 60 Pro， 人人都能领。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我去老大，我好像领到了。左下角可是我专门打造的极速通道，只要从我左下角下载的，登录就送极品红武和喷火神龙，连登7天直接获得飞升大礼包，配合首充1元得的648神装大礼包，升级快人300倍。苹果华为轻松领。明白老大，我们这就去下。就在这时，堡垒外的钢板门传来砰砰砰的撞击声。通过监控，蒙大看到钢铁堡垒外一只将近30米的巨象正在疯狂撞击堡垒大门。似乎闻到了食物的味道，更远处有一批黑压压的蜂群正朝这边袭来，来得正好，刚好检验一下我们的力量。强大的异兽体内会有血精，能帮助我们的契约兽进化。老大，我们的猛虎竟然还能进化，那我们岂不是也能跟着变得更强？当然，你太小看百兽之王的力量了。现在是异变初期，各种变异野兽看不出多大强弱区别，但是论潜力，老虎是顶尖的存在。那老大，我们蒙氏堡垒坐拥10万猛虎，岂不是无敌了？我们的路还很长，真正恐怖的家伙在深海之中，在山林深处，他们以万兽为养料，成就无敌进化路。不出3个月，各地会涌现出一大批野兽王者，争霸才刚刚开始。走吧，先去会会主编一下。畜生，就凭你也敢碰本盟的东西？什么？老大竟然直接从3米高的围墙上跳下去了，这还是人类的力量吗？不愧是老大，恐怖如斯。我靠，手撕异兽，是真的手撕异兽。我知道你们有了一些意识。蒙氏堡垒从此野兽进行，以后谁敢接近攻击蒙氏堡垒，死！老大，兄弟们都成功领到华为了。好，只要在左下角领的都是当天发货，明天就能到。震惊！消失11个月后的瀚海首富重出堡垒，技能手撕异兽。我当时就说了，蒙老板不可能做自掘坟墓的蠢事。这是人能拥有的力量吗？为啥我契约的橘猫就只给了2倍的速度强化？1年前屯虎震惊瀚海，如今手撕异兽。蒙大，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辣。阿大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去拜访蒙大。如今世界异变，强盛集团风雨飘摇，我们必须找一个靠山。阿瑶，这个男人超帅的，我要嫁给他。曾经有一个能与他并肩作战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，可是我却没有珍惜。这个视频大家怎么看？无以言表，全国范围不好说，但在瀚海乃至江南地区，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战力第一。我猜测跟他囤的老虎有关，估计契约了虎王，加上自身觉醒了超凡力量，单纯靠一只虎王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。不惜一切拉拢蒙大，这次的野兽异变超出了我们的预计，瀚海危在旦夕，我们必须得到蒙大的支持，他的身后是10万猛虎军团。来人花光千亿买了10万头猛虎，并集结数千人打造了一座钢铁堡垒。随着蒙大手撕异象的视频登上热搜，网络媒体再次掀起一阵讨论浪潮，无数人高呼蒙神，热泪盈眶。强盛集团倾巢而出，许下新年愿望要成为蒙大的马仔。军方更是派出12架战机火速前往蒙氏堡垒。而就在此时，各大媒体被同一个消息刷屏：新时代进化论。野兽体内有可能存在红色晶体，名为血晶，野兽和超凡者都可以吞噬进化。普通人吃大量的血晶，也可能成为进化者。进化资质分3、6、9等，进化有不同方向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人人可成蒙神的时代，唯有希望可以引领我们前行。什么？人人都能成蒙神？人人都可撕异象？
这哪里是末世，这是属于万物的盛世。我蒙尔德蒙神庇护，必将进化到最强。这个比我蒙生吃了。瀚海除蚊队正式成立，杀蚊子得血晶。一时间，除蟑队、除狗队、除鸟队纷纷成立，一切为了进化。阿哈带队，来个猫来个鸟，除鼠3人组，血晶平分。明日围剿城郊下水道变异，队友招募中。强盛集团更是发出公告，月薪1万招狗，如契约藏獒、杜宾等猛犬的，直接成为强盛集团金牌打手。阿呸！现在钱有什么用？没听官方说嘛，血晶才能帮助我们进化。就是，希望能找个稳定提供血晶的公司，我和大局就为他卖命了。只因官方那句人人皆可成猛神，异变阴霾消散了许多，无数人有等死变成了反抗。而此时的堡垒内，蒙大却准备解散10万猛虎军团。蒙老大精心布局多年，好不容易积累了这10万猛虎，如今世界异变大势已来，为什么现在选择放虎归山？放虎归山不是舍弃，而是有更远的图谋。如今是野兽的大势，而老虎更是百兽之王，都归拢到一起，进化速度太慢了。你看到了，一头这么强悍的变异象才1颗血晶，我哪里去找那么多血晶给他们进化？如果不能进化，即使百兽之王也会很快被其他物种超越。大争之势，所有物种都在争，不如化整为零，各凭本事。你们监视猛虎外放后的情况，有情况立马用内部设备汇报。明白，我这就让他们去买。我左下角苹果15 Pro Max 多的是，直接领就好了。而且现在还新增了6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作为限时福利，喊上大伙都去领。我咋没看到华为呢？你点的是我左下角吗？你得认准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才能拿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直接领个888红包，首充红5挂机升级，苹果华为快人一步。我这就让他们下。随即蒙大拿起一份地图，开始向老虎发号司令：1万猛虎前往樱花之地，1万猛虎前往极寒稀薄，1万猛虎前往青色天元，1万猛虎前往极飞原野。很快，随着一条条指令发出，近10万头猛虎被蒙大责令离开，堡垒之中只剩数百头猛虎。10万猛虎出山，回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，但是将来回来的每一只猛虎都是真正的野兽之王。老大，军方的人来了。堡垒外，12架军机一字排开，为首的是一个短发中年男人。我是奉天军区总负责人李大国。蒙先生，我们长话短说，我今天来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部队。那我也说实话，我这个人不喜欢受到约束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加入之后，我们会以军区数十万人的力量，全力支持你一人快速进化。要不是我有10万猛虎，可能真就答应了。没必要这样吧？即使我能手撕异象，但是以军方力量解决一头异象也不难。何况如今各地出现的超凡者和强大野兽契约者也不少，即使现在不如我，但是潜力未必比我小。蒙大作为拥有30万顶尖军人的军区，我们在需要人才，也不会放下这么低的身段去邀请你。如今来找你，是因为官方提出的造神计划。造神？恕我直言，这太过于异想天开了。所谓造神，不是造真正的神，而是心中的神。世界异变，人心涣散，人类需要一道光来支撑下去，否则会从内部开始崩溃。他们需要一个神来支撑，你也可以理解成超人、英雄。你异变前本就是频繁上热搜的千亿企业家，如今更是手撕巨响，热度盖过一线明星。选你作为瀚海的神，绝对是众望所归。瀚海的神？你的意思是全国各地都会选出类似的神？没错，官方这也是无奈举措。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没有意向，但我可以承诺，瀚海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会出手相救。这里毕竟也是我的大本营。好吧，很遗憾，但是军方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司令，这蒙大太不识好歹了吧？30万人助他进化的机会竟然放弃了。人各有志，蒙大异变前就是千亿富豪，如今更是成为手撕异象的狂人。他的目光不会局限在瀚海，只要有为瀚海出手的承诺就够了。走吧，安岭深处走出来不少巨兽，目前野兽力量还勉强可供，我们抓紧机会集结力量，收割一批血晶。老大，我刚收到 AI 女仆的消息，在你左下角领华为 Mate 60 Pro 若发货了。那肯定啊，我左下角可是10倍经验符 ，AI 女仆带你加速升级，当然快了。蒙老大，也就你能拒绝这种待遇。大龙，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有代价，圣母救不了世界，只会埋葬自己。当我们有一天能站上金字塔的顶端，随手一挥就会成为千万人的庇护。召集兄弟们，趁现在异变初期，进安岭深处猎取血晶。根据记忆，1个月后第2轮血月就会来临，天赋强大的兽会借此进入成长态。到时候80%的人类都会消亡。更可怕的是3个月后，天降神助，开启万族争霸战场。世界格局将会彻底洗牌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我花光千亿财富囤了10万头猛虎，只因世界异变万兽进化，家猫顷刻间变得比卡车还大。鲨鱼竟然长出了马腿。随着新进化论的公布，城市中除蚊队、除鼠队、除鸟队等纷纷成立，猎取血精。异变降临第2天，城市周边在军方的抵抗下，状况已经基本稳定。城市之中的各种宠物契约者构成了保卫城市的中坚力量。快来人啊！西郊变异鼠群自爽上100次。大哥，把这大耗子拿下，给你加餐。好强啊！没想到异变前蠢萌的2行，进化后竟然有这样的战斗力，估计对身体强化可以达到3倍。我的泰迪相比来说差太远了。看那里还有青烧蛇的契约者，一个扫尾就是一只变异鼠。听说大象国每户人都养蛇，如今异变后不知道强到了什么地步。很快，上百只变异鼠在众人的围攻之下被击杀。这次不错，竟然爆出了3个进化血晶。大家以后谁还有变异鼠群的消息，就来天狗帮找我龙二。消息属实，1颗血晶酬谢。龙老板大气，不愧是西郊铁狗帮副帮主。如今的瀚海地下势力格局早已随着世界异变而大变，形成了一集团4帮派共同统治的局面。一集团就是强盛集团，集团总裁高公子虽然契约兽只是一只鹦鹉，但是依靠超能力大量猎取血精，不仅自己凝聚进化血精成为超凡者，更是把自己的鹦鹉喂成了2000斤的大牛。刚才的2哈契约者便是其中4帮之一天狗帮成员，帮主不一是契约了3只藏獒的恐怖存在，身体增幅达到了恐怖的10倍。相比于保留秩序的城市，如今的野外基本上成了人类禁区。此刻却有一支越野车队向安岭深入，而他们身后跟着数十只大虎。这老虎背坐着，还是没开车舒服。老大，我们已经在安岭边陲推进了近10里，越往前走，蛇虫鼠蚁越多，防不胜防。外围的生物血精蕴含的进化能量太低了，继续往里面走。老头子，这人疯了吧？竟然开车进安岭，不怕汽车轰鸣声吸引来强大野兽吗？我们运气好救过一只黑熊，现在在他庇护下才勉强生存。他这样明目张胆就是找死。算了，去提醒一下那个小子。我操，死定了！那小子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怎么了，老头子？那小子身后尾随了几10只大老虎，抓好一点，别被老虎闻着味。好像不对劲啊！你快看，那些老虎好像在听那个年轻人的话。怎么可能？竟然是真的！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，能让猛虎臣服？老大，还要继续深入吗？如今我们猎取的血精数量已经到达了188颗，分给兄弟们吧，大家尽快提升实力。我们以后要面对的是比这些异兽还恐怖的海怪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奇怪，吸收了5颗血精，提升微乎其微，难道是因为契约太多了，老虎身体过于强大？老大，吸收了血精，我的体质大约又提升了30%，这种提升太恐怖了。不对劲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糟糕，是蜘蛛群，密密麻麻的蜘蛛。我们不怕那些巨兽，就怕这些群体出没的生物。等等，那边还有是蛙群，这是盯上我们许久了，一起出动了。这些毒蛙进化之后，能喷射极强的酸性液体，大量的强酸液体能对老虎造成不小的伤害。群体生物的背后一定有王者，只要击杀了他们，猪群蛙群就溃不成军了。蛙王在那里，小黄跟我走。没想到一只小蛙竟然进化到了如此程度，但是想围攻我，你们找错了对象，成为我的养料吧。部长不好了，卫星监测到一大群行军蚁正在由安岭往瀚海移动，预计1天后能抵达瀚海。什么？那不是黑州的产物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龙州？现在物种入侵太严重了，鲨鱼都可以长腿上岸，蚊子都可以在海里呼吸。如今行军蚁出现在瀚海边陲也不足为奇了。部长，现代化武器对付巨兽还好，对付这种无孔不入的小型生物太麻烦了，到时候肯定有不少行军蚁进入瀚海。吩咐小姐，1天后全体市民紧闭门窗，瀚海4大帮派、强盛集团全体契约者集结待命。老大，刚收到通知，一大群行军蚁正在前往瀚海，官方命令我们集结。这是我天狗帮崛起的契机，这种群体生物一定会爆出大量的血精，趁了，富贵险中求。与此同时，瀚海各大地下帮派都在积极备战，而行军蚁在1天后也抵达了瀚海。可喵的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，绵延数千米，无边无际，我们根本没法抵抗。我花光千亿财富囤了
10万头猛虎。万兽异变第3天，瀚海地下势力格局随着世界异变而大变，形成了一集团4帮派共同统治的局面。与此同时，无边无际的沙漠行军已抵达瀚海。我的天，这是有多少蚂蚁啊？估摸着得有100万只，不对，可能1000万只。阿泰，你去个锤子！不要弱了我天狗帮的气势。天狗帮众，守好西郊路口，不要放过去任何一只蚂蚁。这蚂蚁太恐怖了，大家边打边退，往妖禽帮那边撤。他们的大鸟气约兽对付虫子有奇效。部长，情况不太好，目前瀚海4个方向，天狗帮已经守不住了，在向我们求援。圣虫帮、牛马帮还在苦苦支撑，只有妖禽帮因为空中优势尚有余力。这些蚂蚁无孔不入，异变后更是强化了咬合能力。给他们时间，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都能被他们啃掉。没想到异变后威胁最大的不是巨兽，反而是这些小虫子。传令下去，分街区设置火焰弹，尽量把蚂蚁阻止在城郊。刀老大，我们强盛集团还不出手吗？作为瀚海第1大地下势力，现在我在集团内部会沦为整个瀚海笑柄的。你懂什么？格局太小了。擒贼先擒王，我已经派小鹰出去侦查了，这种群体生物肯定有族群王者。小鹰，你回来了。什么？蚁王在西郊？召集强盛集团帮众，我们立刻前往西郊。官方开展造神计划，在各地选拔神，一旦成为神，将会被国家机器集中力量进行培养。拿下蚁王，我高公子必将成为奉天军区的神。老大，听说军方去找了猛神，但是他不愿成神。小了，格局小了。我本以为他高瞻远瞩，想成为他的马仔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他这是固步自封。契约了老虎固然在前期强大无比，但是如今各地的猛人层出不穷，小安市的虫王，大罗市的柱王，卧龙市的熊猫王，还有一些虽然没契约兽，但是觉醒了超凡力量的顶尖人物，每一个都可以在不久后比肩蒙大。蒙大既然不愿入世，那蒙神已逝，高神当立。快看，前面那个红色的个头超出其他蚂蚁5、6倍的家伙，应该就是蚁王。强盛集团火系超凡者准备，给我烧！就这还蚁王呢，烧这么一下就坚持不住了。什么坚持不住了？他在呼叫同伴，快退！奇怪，这些蚂蚁怎么在后退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被我天狗帮震慑住了。走，乘胜追击！部长，太奇怪了，瀚海周边的蚂蚁在疯狂后退，往西郊聚集。蚂蚁是群体生物，受到蚁王的指挥，他们肯定是受到蚁王召唤，想以西郊为突破口进入瀚海，立刻去西郊支援。这烤蛙肉不错，大龙给兄弟们尝尝。确实美味，没想到这些动物进化的不止身体，还有肉质，就是有些奇怪，为什么我们金然岭这么久了，一次大型生物都没遇到过？异变一开始，大型生物就前往安岭深处的神农之森，那里是人类禁区，也是安岭大型野兽最多的地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安岭在近期会角逐出一个王者，迈入2阶。2阶，一个区域的王者吃下大量进化血晶之后，很快会进入成长期，也就是2阶。老大，那2阶是不是很强？当然，1阶就是出变期，一般就是身躯变大，力量增强。但是2阶会赋予野兽一个进化特性，比如猎豹会被赋予极速，乌龟会被赋予石甲，野猪会被赋予铁衣。你也可以理解成成长态就是强化身体的长处。老大，安岭深处神农之森聚集了那么多准备争夺王者的野兽，我们能对付吗？小黄是虎王，这次进入安岭，一方面就是想让小黄竞争安岭群兽之王，这样整个安岭都会成为我们的资源场，否则后期等到各地动物王者划分地盘，我们很难竞争。蒙大一行人继续往安岭进发，而安岭边陲的瀚海西郊，此时已经成为蚂蚁坟场，四周密密麻麻的蚂蚁还在不断涌来，但是在现代火力以及城市契约者的合击之下，已经显现出疲态。部长，行军蚁群有力竭迹象了，继续保持天空火力覆盖，地面装甲车往前推进，让这些家伙感受一下钢铁洪流的厉害。就在这时，蚁王停止了嘶鸣，竟然开始吞噬其他蚂蚁。怎么回事？这蚁王疯了吧？不对劲，你快看，每吞噬一只蚂蚁，蚁王的身躯就变大一丝。快，不要给他时间，来不及了，蚁王吞噬完成了。我靠，这什么怪物？
我花光千亿囤了10万头猛虎，万兽异变第4天，千万只沙漠行军已抵达瀚海，4大帮派拼死抵抗，而濒死的蚁王竟然开始吞噬同类。来不及了，蚁王吞噬完成了。我靠，这什么怪物？任何碳基生物都抵抗不了钢铁洪流的威力。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，靠的不是牙齿与爪子，狙击手就位。给我瞄准蚁王，射击！怎么可能？身体变大，甲壳能抵抗狙击子弹，这才异变第3天，一只蚂蚁就进化到这种地步，这比鲨鱼上岸还要离谱。蚁王进化后，连这些小蚂蚁的抗火性也跟着强化了，我们抵抗不住了。抵挡不住了吗？如果连一个小小的蚁群都无能为力，那这野兽异变狂潮之下，人类该如何生存？部长，蒙大说过，瀚海生死存亡之际，他会出手一次，要不要？蒙大强在单体力量对付这种群体生物，即使他能控制上百只老虎，也用处不大。大家不用着急，我已经向林氏小安市发了求援信号了。小安市的虫王将会来援，以虫克虫，10分钟后就会乘军机抵达，并且军机上携带了科学家最新研制的杀虫弹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一道白光直冲天际，照亮了整个天空。那是什么？仿佛一道神光，是宝物现世了吗？看方向似乎来山岭深处。就在白光亮起的一刻，城市中的所有动物仿佛受到了血脉中的召唤，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渴望，不自觉地看向天空的白光。同一时间，蚁王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，随即开始向安岭疯狂赶去。全城的蚂蚁受到召唤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如同潮水般退去。这就跑了？小小蚂蚁也敢在我天狗帮面前逞威风，还不是得乖乖退走？部长，那道白光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的契约兽这么躁动不安？不知道，但能让远在瀚海的野兽都出现痴狂。我预感安岭深处有大事发生。报告，安岭深处检测到未知能量场。报告，昆仑山脉检测到未知能量场。报告，青色天元检测到未知能量场。什么情况？同一时间，各地均有出现直冲天际的神秘白光，有没有分析出这些能量场的来源？来源不可知，但是我们第一时间与进化研究所交涉过，他们猜测这些白光与野兽的进化有关，而且不止我国出现了，樱花国、大象国、黑州、滨州等都有检测到同样的能量场。好，迅速给我查清楚。糟了，出事了！老大，怎么了？你看远处的白光。这些蛇虫鼠蚁在疯狂朝白光处赶去，那边有什么东西吸引它们吗？当然吸引它们了，那可是进化神液，即使是一头猪吃了进化神液也能成为王兽。那不是跟我最近玩的野兽进化游戏很像吗？就是最近很火的解压小游戏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正版。你看啊，开局一只小粉猪，造化全看你选择，然后不断进阶强化，每过一关还能领取超多奖励，看着有点意思啊。可不嘛，最近还出了很多新关卡，我玩了很久都没通关。蒙老大，你来游戏帮帮我。等会回去就玩，在哪下载啊？不用下载，点左下角链接就能直接玩。好奇怪，天降白光进化神液现世，难道不该是第2次血月潮汐之下出现的吗？为什么提前了？跟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。全部人上虎背，向白光处前进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安岭深处，万兽朝拜，一棵千年大树的树心缓缓裂开，一道五彩光芒的液体缓缓升起。而原本已经疯狂的野兽看见五彩液体的瞬间，仿佛丧失了神智。只有兽王才配拥有进化神液，只要经过进化神液洗礼，就可以跨入2阶，成为区域的王者。安岭的进化神液中很快进入了白人化，一只巨鹰，一头角羊，一头野牛，一头花鹿，面对神液僵持不下。就在这时候，巨鹰率先出手，想以速度优势拿下神液。就在即将得手的一刻，森林之中响起一阵响彻山林的呼啸，一只巨大的白虎从天而降。还好，总算赶到了。众虎听令，给我清场！100多只大虎因为被契约压制住了内心对神液的渴望，迅速清退周围野兽。小黄，抓紧时间晋级！神液被小黄吞下了一瞬，他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哀嚎。进化必然伴随痛苦，撑过去，你就是这安岭之主。与此同时，昆仑山脉一条巨蛇吞服进化神液，额头长出尖角，竟然口吐人言。我为青蛇王，昆仑山脉从此为人类禁区。峨眉一只金丝猴王带领众猴吟诵佛音。峨眉之巅从此为猴区道场。湘西一只巨大无比的黄鼠狼竟然扯起了大旗，自称大仙。此刻的媒体已经炸锅，疯了，疯了！这些野兽成精了，竟敢占山为王！请求火力覆盖，收拾这些无法无天的野兽。而相比于网络上的群情激愤，军方却保持了沉默。消灭了一批，还有新的一批。
接下来各国比拼的不是火力了，而是野兽与超凡者。统治下去，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用在各地选出的神子身上吧。万兽异变第5天，各地野兽占山为王。我为青蛇王，昆仑山脉人类进行。峨眉之巅从此成为猴区道场。湘西一黄鼠狼竟扯起了大旗，自称大仙。而就在此时，大金的进化研究所召开发布会。我们已经从野兽体内提取出进化药剂，但是份额有限，需要优先供给各城的神子。我们需要大量野兽，现向社会发布招募令，各个地下势力组织可以前往名山大川围剿强大野兽，带回的野兽越强大，提取的进化因子越多。我去哦，野兽竟然能提取进化因子哦！被庇护的花朵很难成长，我们需要走出城市的。走出城市，走进深山。一步慢，步步慢。我们强盛集团不该蜗居在瀚海之内，走出去。猎王兽，老师，这么快就把进化药剂推出去，可是这药剂还不太稳定，我怕。小谭，你看现在的状况，我们还有求稳的机会吗？老师，我明白了。不要低估野兽的强大，也不要低估人类的潜力。明日，在进化所护卫队的保护下，我们亲自进入太华山深处。太华山深处，老师，那里据说有一只蝙蝠王，这太过冒险了吧？只有贴近野兽，才有可能解开进化之源。此刻的安岭深处，小黄也终于跨入了2阶，并且觉醒了进化特性狂暴、兽性喷涌，越临近绝境，越能爆发超越自身的力量。不错，进入2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兽。但是为何我的强化幅度还是跟之前一样的1000倍？难道这是人体的极限了？该怎么突破极限？曾老，这野外的动物就是比城市的强啊！一只兔子就到了这种地步。不要只顾战斗，注意收集标本，所见到的每一个物种的进化特点都要详细记录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雷达显示，一只能量极其庞大的生物在急速往我们这边靠近。护卫队，保护教授！我的天，快看那是什么？蝙蝠，是蝙蝠王。我已经说过，太华山是我蝙蝠王宫所在地，人类进行全力攻击，掩护曾老撤离。火箭弹准备发射。这是什么速度？竟然快过火箭弹！你们人类的热武器太慢了。但失误了，我猜的不错的话，蝙蝠的进化方向应该是感知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它急速感知到，所以子弹根本打不中它。今日我们在劫难逃了。全部毁灭吧，这是对你们人类的警告。震惊！上京市一支科考队在太行山脉遭遇蝙蝠王，全军覆没。蝙蝠王为警告人类，袭击太行山边陲城市小明市，伤亡数万人。发生大事了！我的天，这是目前龙州境内出现的最大灾祸。龙州高层震怒，表达沉重哀悼，表示一定会给伤亡者一个交代。就在这天的傍晚，太华山一朵小型蘑菇云炸开，整个山头炸开大半。官方开启了实时直播，想借此赶走人类心中的阴霾。许多人盯着屏幕，都在等待结果。杀死他，为死去的人报仇！一定要干掉那头畜生，他太残忍了，数万人伤亡，人神共愤。不好，蝙蝠王重伤，但是还活着。果然没有锁定他，蝙蝠并不在核爆中心地带。可恶，它的进化特性是雷达超声感知，帮助它提前远离了爆炸中心。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？再来一枚啊，轰杀它！即使没有死，但是他已经重伤濒死了。发布太华山围剿令，召集各城强手。我们需要活捉蝙蝠王研究，活捉者奖励1万进化血晶。什么？1万进化血晶？即使蝙蝠王再强，重伤状态之下也没有存活机会吧？拼了！有点意思啊！1万进化血晶，研究所这是下血本了。也罢，刚好想带小黄练练手，战斗也许才能帮助我突破极限。就去太华山会会这个蝙蝠王。太华山是我蝙蝠王宫所在地，人类进行。随着蝙蝠王全灭科考队，龙州高层镇，一朵蘑菇云在太华深山炸开。发布太华山围剿令，活捉重伤的蝙蝠王。人类，你们伤了我，将会遭到我无穷无尽的报复。如今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天下了，人类胆敢踏足太华山，我天元苍狼王将为蝙蝠王主政。我昆仑青蛇王，我蜀山牛王，我武夷鹤王将为蝙蝠王助阵。
猖狂，这些野兽真的无法无天。抓来炖了，喝牛舌鸟汤。真当我们人类好欺吗？我倒要去会这些野兽，必须给足他们教训，不然他们会得寸进尺。宝子们，出大事了！太华山有大事发生，江南行省18城的神子倾巢而出，已经赶往太华。天哪，我还看到了瀚海的蒙大，他手撕异象之后就销声匿迹，这次出山是要去教训那群野兽吗？此外，龙州4大顶尖生物公司以及上京进化研究所也要派出代言人参战。接下来主播将持续为大家带来太华山一手战报。此时的太华山已经被削成一个巨大的平原，数百人提前抵达，还有源源不断的人赶来。老铁们，看我身后那个长翅膀的鸟人是方舟基因的人造超凡方瓶，据说能爆发超越契约兽的力量。银背大猩猩前面的络腮胡就是天启生物公司的代言人，外号泰坦，有民间战力榜将他排在江南省第1。主播，你这是华为 Mate 60吗？抢都抢不到的你竟然有，估计是加价抢的吧？不是哦，这是上回在左下角领的，就花了3-5秒下载，没想到还真有。还真能领啊！我以为是砍一刀那种。哪有这么多套路？左下角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，先领个998，完成任务就能拿苹果15 Pro Max 了。现在趁年底福利升级，还有1万台华为 Mate 60配套送，都是 1TB 顶配的全新正品，但一人只限领1份。这可不好领吧？不会，再教你一个秘籍，你要认准我左下角的极速通道，升级快人10倍，再首充1块兑换6万元宝，直接扫荡商城，战力暴涨100亿，3天飙升500级，轻松拿双手机。反正不亏，我也去试试。呵呵，第一个野路子榜单有何参考性？就是，先不说进化研究所雪藏的3系超凡者，光是熊猫王、野猪王、乌龟王等等就不逊色于泰坦。你们忘记了，瀚海还有个蒙大，异变第1天就手撕异象，应该也能进江南省前3。蒙大，呵呵，昙花一现罢了，光有蛮力没用的。蒙大、野猪王，还有什么乌龟王，也配合我泰坦比。在天启生物受到古神法宗师的教导，加上持续不断的服用进化血晶，我的目标早已不局限在江南省了。太华山将是我泰坦的扬名之战。哇，好慢！泰坦就是我梦想中的男人。看那边，军方也派来先进的热武器精锐，今日注定会有一场大战。蝙蝠王呢？我要看蝙蝠王。对，还有个牛王，我看看跟我家的水牛有啥区别没？老大，这里汇聚了江南省周边近1000高手，那些兽王该不会吓跑了吧？他们肯定不会跑。进化神液孕育之地，隐藏着大秘密。服用了神液的兽王不会舍得离开。蝙蝠王，这些人类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们拿我们立威，我们何尝不想拿他们立威？虽然现在与人类强行开战不太明智，但太华山绝不能舍弃。没错，不然我也不至于拖着重伤之躯不肯走。诸位，太华山平原之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。上千人，差不多了，那便用这上千人之血报我这重伤之仇。开战吧，让人类也尝试一下被踩在脚下的滋味。我鹤王将引领众多禽类野兽制霸天空。我与牛王主宰地面。我蝙蝠王以超声雷达为你们提供讯息，一个不留。杀！快看天空，密密麻麻的鸟。终于忍不住了吗？来得好，我方舟基因方平来会会你们这些大鸟。我的天，太帅了吧！火焰翅膀叶，人造超凡竟然拥有了超越真正超凡者的力量。方舟基因公司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可是龙州4大顶尖生物公司之一，而且这方平仅仅是方舟在江南分部的一个代表，真不知道总部还隐藏了什么怪物。就在这时，天际处一大群密密麻麻的走兽正在奔袭而来。诸位契约者，随我泰坦征战群兽，杀，扬我人类之威。老大，你还不出手吗？不急，我的目标是兽王。万兽异变第7天，5大王兽与人类会战太华之巅。诸位契约者，随我金刚征战群兽。老大，你还不出手吗？不急，我的目标是兽王。宝子们，泰坦简直是人形战斗机器，一手一只大野牛，方平激战群鸟不落下风，宛如空中战神。还有熊猫王、穿甲王、犀牛王、乌龟王在兽群之中难逢敌手。就这些小兽还咋咋呼呼的跟我们人类作对，真是分不清大小王。拍下来，赶紧拍下来！一手战报必将引爆热搜。随着一条条视频在网络上公布，太华山之战直播间引来千万人在线观看。宝子们，花花送起来！你们的每一朵花花都将成为打在野兽身上的拳头，让我们一起为诸位勇士助力！送，扬我人类之威，打的这些野兽再不敢出深山。哇哦！感谢大哥的大火箭，博主将继续冒死近距离为大家播报。老铁们，666刷起来！
66666666666。就在此时，太华山之上一声大吼传出，许多人感觉头晕目眩。天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声音似乎是牛叫。是牛，一头巨大无比的牛。我的天，这起码比我家水牛大10倍吧？不止如此，西边还有一头恐怖的灰狼，东边有青蛇虚影若隐若现，天空群鸟之上有一只巨鹤翱翔。你们忘了，还有蝙蝠王隐藏在黑暗之中。我的天，五大王兽，真的是五大王兽！这些畜生真的来了！兽王齐聚太华山，不怕被一锅端吗？海滩他们能坚持得住吗？这些守望的威压太强了。天下大变，强者生存，这是物种之间的第一战，谁退谁死。没想到啊，你们竟然真的来了！但是你们以为我们就没准备吗？快看，泰坦掏出了什么？隔着老远都感觉那东西不简单。那是天启生物的最新研究成果，进化血晶提取液，500颗进化血晶才能提炼出这么一管药剂。天神生物真是大手笔，我方舟基因也不是没有当家货。这是屎壳郎战甲，方舟基因热衷于改造野兽，每一只死去的野兽都能物尽其用。有这个战甲，方平的防御力能提升近10倍。不止如此，神话基因、凌空生物、官方的进化研究所都拿出了杀手锏。镭射炮准备，就等着你们这些大家伙了。你们太小看王兽的力量了，只有王才能对抗王。是蝙蝠王，蝙蝠王出现了，翅膀已经残破，但是实力依然不可小觑。人到齐了，就一起为太华山陪葬吧！超生风暴。我的头好晕，即使堵住耳朵也挡不住这声音的侵蚀。出手，速战速决。速战速决，你们问过我了吗？蛮牛冲撞。好大一头蛮牛血液，泰坦竟然一撞之下就受了不小的伤。要知道他的契约兽大猩猩服用了进化血晶提取液之后，实力能短时间接近王兽。方平也不好受，在大白鹤的追逐下疯狂逃窜。对，兽王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？难道近千高手都不敌吗？狼行八方，可恶的人类，滚出太华山！青蛇变，剧毒之物。不好，全部人立刻退走！五大王兽不可敌，他日再会太华山。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今日一个人都别想离开太华山！白鹤展翅。就在这时，平原之上传来一声震慑人心的吼啸。这声音是王兽，不知道是哪座名山之上的虎王前来相助。糟宝，又来一尊王兽，这还怎么打？不对，快看虎身之上坐着一个人，那好像是瀚海的蒙大。我的天，王首，瀚海蒙大契约了王兽。不错，五大王兽齐聚，刚好一波端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精炼，一个人都别想离开太华山！超生风暴。不错，五大王兽齐聚，刚好一波端。蒙大在干什么？即使契约了王兽，可是对面是5头王兽，他怎么敢挑衅的？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出风头？人类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同为王兽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能以1敌5吧？不确定，但是我想试试。狂妄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你在百兽之王面前嚎什么？这里有你叫的份吗？太恐怖了！一击击退蝙蝠王。是谁竟然只将蒙大排在江南省战力榜前5的？这实力足以进全国500强，甚至去与京都的那些怪物争锋。我说过了，你们一起上，给了你们陪我练手的机会，不要不珍惜。可恶，你在蔑视王兽的尊严！一起上！蛮牛冲撞，有点意思。你这铁疙瘩力气倒是不小，刚好我蒙氏堡垒缺一个耕田的，要不就你了。你在找死！蛮牛在撞。白鹤展翅，超生风暴，剧毒之物。太疯狂了，以1敌5不落下风。宝子们，精彩吗？震撼吗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顶尖战力。震撼震撼，比特喵的奥特曼打怪兽还震撼！震撼就把花花给我送起来！666不要停，点燃小激情！666。这只白虎为什么强大到这种地步？我感觉它不弱于峨眉的那只佛猴，甚至能与9大神藏之地的那些异种争锋。老哥，大战关键时刻你怎么还玩手机？我在找女朋友啊！不是吧？你在手机上找女朋友？对啊，你看这个爱聊，这里面都是真人，
随便点进去一个女生都能看到她的长相、年龄、收入，都在1公里内。还是女主主动找你聊的，你想聊哪个聊哪个。链接放左下角了。最近新入驻了很多着急脱单的美女，条件放得很低，25到45岁的男士可受欢迎了。这么好，我也去试试。蝙蝠王，要不算了吧，放弃太华山，这只白虎太强，我们不敌。放弃太华山等于断了我的进化路，不放弃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可恶，蒙大师吧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我们走。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我们即使不敌，但是想走你拦不住。是吗？不会以为这就是我的真实实力了吧？白虎，狂暴！怎么可能？这只白虎的气息竟然在持续增强。人类，放我们一马，你承担不起群山的报复。现在求饶，晚了，给我死！人类，我是昆仑山脉的王兽，杀了我，昆仑圣墟之内的异种不会放过你的。异种？我还没吃过异种呢。飞禽走兽尽管来。人类，是你逼我的。这个青蛇在干什么？身体散发出诡异光芒。不好，自爆！他在自爆，退！昆虚印记，人类，我标记你了，从此你将承受昆仑之虚异种无穷无尽的追杀。太强了！蒙大于太华之巅斩杀5大王兽，宝子们，我们一起为人族贺，为蒙大贺！花花火箭走起来！可惜了，自爆之后损失了1颗王晶，不过4头王兽躯体加4颗王晶，赚大发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架战机驶来，悬停在太华山上，无数的炮弹、穿甲弹倾泻下来，彻底将这片区域。该死啊！是哪股势力竟然敢这么做？他们还是不是人？居然针对杀了不是人！完了，蒙大刚战完5大王兽，刚才脚步都不稳，现在遭遇这种绝杀，还能活下来吗？大卫，这次行动堪称完美，这让我想起东方的一句谚语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带上王兽躯体，赶紧撤，迟了就走不出龙舟了。老大，4个王兽躯体全被人拿走了。不是龙舟势力，我看到了飞机之上是白人，简直太卑鄙了。这笔账迟早找他们算。好在王晶到手了。首长，王兽被人劫走了。查到是哪方势力了吗？是滨州的人。这爪子也伸得太长了。阿尔卑斯神山上的野兽还不够他们猎取吗？敢来我龙州！首长，要不要派人？先不急，现在还不是时机。如今有更要紧的事，科学家已经分析出进化神液成分，那是大地之精，是山川之精，是草木之精，所以名山大川才能孕育出那么多兽王。并且科学家猜测，以后的名山大川会是进化的关键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契机。高层一致决定，发动千山之战，抢占进化原地。你们胆敢发动千山之战，就别怪我们掀起万兽狂潮。呵呵，万兽狂潮，一群乌合之众。名山大川如今已成进化福地，谁强谁得。峨眉一只老猴从山门走出，为野兽发声。阿弥陀佛，峨眉不想再造杀孽，诸位施主还请放下屠刀。一只野猴也配谈佛？我等你来度化。天哪，这似乎是佛音。那猴子身上竟然有佛光出现，那是古代得道的高僧身上才会出现的奇迹。可怕，我感觉自己不自觉想要皈依。数百名山的其中一座就走出了这样的王兽，我们真的能打赢这场战吗？昆仑山脉深处，一声怒喝传来：这些人类好大的胆子，击杀青蛇，现在还妄图染指群山。主人，亲王自爆前祭出了昆虚印记，我们要不要？净化神花开放在即，我们9大神藏之地未出，就是为了静待花开，否则早就踏平人类世界了。9大神藏之地，9朵净化之花，决出一位皇者，人类的时间不多了。就在此时，龙州4大顶尖生物公司与进化研究所及官方宣布，联手打造联盟交易行。诸位勇士，大战所狩猎野兽皮甲可以打造防具，骨骼可以改造肢体，能量可以提取药剂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以战养战。我们人类即使在进化之初输掉了，但是依靠装备药剂与改造，一样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。改造，继续改造，我要变强。翅膀不够就改装手臂，手臂不够就改装躯干。公司不是新研发了以兽骨和合金打造的仿生质吗？给我植入，我不介意当试验品。加量，继续加量。公司的那几个怪物能承受仙符药剂，我泰坦也可以。我泰坦一生绝不可弱于他人。
老大，官方最新表态，谁先打下名山，此山就归势力所有。如今各大顶尖势力已经疯狂了，纷纷前往各地大山。如此盛世，我蒙氏堡垒当然不能错过。安岭还是太小了，我们未来会与全球精英势力角逐，必须拿下顶尖大山。你去准备一下，接下来就是吸收王晶了。随着王晶一颗颗进入蒙大的身体，蒙大感觉身体的肌肉骨骼仿佛在割裂成一层，但是进化能量进入身体却像没有突破。特喵的一个王晶就足以让一个超凡突破2阶，为什么我4颗王晶都不能突破？不对，有变化，胸口肋骨在隐隐发烫，似乎潜藏着力量。王晶，我还需要更多的王晶，立刻前往群山。江南省的北部，碧海松林，天神生物4大高手正在围殴一头松鼠王。泰坦，经过猩红料剂洗礼，你如今实力已经无限接近2阶，拿下松鼠王，王晶可以助你进阶。你一旦晋级，我们4大2阶战力未必不能拿下一座顶级名山。名山大川也分3、6、9等，势力未来要发展，必须要得到一座顶尖名山。江南西部的红山，只有几只大蝴蝶有王兽战力，我们拿下不成问题。各大势力征伐群山，此时的媒体在报猛料。震惊！蒙氏堡垒率领虎队再次出山，剑指峨眉。我的天，果然是征服太华山的男人，一出手就是顶尖名山。但是峨眉的那只佛猴实力可不是太华那几只小兽可比的。峨眉可是连顶尖势力都不敢尝试的存在。蒙大是自寻死路，还是能再创奇迹？本博主将冒死为您持续播报。横断山脉，千山林立，而峨眉是群山之中一颗耀眼的明珠。顶尖名山是我前世不敢想象的存在，如今是我进化的起始。佛猴来战！随着蒙大踏足峨眉山门的那一刻，峨眉之顶金光绽放，随即响起一声震撼人心的钟声。施主，这是我的地界，你越界了。这本就是我人类的疆土，谈何越界？我生于峨眉，在峨眉得到进化契机，如今更是悟的佛法。我脚下所在就是我的地界。天下大山，有能者得之。施主，既然佛法无法度化你，那我只能拿起屠刀了。有趣有趣，佛魔一念间，不愧是峨眉之主。战！施主，这是我的地界，你越界了。这本就是我人类的疆土，谈何越界？执迷不悟，那我只能拿起屠刀了。真是无奇不有，一个猴子念起了佛音，竟是音律类的进化技。不对劲，内心深处有皈依的念头涌现，我竟然被一只猴子迷惑了心智。小黄，阻止他！施主，请勿执迷不悟。怎么可能？小黄是百兽之王，是万虎之王，竟然与一只猴子平分秋色，果然顶尖名山不能小觑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真是棘手，你是我目前所遇到过最强的王兽，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小黄，一起上！施主，你难道妄图以凡人之身对抗我吗？宝子们，快看啊！蒙大竟然想与白虎一起对抗佛猴，那可是顶尖王兽啊！你们忘了，蒙大异变第一天就曾手撕异象，说明他的本体实力极强。异象再强也只是个一阶，只是体积大而已，真为蒙大担心啊！奇怪，这佛猴的技能居然和传说中的猴王一样。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来自左下角的《山海经》小游戏。难怪，原来是那款还原度超高的孵蛋小游戏。没错，左下角真实还原了《山海经》648种强大的神魔异兽。除了孵蛋，现在还新增了爬塔和挖矿玩法。又推图又爬塔的，平日修炼怕是没有时间玩。你不会挂机吗？看我刚挂几分钟血蛋都这么多了，异兽榜都快齐了。哎，我刚上线就孵出了猴王，这算什么？现在点我左下角下载新人上线就送1000连抽，超高爆率孵化出神话异兽，想孵什么孵什么。那我得孵个比猴王还强的。千倍身体强化，即使我没有觉醒超凡力量，那也堪比2阶超凡。魔猴，受死！杀！这怎么可能？小黄是顶尖王兽，而我在强化之下也不逊色顶尖2阶，2对1竟被你一拳击飞。除非你不是2阶，魔猴，你隐藏了实力。可恶的人类，你坏了我的大计，让我暴露了实力。退，赶紧退！这只猴子是3阶。退，进入了我的地界，还想退？
沉眠峨眉为你的错误赎罪吧。天呐，宝子们，溜了！蒙大完蛋了，这只猴子一直在隐藏实力。这是我晋级3阶后领域的佛技，受死吧！你是第一个见识到它的人类。好棒！可恶！要是我10万猛虎在此，万虎之力加持，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还是小觑了天下野兽啊！海兽之王，呵呵，不务进化法，终是野蛮兽。人类，你的生命力倒是挺强，不过2阶与3阶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肋骨在这猴子的奶头下，里面有力量想要喷人。不对劲，这小子的生命力怎么越打越强？此刻的蒙大胸口发出白光，随即一阵链条破碎的声音传来，仿佛人体的锁链被打破。这是破而后立，人体新生。打够了吗？接下来该我了。五感速度力量大大提升，更重要的是，肋骨新生长出了神秘的纹路。调用纹路的力量，竟然可以使用净化技。战绩恶魔之手，我以魔手碎尾佛。你是什么怪物？不是野兽，也不是超凡者，却拥有堪比3阶的力量。等等，你的情况有点像传说中的那群异端。异端？你是异端？异端？给我死！人类，放我一马！我给你一个天大的造化。造化？顶尖名山并不是最强的，9大神藏之地才是真正的王兽大本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隐藏实力吗？你知道神藏之地为什么现在还没出世吗？因为他们都在等待进化神花开放。很多顶尖名山的王者都隐藏了实力，就是为了花开的那天入主神藏之地。进化神花有什么用？神花能帮助我们突破桎梏，获得一丝返祖的契机。我们合作，有一成机会夺得一朵神花。人类，放我一马！我们合作进神藏之地，争夺大造化。神藏之地有多强？在这次血月潮汐之前，其实已经爆发过血月潮汐，不过由于范围极小，时间极短，不被世人所知。而9大神藏之地就是提前爆发的血月潮汐产物。昆仑虚、云梦泽、星球、方丈，甚至传说中的不周山，每个神藏之地都至少有4阶王兽坐镇。不周山传闻栖息着一头天青牛蟒，疑似5阶。5阶？我勒个乖乖！小黄，你好歹是百兽之王。我在太华山击杀了昆仑虚的一只蛇王，并且被种下了印记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赌一把。安岭之主蒙大，峨眉之主佛侯，山川大地之主，请为我们见证，签订盟友契约。10日后，神华开放，我联合各路兽王，你联合强大人类，在九曲长江尽头进入昆仑虚。神藏之地除了神花之外，还有无数的瑰宝。武夷重点，给我撕碎这些入侵者。进化机，急速夺击。进化技，巨猿之握。给我死！武夷山从此易主，天神生物入驻武夷。太极张家今日入主武当。你想入主就入主，问问我武当四雄答不答应？太极生生4象，象生8卦。大地复苏，古武也该出世了。我的天！太极传人重现世间，以超凡之身展太极神威。超凡之力与传统武术的融合，竟战退4尊顶级王兽。老哥，大战关键时刻，你竟然被游戏迷住了。哥你也得迷糊，这款游戏太解压了，身边的朋友都在玩。你看啊，开局一只小粉猪，造化全看你选择，然后不断进阶强化，每过一关还能领取超多奖励，看着有点意思。可不嘛，最近还出了很多新关卡，看着简单，我玩了很久都没通关。不信你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在哪下载啊？不用下载，点左下角链接就能直接玩。从此武当山门开启，各类超凡契约者皆可拜入山门，有教无类，能强化超凡者的不可科技装甲与药剂，古武才能真正展现超凡力量。先生大义，危难之际已深入局，以武不失。什么大义？
他们在召集人手以应对更大的危机。群山争霸的时代来临了。龙虎山之巅，一个老人放出豪言：太极已逝，形意当立。形意拳门于龙虎山开放山门，只有形意拳才能将野兽契约者的力量完全融合进兽形。形意拳门传言有螳螂拳、蛇拳、虎拳等数十种兽形拳，这必将在未来成为野兽契约者的圣地。首长，喜报！人类契约军已经拿下近50座名山，除去方舟基因、天神生物、秦汉研究所等大型公司，一些古老的传武帮派出事占领名山，他们预感到了危机，在抢人手。百家争鸣时代，我们官方也不能落后，派出军队与各城神子前往适合自己的山头进修历练。妖姬、庄稼、巫术都是超凡力量的载体。而在此时，远在西方的滨州，一件大事发生：一头长着龙角的蜥蜴出世，口吐烈焰毁掉一座城市，只因有人偷了他的蜥蜴蛋。就在竞技武器瞄准蜥蜴时，他逃进一个迷雾森林，导航镜也无法锁定，诡异无比，那是未知之地，无法探测，无法定位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竟然高科技都无法探测那个地方。磁场易散，神秘因子弥漫遮蔽了信号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天地在扩张，蜥蜴跑进了未知之地，所以无法定位。天地扩张是什么意思？你没发现吗？来时的路变宽了，眼前的高山也略微拔高了一些，山川大地都在生长。你也可以理解成原本折叠的世界在膨胀开来，古老的物种会逐渐复苏。高层冒险发动千山之战也是迫不得已。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发现这些细微的变化，不自救就是死路一条。散布消息，我蒙大狱与佛侯共探神藏之地，12阶以上超凡与契约者联手。安岭之主蒙大，那个在3阶佛侯手下逃生的男人，现在竟然与佛侯联手了。神藏之地是什么地方？需要这么多强手前往？根据蒙大所说，那里有着无数进化至宝，但是也蛰伏着无数王兽。很多人在观望，但也有人率先开口。武当山太极宗、龙虎山形意门、秦汉研究所，愿与蒙大共探神藏。霍追，那只蜥蜴来龙州了。他昨天还在滨州，怎么可能短短半天内跨越了几千里？你没看新闻吗？地壳在扭曲膨胀，经常有不明生物出现在未知之地。黄金圣物皮甲都是至宝，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。围杀之下3阶又如何？这只蜥蜴归我们方舟基因了，其他人给我滚！你们这方舟基因太霸道了，这可是3阶，你们吃得下吗？还不如一起围攻。让你们滚就滚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去，全是2阶进化者。清理了武夷山的那几只王蝶后，方舟基因又堆出了几名2阶。哟，方舟基因好大的威风，有本事冲着兽群威风啊！欺负同族算什么？冰凌，怎么秦汉研究所也想来分一杯羹？秦汉研究所的兽骨研究项目到了关键时刻，急需一只3阶王兽之骨，这只兽我们志在必得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各凭本事了。一群小蚂蚁，本座即使在阿尔卑斯神山之上，也是排得上号的王者。一许2阶哪来的自信？我去，果然是西方的那只蜥蜴，还带口音的阳兽。你们想猎杀我，正好吞了你们进口。没想到你们龙州的神秘因子竟然如此浓厚。净化剂，烈焰吐息。我别上太难成物，急速夺击。这就是你们的依仗吗？你们的实力跟西方的顶尖势力差太远了。别我死，烈焰熔炉。这只蜥蜴太强了，这就是3阶吗？亏我们还以为几个2阶就能围杀3阶。冰冷，你还不出手吗？你是冰系超凡，刚好克制这种火焰类进化技。你们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怎么威风不起来了？击杀了他，我们拿王金，你们拿兽体，这还差不多。超凡技，极寒冰冻。冻住了，这冰凌太强了。你们太想看3阶了。小灰，你吃了我的小灰，我跟你拼了！太可怕了，这只蜥蜴皮糙肉厚，我们的攻击连它的防御都破不了。好，3阶我们对付不了，低估了3阶的力量。你们跑得掉吗？这又是谁？最近不断有高手冒出来。少林高僧9剑，不久前从嵩山崛起，实力不逊色太极宗和形意拳传人。那是一传中的少林寺72绝技之一。师姐，最近古武传人不断现世，而且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力量，仿佛小说里的内力。
听说过秦朝炼器士吗？我们猜测，不论是秦汉时期的炼器也好，还是古代的内力，以及如今的超凡力量，可能都是同一种力量。我们暂时将它们命名为灵力。这次红月灾变可能是第4次灵气复苏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测，我们急需一具3阶王兽骨。3阶之上的王兽脊骨内保存了进化印记，我们将与秦汉时期的炼器士遗骸体内印记对比。如果一致，那就可怕了。来之前我已经向蒙大求助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这只3阶王兽，我们必须拿下。孽畜，今日你必伏法！少林魔汉拳。秦皇冰冻，好。可恶，卑微的弱者，你们伤的我，全部给我死！笑声，门大是门大，他怎么来了？善良人中还草芥人命，今日你就留在这里了。冰凌，不好意思来迟了，接下来交给我。小黄，红豹，拦住他！大的白虎又变强了，距离3阶只差1线，难怪能从佛虎手下逃生。再强的2阶也只是2阶，杀掉你，小黄就能挣到3阶。进化技烈焰熔炉，对的第一个3阶，战剑恶魔之手。3阶王金到手，冰凌躯体就留给你们了。谢谢蒙哥哥。等等，怎么？你们方舟基因有事？蒙大，这只蜥蜴是我们先发现，大家一起击杀的。你看这王金能割舌给我们吗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没问你们已经葬身蜥蜴之口。蒙大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方舟基因和天神生物等10多家生物公司背后可是顶级财团麒麟工会，工会里有不逊色于你的强大存在。实话告诉你，是会长儿子，明暗两栖天才超凡古龙，他禁忌需要1颗3阶王晶。他需要关我屁事？蒙大，你太小觑龙舟的隐藏势力了，你必将遭到麒麟工会的报复。话说完了吗？现在给我滚吧！蒙大，你敢抢我王晶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龙少，蒙大有3阶战力，3阶又如何？他太小觑资本的力量了。我们如今已经拿下了8座大山，屠戮8座大山之上所有2阶王兽，堆也要堆上3阶，这训终将由资本重建。千山之战已经持续1周，古武传人不断出世，地下财团接连浮出水面。可惜顶尖名山还是没有一座属于人类。泰山、峨眉、华山、王屋山等顶尖名山之上，都有3阶王兽坐镇，很多势力都在争夺。泰山之上，暴徒财团正在围猎一只巨龟。麒麟工会不敢对3阶动手，我们敢，就那帮怂蛋也配跟我们并称龙舟4大财团？据说他们还死不要脸的向蒙大讨要王晶，可笑！别说了，这只龟动了，这只龟防御极强，好在攻击不强。没想到一头山龟竟然击败各路强敌，成为泰山霸主。这头山龟可不一般，你们仔细看，龟甲上的那些条纹像极了八卦。没错，是八卦。神秘的纹路之间有超凡力量流转，强化了山龟的防御。你们不要给我挠痒痒了，我不想与人类为敌，你们却不断来惹我。挠痒痒？我们这里18个2阶，还不信拿不下一只龟王？真是麻烦，进化技荆棘反甲。我去，我的伤害竟然有1大半反弹到自身，这还怎么玩？就此止戈吧！从今日起，龟派成立，我掌古法，有教无类，各族有缘者都可来聆听我的防御净化法。什么？乌龟也立派了？太好笑了吧！人类立德，我为什么立不得？随着山龟立派，人类世界已经闹翻了天。真是厉害！这只乌龟和佛猴一样，是掌握了古法的3阶。我去，龟派，这只山龟以后会研究出气功吗？既然它不与人类为敌，那我就拜入这个龟派。我要去蜀山学古剑法，未来希望能成陆地剑仙。我要去武当山学以柔克刚之法。我要去嵩山学少林72绝技。此刻的王氏虎群正在围猎五台山，打下五台山，小黄就可以晋级3阶了。神藏之行临近，必须抓紧提升实力。人类，速速退去，不然我与你战到底。只有强者才配拥有顶尖名山。冥顽不灵，甲壳虫亦有死战猛虎之志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大龙带领虎群解决掉虫王身后的甲壳虫群。小黄、黄豹，以这只出入3阶的甲虫突破自己的极限。不可思议，我们的猜测是真的。蜥蜴遗骸与秦朝炼器士遗骸内进化印记竟然完全一致。
难道神话时代真的存在过？不知道，这片大地之下埋藏了太多的秘密。神藏之地是这次灾变的初始地，或许能解开我们一些疑惑。那些古武传人接连发声要与蒙大共探神藏，他们传承至今肯定知道一些东西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几家研究所决定和秦汉研究所一起前往神藏。给我死！进化技，居前妲己。小黄，站起来！你是百兽之王，进化之路你已经落后了，只有你自己能找回兽王的尊严。小黄灾变前没有经过野外厮杀，不经过血的洗礼，很难真正展现出兽王的潜能。这是突破的前兆，进化能量在喷涌。怎么可能？我是3阶，你一个2阶，凭什么能扛住我的攻击？因为我是百兽之王。小黄突破了，以自身力量破开3阶壁垒，不知道会觉醒什么进化技。我诞生于幽冥，生而当为王。进化技主宰臣服，是精神类进化技，跟佛侯一样触摸到了进化法，压制对方力量而对自身全方面提升。沉寂了这么久，小黄终于要崛起。我不服，我也是从无数野兽中杀出来的3阶。不服，那就打到你服。不服，那就打到你服。我为主宰，当镇压一切敌。风来，雷来，呼风唤雨，一念之间。主宰是精神类虚拟幻境，幻境之中一切都可以模拟，在主宰之境中，小黄就是神。只有同样掌握进化法的佛侯、山龟这样的兽，才有对抗小黄的可能。以下犯上者，接受雷罚。可恶啊！我明知道这些雷电狂风是假的，但是还是忍不住颤抖臣服。我从最卑微的一只小甲壳虫走到如今，打败了一个个曾经高不可攀的对手，成为了顶尖名山之主。难道今天只能陨落在这幻境之中吗？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这只甲壳虫状态不对，面对主宰幻境的威压，不仅没有选择臣服，反而反抗意志在增强。就你们配当王，我甲壳虫就不配当王吗？在红月之下，我也曾看到过一只虫子遮天蔽日，手撕巨鼎。进化法？什么进化法？我甲壳虫王一破万法！我去，这是要临阵突破！果然从一个小虫子走到今天，不可小觑。小黄，不要给他机会！一只虫子也想抗拒本王的威压吗？给我臣服！臣服？该臣服的是你。什么？这只虫子身上有进化法的气息凝聚，它竟然在小黄的主宰幻境中觉醒了进化法，走出了自己的路。主宰，可笑！能主宰我的只有我自己。进化技立场有限，所有的法都是虚妄。我是信奉自己的立场。小虫子，你以为我的进化法就可以战胜我吗？王不可辱，辱之必死。主宰之境，给我报！我恨，今日我不死，他日必找你复仇。还想复仇？今日你逃不出五台山！站起，恶魔之手，给我死！从今日起，五台山易主。我的天！一座顶尖名山被人类拿下了，是安岭的蒙大。太可怕了！拿下顶尖名山，只有3阶顶尖的实力才能做到。蒙大呀，蒙大，你总是不断给人惊喜。奇怪，即使小黄晋级，我身体1000倍增幅的壁垒依然没有被打破，仿佛一道无形的魔锁住了我的晋级之路。有数万条丝线在不停冲撞这个壁垒。这些丝线应该是数万猛虎进化所反馈的能力，而且眼睛开始出现发烫痛。上次是肋骨，这次是眼睛。我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？昆仑虚之行，只有1天了。佛侯，你糊涂啊！邀请人类合作就是与虎谋皮。是啊，人类和我们水火不容，他的实力最多就是顶尖3阶。我们顶尖大山之主哪个不是顶尖3阶？这个人类不一样，一个人类而已有什么特殊？神藏之地出事，整个人族都会烟消云散。这个人类可能是异端之一。异端？难道是真的？辉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我们的进化法也是血脉传承法，觉醒传承的那一刻，知晓了支离破碎的一些真相。血月降临异端处，山河亦为牢笼陷。我们是被流放之手，而他是背上了9道锁链之人。千山之战，万城神子计划，都是浮云而已。人类世界那些古武传人之源蒙大，还不是看出了一些东西？18兽王齐聚，入昆仑，夺神话，纵然身死也无悔。
10日之期已到，大龙出发。此刻的人类世界，鼓舞势力、财团、研究所、军方神子团陆续赶往9区长江尽头。窦老大，太刺激了吧！据说这次要和猛神一起战斗。没想到瀚海弹丸之地竟然出了这样的人物，我这瀚海神子只有2阶实力，怪尴尬的。听说这次去的还有不少古物传人，每一个都至少出入3阶。哪个大势力没3阶啊？跟在这些势力背后，随便喝点汤都能提升不少。我古龙如今也是3阶了，我倒要去看看你蒙大是个什么东西，敢抢我王京！随着日期临近，各个势力很快在9区长江尽头聚集。佛侯，你耍我！你别告诉我这就是昆仑虚入口。别急，神藏之地哪会直接显现在世人面前？神华开放，逸散能量重获屏障，我们才可以进去。算算时间快了。就在这时，空气之中泛起一阵涟漪，若有若无的花香出现在空气中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花香中蕴含的奇异力量。随即，大地开始剧烈震动，一道符文在山体间汇聚，高山竟然缓缓裂开。这是昆仑虚。这是昆仑虚，山内有山，真是奇妙。看那些魔骨，肯定是至宝。不等了，昆仑宝地，我方平先行一步。方平可是2阶顶尖，加上天神生物定制的战甲，竟然就这样灰飞烟灭了。人类都这么傻吗？你们太小看神藏之地了，即使现在是界壁最脆弱的时候，也不是一个2阶能闯进去的。所有3阶全力攻击，打破昆虚壁垒。壁垒破了，快进去夺进化机缘。这里就是昆仑虚吗？不愧是神藏之地，净化气息比外面浓郁了好几倍。怎么感觉那么安静呢？进来之后竟然没看到一只野兽。野兽都在泥土之中，你看地面，每一株植物下面都有一只野兽骸骨，以野兽骸骨为养料，这些植物在蕴养净化血精。发了啊！这些净化血精蕴含的能量堪比2阶王精，而且这些骸骨也是极好的材料。什么东西？鬼鬼祟祟！净化界，千里寻踪，哪里逃？是一只老鼠，只有2阶实力。这只老鼠只剩下躯壳，竟然还可以战斗，太诡异了！这些野兽为什么能死而复生？超出了科学的认知。科学？你们这些进化所的人是不是脑子研究坏了？动物都快成精了，你给我谈科学？别说了，有东西在往我们这边移动。一群头上长着植物的野兽，不对，它们已经死去了，动的是它们的躯壳。我的天，远方还有更多的植物兽在向我们这里靠近，密密麻麻，无边无际。不好，被包围了。这个给你们拿上，待会战斗起来方便联系。使部的这太贵重了。没事，这左下角领的。我这华为 Mate 60就在你左下角领的，现在又有苹果15了。左下角是官方认证的，我领过后才放的链接，发货信息还留着呢。新年年底特意准备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1人1份。这上线还真看到，直接领吗？对的，我看下载的人都领到。那左下角以后有啥活动，你可得先告诉我。放心，活动给平台报备过，只有从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的才能领手机。华为、苹果任你挑，而且现在上线还有888新年红包。那我这就去。主人，有多方势力闯入了昆虚，山外群兽与人类联手打破东边界壁，白象国大梵天势力也跨过而来。敢打我昆虚的主意，他们活腻了吧？神花即将开放，不容有失。你带领一批精锐去阻止他们。说。主人，让我也去吧。那群人类与山外杂兽不足畏惧，但是大梵天不弱于我们。真敢来就让他们来。昆虚乃万兽沉眠之乡，还真以为这里是善地。那些植物兽围过来了，别被他们近身。进化技，佛光出现。进化技，降翼迥击。进化技，闪电锁链。佛侯，神花在哪里？我们不能在这被无边无际的植物兽消耗。不知道，但是神花肯定会在进化能量最浓郁的地方盛开。从开放到完全盛开只有1天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打不完，根本打不完。这些野兽死去之后，一会儿又可以站起来继续战斗。我不玩了，这块地方太邪门了，再不走都得交代在这里。进化之路知难而退不是我们的风格，杀进去，这些野兽只有2阶实力，对我们造不成太大的伤害。太极之力生生不息，我们太极门人死战不退。
我发现了，斩断这些野兽与植物的连接，它们就会死亡。快，攻击这些植物生长点！这些死去的植物兽，进化能量被大地吸收了，化为了飞灰。难道这个大地是个活物？不然为什么能主动吸收这些能量？活物？怎么可能？那得多大的活物？如果是活物，那我们干脆等死算了，根本无法战胜。等等，蒙大，怎么了？看远方，一棵巨大的树在生长，有浓郁的花香从那个方向传来。你们听到没有？奇怪的声音，是心跳声，从地底传来的。这里的植物都是长在野兽躯壳之上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远处那棵巨树之下缠绵着一只无比巨大的野兽躯壳？这里的植物都是长在野兽躯壳之上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远处那棵巨树之下缠绵着一只无比巨大的野兽躯壳？这还是自然界能存在的生物吗？从来没见过的物种。这么大的身躯，绝对不是我们能战胜的。快逃！跑不掉了，周围被快速生长的植物封锁了。别急，你们仔细看这只巨兽，它跟那些被寄生的野兽一样，已经死了。不过即使已经死去，仅靠本能所展现的力量，估计也能达到4阶初级。4阶，这还怎么打啊？我们这里都是3阶顶尖的王兽，山龟的防御，猫头鹰的感知，我和蒙大的功法，白虎王的领域，联手之下未必不能一战。卑微的人类，胆敢擅闯无主复苏之地。这野兽死了还能说话？不是他，是他头上的树在控制他说话。擅闯者，沉眠坤虚。净化剂，惊奇玩家，净化剂肩部。辉哥，你这防御厉害啊，竟然能硬抗4阶初期的攻击。那必须的，我这属性点全在防御上面了。一群小虫子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进化剂，快速生长。糟了，周围的花草在疯狂生长。猴哥，你的头上长出了一朵蘑菇。蒙大，你的背上长出了一朵花。不止如此，每个人的身上都长出了植物。什么鬼？为什么这些植物凭空长在我们的身上？他们在疯狂吸收我们的能量。不是凭空的，也许从踏入昆仑虚的那一刻，我们就被种上了种子。如果不找到源头，我们也许会跟那些野兽一样，成为被植物寄生的躯壳。净化剂驱散，我的技能只能暂时帮你们压制住这些寄生植物。佛侯，速战速决，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我们联手能不能战4阶。进化剂佛光出现。进化剂降异9击。进化剂闪电锁链。太极石巴掌。五行拳。这就是4阶的力量吗？10几个3阶联手，竟然只是勉强抵抗。幸好我没少在左下角练招，这4阶野兽我们必能拿下。你说的左下角是啥呀？就是这款全新3国放置卡牌游戏啊！开局直送免费400连抽，轻松抽出高星武将，打造神级阵容。你看我抽到的赵云还能跟美眉组 CP 打怪。这暴击看起来嘎嘎爽。那肯定，这还有2个福利码能加速升战力，重塑3国梦，花3-5秒下载每日登录还能领好礼呢。那还等啥呀？赶紧赢了这野兽，咱们组队狠狠玩把去。你们逃脱不了，成为无主肥料吧！进化剂花种引爆。2阶实力的人在接连爆炸，3阶实力也快压制不住爆炸的力量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得爆体身亡。净化剂防爆，净化剂主宰。我即主宰，为山川万兽之主，以下犯上者不可饶恕。风暴降临。有趣，没想到在灵气枯竭的末世，竟然有兽能领悟领域法。不过我曾见过真正的皇，你这点威压在我面前太过渺小了。领域内一切都是虚妄，风暴不能乱我心。曾经的你也许很强，如今的你不过是一具千疮百孔的躯壳罢了。雷法降临，给我臣服。区区串剑也配让我臣服？既然雷法不能让你臣服，就让本佛以大慈悲度化你。进化剂大慈悲掌。又是一只触摸到进化法的猴子，你们真让人惊喜。不过还不够，
3阶与4阶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。进化技万藤绞杀，这里是无主缠绵地，让无主复苏者遭受绞杀之劫。绞杀？也许你主子从地底爬出来还能说这句话，就你还不行，滚回你的泥土中去吧。这是我们的时代。战绩，恶魔之手。大胆，区区人类，不对，这是异端的力量。灵气枯萎后，竟然有打破枷锁的人，破枷锁者将永坠深渊。永坠深渊，我先送你入深渊，给我死！有意思，本以为是一群小虾米，没想到竟然破了花粉幻境。刚才的一切是你幻化的。他是3尾妖狐，最擅长迷惑人心，小心点。觊觎神花者都得死。既然我拦不住你们，那就迎接群狐围杀吧。小的们，围猎开始，让神花于杀戮中绽放。糟了，被包围了，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狐狸，数量不下1000只，里面2阶遍地，甚至不少3阶。我之前说过，能夺得神花的概率只有1成，目前来看还是乐观了。坤虚的强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觊觎神花者都得死。小的们，围猎开始，让神花于杀戮中绽放。进化技经济反价，进化技佛音出现。太极生2仪，2仪生4象，太极八卦阵。这些古武世家隐藏了实力，一群修行古武的人合力之下爆发了1加1大于2的力量。哼，我暴徒集团何惧群战？何谓暴徒？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麒麟工会上战甲，让这些个东西试试科技与超凡的力量。那是麒麟工会旗下天神生物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仿生战甲藏到现在才拿出来。现在下载勇士与冒险，你也能享受到身披战甲的快乐。进新区，选择机械宗师，身披战甲，脚踩大炮，签到还送神器武器，强化保护券，还能自选毕业史诗。一身神器毕业还怕被围攻不成？这些人类真阴，到现在才开始暴露实力。人类的阴险你不是第一次见到了。不要小看人类的古武世家以及财团势力，他们隐藏极深，没有傻子敢图谋神话。白王，这些闯入者太难缠了，这边拖太久，亲王那边与大梵天交战，怕出现变故。为了无主复苏，我们等待了太久，绝不允许出半点差池。如今到了你们该现身的时候了，去吧，重铸坤虚荣光。是。不对劲，那些狐群在后退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放弃了？不可能，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意，就不可能放过我们。重铸坤虚荣光，闯入者给我死！不好，自爆，是自爆。一个2阶王兽的自爆，即使3阶在近距离之下也会受伤，何况狐群之中还有3阶。可恶，这些狐狸疯了！哎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不知道坤虚之中还有多少狐狸，远方的花香越来越浓郁，离神花盛开没有多少时间了。这些狐狸想把我们耗在这里。猴哥，我们要使用那个东西吗？再等等，那是我们争夺神花的最后希望。战绩，恶魔之手。果然啊，每一个异端都在同阶强大的让人嫉妒。妖狐，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是异端？破枷锁者都是异端。如果不是神花开放关键时刻，我也许会放你一马，让你当个搅局者。但是现在，你只能死。重铸坤虚荣光，以我狐血祭神花。不好，这只狐狸在自爆，这可是4阶初期。逃，快逃！逃不掉了，你们每个人都得死，给我爆！远处发生了什么？看能量波动，似乎是王兽自爆。除了我们，还有其他势力在战斗，看样子实力不弱。白王，是白王自爆了，那些人类和山外杂兽怎么可能逼得白王自爆？可恶的闯入者，我要你们不得好死！4阶自爆太恐怖了，我们一半的人手死在这场自爆之中。老大，你醒醒！蒙大，你怎么样了？他就在4阶王湖爆炸的中心，
所受到的伤害最大。要不是他体质超乎常人，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了。不对，即使他现在重伤濒死，但是身体之内竟然有数万股微弱的能量在缓慢修复他的伤势。这些能量来自哪里？竟然能让他在这种伤势之下还不死？蒙大，醒醒！蒙大，醒醒！我在哪里？眼睛好痛。当时被佛喉重伤，肋骨也是这种感觉。睁眼啊！我要睁眼，重活一世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猴哥，这个人类短时间估计醒不来了。神花开放在即，蒙大，祝你好运。我们走。正念迎接4阶王兽自爆，即使不死，估计进化之路也断了，可惜了。走吧。蒙大，你小子总算在了。坚热，趁你病要你命，报夺我王晶之仇。你敢动我老大？看还有谁来救你！给我死！让谁死？蒙大，你醒了，等等你的眼睛。让谁死？蒙大，你醒了，等等你的眼睛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太邪门了！硬抗4阶王兽自爆不死。他不仅没死，现在竟然毫发无伤。老大怎么办？这蒙大估计不好对付。一群傻子，他在虚张声势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现在就是强弩之末。难怪差点就被那小子演了，还是老大英明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宰了这小子，给老大报仇！你们快去给我报仇！特喵的，这小子的气息比之前还强，这个仇我古龙不报也罢。这次昆虚斩获了上百颗王晶，足够我实力提升个大台阶。战甲引擎启动，激光炮。刚好拿你们试试我的新战技，恶魔之眼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虚空中出现了那么多眼睛？每一只眼睛都像在盯着我。像是进化技，但是气息远远超过进化技。怕什么？我们老大可是3阶，还怕这个强弩之末？给洗！老大跑了。蒙大，不，蒙老大，饶我们一命，我们错了。现在求饶，晚了，给我死！现在的我能硬汉4阶，而且恶魔之眼还可以与小黄的主宰领域融合施展融合技，使小黄的领域具备极强的杀伤力。神花是我的，走吧，继续往昆虚深处出发。奇怪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之前大战死去的狐狸和人，他们的身体不见了？对呀，连续的大战，至少上千王兽与人类遗骸说消失就消失。是谁？鬼鬼祟祟。是他，暴徒财团的一名精锐，在大战中死去，现在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你们忘了，花粉寄生能控制遗骸行动，看他身后还有不少遗骸，似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进发。那些战死的人和野兽估计就是这样消失的。太诡异了，他们究竟要去哪里？花粉是神花传播的，能控制这些遗骸的也只能是神花。这个神花太邪门了，昆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危险。我们这里的人都被种上了花粉，没有后退的余地了，必须找到神花。走吧，跟着他们。大梵天这是要挑动神藏大战吗？现在退去，我们昆虚既往不咎，否则他日必血洗大梵天。我们无意与昆虚为敌，只是想一睹神话风采。找死！既然不想走，那就永远留在昆虚吧。计划技：欺诈宝珠。这是我4阶领悟的王技，被我宝珠包裹的人将被缓慢抽干生机。不愧是6位狐王座下的最强王兽，但是我们既然赶来昆虚，你一个4阶初期挡不住我们。进化技：志向冲击。进化技：小雨加速。远方有声音传来。糟了，狐王在召唤，这笔账昆虚迟早找你们算。我们走。什么？这就跑了？会不会有诈？我们这次出动了3尊相师，即使有诈也能全身而退。不要忘了白香王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探清这些深藏之地的势力，以便发起国战。这些遗骸的行进速度在加快，近乎于奔跑。
花香，浓郁的花香，我感觉自己的净化能量在喷涌。看远处的天空，一朵黑色花朵的虚影遮天蔽日，这些遗骸在疯狂往那个方向奔跑，似乎是献祭。神花进入最后孕育阶段，快过去！净化能量遮天蔽日，这是孕育了何等强大的净化之宝！天啊，闻着这气息就感觉自己要疯狂净化。这朵神花，我们必须拿到手。永恒的土地，常年的昆虚之主，请接受这些血肉之精。死亡的蠕虫将与天地一同长久。黑暗的花朵自亘古的深渊长出，向汝等许下死亡之诺。盛开吧，黑暗神花！吞噬黑暗之花，我将跨入5阶，成就兽皇。盛开吧，黑暗神花！吞噬黑暗之花，我将跨入5阶，成就兽皇。好一朵黑暗神花，东方不愧是灵气汇聚之地，能孕育这样的瑰宝。大梵天，你们还真敢来，这是要准备对本座出手吗？神花是进化之宝，踏上进化之路的人与野兽没有不想要的。黑暗神花18片花瓣，我们只要5片。5片？就凭你们，让白象王亲自来差不多。现在给我滚出昆虚！6位狐王，你们以昆虚之力酝酿神花，如今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不要敬酒不吃罚酒。你们这些低阶生物也敢挑衅本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请我吃罚酒。千狐听令，给我撕碎这群外来者！净化剂，巨象冲击。净化剂，小雨加速。偷窃者，化为飞灰吧！净化剂，妖异伏火。我的手，你敢烧我的手？可恶！在大象正是我这自己的不到10指之数，大家看看你们昆虚是否够格包住这朵神花。有点意思，触摸到了净化法，但是4阶之上净化法只是门槛，想以此击败我，你太小看我9尾狐王了。净化剂，影之灵袭。我的天，好快的速度！他的速度超过了大吐纳状态下的阿米亚，好强！不愧是昆虚之王。据说昆虚还是9大神藏之地里面实力偏弱的，我们尚且这么艰难，那些别的入境势力在其他神藏之地更讨不到好。就这种实力也敢觊觎神花，你们怕不是赶着来当肥料吧？肥料？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实力？我大梵天同样是神藏之地，拥有不逊色与昆虚的底蕴。3大相识，请出手！赶紧打完，我还要去玩游戏呢。什么游戏啊？这是最近很火的解压游戏。你看，开局一只小分主，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，然后不断强化升级，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。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，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，不信你们来试试。看着真有意思，在哪下载？不用下载，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。净化剂，3项之力融合。3大像是3宝同生，领悟相同的净化剂，3位一体，实力仅次于大梵天之主白象王。 3个4阶初期融合之下，竟然拥有了堪比4阶顶尖的实力。但是即使同为4阶顶尖，实力也有天差地别。我6尾狐王是一种后裔，身具一丝9尾血脉，蝼蚁也配与皓月争辉。净化剂9尾流星雨，你们这些外来者，你们群山外杂兽更该死，给我毁灭！猴哥，狐王和那个叫大梵天的势力打起来了，我们帮哪边？帮什么帮？两败俱伤，我们才有更大的机会。大梵天不过如此。败了，连3大校士都不敌，昆虚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！快逃！窃贼，哪里走？小青，别追了。山外杂兽还躲着吗？狐王，你早就发现我们了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区区一群顶尖3阶，有什么底气留在这里觊觎神花？难道以为受伤的我就是你们能抗衡的吗？一座大山一条路，座座大山埋神骨，
真当我们群山就不如神藏之地吗？不过是少经历了一次血月潮汐而没有复苏罢了。诸位，服用祖血，短暂跨入4界。你们疯了！挖出祖血，大山立刻成为废山，山下的沉眠兽将再不能复苏。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今是我们新兽的时代。狐王，你也是新时代的王兽，何必为昆虚之地沉眠的那位服务？我生于昆虚，我知一切，既是主知一切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战吧！今日我们以群山底蕴为赌注，成则再进一步，败则进化路断绝。如此大战，你少了我蒙大。蒙啦，你没死，甚至突破了，有趣！一个异端，一群杂兽。今日我便告诉你们，什么叫神藏不可辱。一个异端，一群杂兽。今日我便告诉你们，什么叫神藏不可辱。进化技，妖异狐火。进化技，明智斩击，这是我4阶领悟的王技。狐王，今日我必斩你！强行跨阶也配同我交锋，影之灵袭。狐王，同大梵天交手，你已经身受重伤，今日你护不住这朵神花的。你们太小看昆虚，也太小看本座了。我没有耐心再和你们耗下去，给我毁灭吧！九尾流星雨。进化技，六掌金神。进化技，恶魔之手。没想到一群山外杂兽走到了如今的地步，念你们进化不易，归顺昆虚可以免除一死，并且分你们一朵花瓣供你们进化。我们冒死走到这里，18兽王只剩5个，不是为了归顺的，而是为了超脱。超脱谈何容易？你们应该预感到了，下一次血月降临即将到来，而那些古老的野兽将会在下次血月潮汐逐渐复苏，你们也终将被清算。被清算，我们也是顶天立地的王，而不是像你一样成为卑微的奴。成为伟大昆虚之王的奴有何不可？他日无主苏醒，我也将伴他登临绝巅。今日我便为无主扫除绊脚石。进化技，九尾真身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5阶才能领悟的兽之真身，你未到5阶，怎么可能跨阶使用？想不到吧？这兽之真身是我在左下角链接洗炼出来的，这西游上线就送30分钟无限洗炼，手中的猴子直接洗出7彩变异形态，而且现在新春佳节，每天都能领取1只绝版神兽，极品装备、高阶坐骑、限定时装通通上线就能领，体验感直接拉满。你们这些山外杂兽，连左下角洗炼跨阶都不知道，给我受死吧！让我们死，你还不配？这个狐王太强了，他身具一丝九尾血脉，施展九尾真身后，身体的速度、力量、防御都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。难道我们耗尽群山底蕴也拿不下他吗？如果再拿不下他，祖血能量消散，我们将掉下4界，到时候我们都得死。不，还有机会！进化技，恶魔之眼。异端，你竟然突破了2道枷锁，不过你的路也止步于此了，可悲呀！我的路由我自己来定，不需要你来多嘴，给我死！还是没能击败他嘛。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我们来之前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，如果不能超脱，我们宁愿死亡。如果生存的代价是当狗，那我宁愿血染昆虚。小黄，出手，施展融合技。进化技，主宰领域。我即主宰，为山川万兽之主，以下犯上者不可饶恕。风暴降临。区区3阶也配称主宰，大言不惭。主宰在心，不在等阶。你这种奴永远不懂。恶魔之眼融合，将战技与领域融合，使领域拥有了强大的攻击力。但是想要破我九尾真身，这还不够。不够，那加上我们呢？蒙大与他的白虎施展了融合技，那我们就再为他加一把火。太极八卦阵叠加。进化技，佛音出现叠加。进化技，雷电立场叠加。进化技，明智斩击叠加。你们真的以为能赢吗？死到临头还在走，下去陪伴你的主人吧。
终于结束了，我们赢了。狐王，你在笑什么？我在笑，你们太天真了，真的以为就你们有勇气赌上一切寻求超脱吗？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我不能，因为坤虚之下的古兽已经复苏了啊。什么？古兽复苏了？逃！拿上神花，快逃！这是什么？一只爪子？难道是鹰？不是鹰。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上次灵气复苏，也就是秦汉时期陈年的古兽妖姬。坤虚有姬，以地龙为食。坤虚有姬，以地龙为食。不过估计他没完全复苏，不然也不会控制狐王掌控坤虚。一爪之下，2阶顶尖的太极门人直接化为飞灰。他的本体是什么实力？5阶还是6阶？至少6阶，估计短时间出不来。但降临的一只爪子也不是我们能抵抗的，不要让他抓到，不惜一切逃出坤虚。可恶！一只死去的鸡的一只鸡爪，就让我们这么多王兽仓皇而逃吗？我就不信这个邪！净化剂，嗜血之雅。黄婆也死了，好不容易拿到了神花，难道我们今日都会陨落在这里吗？留下神花，陈年坤虚。呸！一只缩头妖姬，迟早把你炖了喝汤。净化剂绝对防御。辉哥，还是你厉害，竟然能承受妖姬的一爪。那必须的，防御不是白加的。辉哥，你怎么了？问题不大，小伤。阿乖，你的龟甲都裂了还小伤，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这只鸡爪太强了，随意一爪力量超过了狐王的全力一击，我们这次估计在劫难逃了。别急，鸡爪只有1只，我们只要分开逃跑就有机会存活。神花18朵花瓣，人类和王兽平分，没有意见吧？合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在此分开，祝各位好运。我们走。出口到了，快出去！不好，那只鸡过来了，特喵的，这么多人和兽，为什么这只鸡爪盯上我们了？战绩，恶魔之手。留下神话，陈年坤虚。陈眠坤虚，难道跟你一样当一只缩头鸡？战绩，恶魔之眼。就是现在，快出去！可悲呀，上一世是个炮灰，难道重活一世竟然又要死于一只鸡爪之下？老大，醒醒！我还没死，全身骨头都断了，但是体内有数万股微弱的能量在修复我的身体，能量来自契约的数万只老虎，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。右脚上隐隐发烫，跟觉醒恶魔之手、恶魔之眼一样，每次濒死都会出现进化契机。难道每次进化都得渡生死劫？在给小黄大龙以及各方势力分配了1朵花瓣后，蒙大准备用剩下的4朵花瓣突破桎梏。随着神花的花瓣一片片被蒙大吞噬，蒙大感觉置身火炉中，被黑色的光辉包裹，身体之中仿佛有力量被唤醒，一遍遍冲刷着右腿之上的桎梏。给我破！随着一声轻响，蒙大感觉身体之中一道锁链被冲破，突破了。战绩，恶魔之影。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一个黑色虚影从蒙大脚下升起，附身在蒙大身后。使用战技后，我将召唤上百恶魔之影，这上百恶魔之影还可以融合成一个影子大将。只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的每一个战技都与恶魔有关？难道异端就是恶魔？就在这时，小黄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啸，浑身开始散发金色光芒。小黄突破了，而且眼睛之中出现了淡淡的金色，这是返祖的前兆，并且在主宰基础上觉醒了新的进化技主宰锁链，这是要在精神系一条道走到黑了呀！老大，我也突破了，好样的！接下来我们回安岭，第2次血月潮汐快到了。蒙大逃出坤虚，觉醒恶魔之影，而外界千山大战，
人类与群山兽王以横断山脉为界限划定了38线分区而止，各占领数百大山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人类军方竟然以数百蘑菇弹攻下一座神藏之地云梦坊。宝子们，这是我们人类的一次最强反击。我们从前站在金字塔尖，以后也将在。有影视公司将此次千山之战改编成大电影。观众朋友们，千山陨落将于1个月后公映，天王阵容为大家深度还原千山大战的超然时刻。这是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王战，必将引爆影视圈。上万王兽死于这场战役，为人类贺。人类沉浸在千山之战的胜利之中。就在此时，远在白象国的大梵天，一位古瑜伽大师发声：东方有无穷无尽的瑰宝，我们在昆仑之墟发现了陈年的神花之种。红月契机再次来临后，神花将继续绽放，而这样的神地东方有9个，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大山。我大梵天欲邀诸雄东征。远在西方的雅典圣城，一位天赋卓绝的进化者从教廷走出，手持巨剑，自称执剑人。东方神地向往已久。黑州草原，一个金色老狮王接受大梵天的邀请，开始动身。滨州一座古堡中，肤色雪白的老者开口：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那里的血液一定很可口。他是古堡冰棺内复苏的一名王者，有人称他为吸血鬼王。阿尔卑斯神山诸王纷纷走出，不再满足已有的进化资源，与大梵天组成东征军。可恶，这是一群强盗！夷平他们，像夷平云梦泽一样，让他们消失。他们是带着目的来的，预感到了第2次复苏的来临，想提前抢占进化原地。真当我龙舟无人吗？我被进化者，可惜一战。可惜都快大战了，我还没有女朋友。不是吧，你还没女朋友？是啊，你要给我介绍吗？你早说，你去下个爱聊，新人直接给匹配1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照片、资料、动态都能看，不用担心自己嘴笨，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，语音、视频都行，看你喜欢，匹配的不合适没关系。现在女多男少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女生主动找你，都是本地的，谈恋爱也方便。行，那看来我脱单有望了。首长，诸多外部势力正在跨界而来。来了就别想走，真当那些神藏之地的王者是吃素的？而且神藏地里还藏着更大的凶险，他们敢东征，我们就敢西征。西方的教廷传承，神山宝土，我们也觊觎很久，这次还拿到了云梦泽的神花，实力早已今非昔比。诸位神子，这每一朵神花花瓣都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希望，你们是我们军方的支柱，也是人类的光亮。希望你们突破4阶后不惜一切为人类而战。是。首长，蒙大那群人从昆虚出来了，有意思，竟然还能活着出来。我们军方动用了数百蘑菇，才强行夷平云梦泽。他不止回来了，还拿到了神花。秦汉研究所、太极门都分得1朵花瓣，我们龙州将再多出多名4阶，而蒙大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这个蒙大还真是让人看不透，不靠官方，仅凭自身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我看过他的对战视频，他的情况很像雅典圣城的那位执剑人，他们的力量似乎来自未知领域。目前全世界记载的接近100人，中统一位法老从古书上寻到了模糊的答案，说他们是灾厄序列。恶魔、天使、修魔、湿婆、血巫，一群灾厄在复苏，而他们是被选中的序列。老大，看新闻了吗？西方教廷大梵天等势力发动了东征，要对我们动手。东征？他们怎么敢呢？真当我龙州无人吗？不止如此，我还在新闻上看到了曾经在大华山之战劫走了我们王兽的人，他们是奥林匹斯神山的人。好大的胆子！这个仇我一直记着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离第2次血月降临还有7天时间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在这之前干一票大的。火吼，有没有兴趣再次合作，前往西方吃王兽夺王金？如今我们已经突破4阶，正差进化能量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一起再战一场。血液涌动，好美妙的鲜血滋味！我将以东方无穷无尽的血包跨入5阶。吸血鬼王，这些都是普通人，你好歹是4阶王者，没必要对普通人下手。黄金狮子，轮得到你来教育本座吗？你的黄金血液我同样惦记很久了。够了，我们的目标是抢占群山以及入主神藏，你们难道不想要东方遍地的瑰宝吗？这里是龙州边界，外界来人速速退走。一群凡人也妄图阻碍王者过境。梵天古树千手火，给我死！
震惊，将北军区156小分队全军覆没，死于西方王者之手。可恶！开战！我们人类的顶尖战力哪里去了？撕碎这群外来者！如今是我道门下山的时候了，太极宗全部出山驱逐外贼。八卦棍、弹腿、狮吼功等古武传人纷纷走出山门，军方更是杀气滔天。杀！感激于东方，我在这里摧毁你们的老巢。是蒙王，他去了西方。看他们正在烤的是西方的一只兽王，这也太凶狂了，竟然直接烤来吃了。真的，这才是霸主级的风范，横推四方敌，哪个敢叫板？蒙王没听说过，烤了一只3阶王兽就敢耀武扬威。黑暗议会、骑士团、教廷、奥林匹斯神山、吸血鬼家族等诸多西方大势力会教他做人的。蒙大，你太高调了！烧烤西方王兽，竟然还直播！我们的目的是西方那些神地宝藏，你这样会吸引无穷的敌人。那就让他们都来，在龙州出手有顾忌，在这里我不会有任何手软。诸位，越过这里便是东方群山。等等，不对劲！瑜伽王怎么了？空气中有异常的能量波动。我也感觉到了，是谁？鬼鬼祟祟，滚出来受死！太极八卦阵，都要打架了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玩最近爆火的休闲小游戏，每次打架前都要放松放松。你看啊，开局躲避喷火龙，然后自由选择路线，不断强化升级，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。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，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，不信你来试试。看着有点意思啊，在哪下载？不用下载，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。你们也来试试。有点意思，阵类似于西方的魔法，但对付一些3阶还行，想以此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就异想天开了。剑一或剑士，太极大名。服用神花花瓣后，我的内力再次精进，已经堪比进化者的4阶中期，竟然对战这个拿剑的人落于下风。西方的势力强到了这种地步了，诸位一起出手灭了这群畜生。鼓舞六式古筝，鼓舞12路弹腿。这些都是什么招数？不同于进化技，也不同于西方的传承。井底之蛙又怎么了解我龙舟传承鼓舞？气血，我在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气血波动，这将是我最好的补品。你们都将是本王的猎物。不好，又是一个顶级4阶。血液涌动，好诡异的力量！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动加快了，血液似乎要喷涌而出。真定不过是他的进化技跟血液有关罢了。佛法清心咒是少林的大师出手了，他是佛家隐藏的高僧，内力堪比进化者的4阶。在本王面前，顽抗都是徒劳。血之悸动，清心咒也压制不住他，太邪门了！他的身上黑暗力量太强了，坚持住，军方的人快到了。战绩恶魔之手，西方的势力都这么弱吗？就这种实力还敢东征？今日我直播烤鸟肉，明日我将踏上奥林匹斯神山，希望神山上的王兽对得起我这一麻袋的葱姜蒜。大人，有一股东方势力在往神山前进，叫嚣着要踏碎我们神山，还说什么？还说要把我们全诛了。放肆！当我们奥林匹斯神山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神韵之地，一群凡人，一群凡兽也配踏上神山？黑暗狼集团，随我出征，击杀这群东方臭虫！黑暗狼集团，随我出征，击杀这群东方臭虫！我原本以为神山会生机盎然，没想到竟然如同废土，而且上山之后，一只王兽都没看到。新闻不是报道这里王兽遍地吗？这里弥漫着浓浓的死气与辐射，估计在红月降临之初经历过一轮核爆洗礼。这点辐射对2阶以上王兽几乎没啥影响，一只王兽都没有，确实有些诡异。小心些，这里不是善地。我们惹上昆虚那头古兽，他一旦复苏会清算我们。即使知道这里是险地，为了提升实力，也只能继续前进。老大，我查到了，神山有4王，最强的冥王进化技跟传说中的天使有关，而之前抢我们王手躯壳的人，就是冥王手下。天使？难道又是一个异端？佛侯，异端很多吗？
据我所知，共有99位灾厄，而你们异端就是灾厄序列，也是未来的灾厄替身，所以狐王才会说你可悲。每挣脱1道枷锁，你们身上的灾厄就会复苏1分，解开9道枷锁，灾厄就会降临，到时候灾厄既是你，只是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。不是吗？难怪我每挣脱1道枷锁，就感觉冥冥之中有黑暗力量在侵蚀我。要不是有10万猛虎的力量持续不断的与黑暗力量对抗，恐怕如今我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天，什么声音？是狼嚎，狼从来不会独行，这种生物一来就是一群，他们终究还是来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战吧！杀的这群西方兽胆寒，让他们试试我在左下角洗练出来的变异技能有多厉害。变异技能？对，就在左下角的稀有小程序洗练的，上线就送30分钟无限洗练，手冲的猴子直接洗出7彩变异形态。现在点击左下角新春服链接，每天都能领取1只绝版神兽、极品装备、高阶坐骑、限定时装，通通上线就能领，体验感直接拉满。而且老玩家回归现实福利，上线还能再领神宠天蓬元帅，祝你重回巅峰。那我也去左下角看看能洗练出啥变异技能。何必鬼鬼祟祟，来战！我的天，好多的狼！萌啦，你的葱姜蒜带够了吗？不太够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狗。老大，这个人类骂我们是狗，我们明明是黑暗之狼。放肆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有何底气擅闯神山。天狼笑月。是群体性增益进化技，在这个技能之下，群狼会极度失去忘记疼痛，小心点。老大，这个乌龟的光照太邪门了，我的牙齿咬上去快被崩碎了。废物，不要分散攻击，持续攻击同一个点。机动性极强，攻击力极强，狼群的威胁远远超过昆虚的狐群。再强也是食材，王血、王肉、王筋都是大补。战绩，恶魔之手，群狼又如何？再多的炮灰也阻止不了我今日踏碎神山的脚步。当你们抢我王兽躯体的那一天，就注定了这个结果。原来是你，你是龙州太华山的那个男人。不过凭你就想踏碎神山，简直异想天开。进化技天狼印，我神山抢你王兽，抢就抢了，你能奈我们何？神山上的一群狗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的王兽没那么好拿的，给我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一击就破了我的天狼印，这个人类的实力达到了4阶顶尖，堪比神山4王。猴哥，萌大又变强了，异端的进化速度太快了。他现在的实力能独自硬汉昆虚的狐王。开火，准备吃狼王肉了。可恶！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是莫非你以为吃定我们了吗？我们诞生于黑暗，是黑暗中的生命收割者。进化技黑暗突袭。黑暗对付别人还行，对付我，你们找错了对象，因为我有一双能看破黑暗的眼睛。战技恶魔之眼。这是什么眼睛？我仿佛看到了深渊。冥王殿下，救我！求救没有用的，乖乖沦为食材吧。够了。是冥王和火王。你在找死，在我面前击杀我的仆从。杀就杀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灾厄序列，道默，难怪这么嚣张。但是不只是你一个人是灾厄序列，接受审判吧。战绩天使圣光。接受审判吧，战绩天使圣光。战绩恶魔之手。这个冥王比狐王还强上一丝，估计已经触摸到准皇的门槛，距离5阶只差1线。这些外域势力的底蕴不可小觑。这些势力都曾在旧时代绽放过无上荣光，如今复苏的都是冰山一角。你很强，即使在灾厄序列里，恶魔也是前10的存在。但是你的运气不好，遇到了我，光明注定要驱散黑暗。就凭你？没错，就凭我，你个连传承都没有的蛮夷，即使是序列又如何？你根本发挥不出灾厄的力量。圣光容我身，我的每一击都附带了光明的力量，你如何抵抗？
魔之手护我身。战绩，恶魔之眼，我的眼睛所在，圣光退散。冥王，这个人类不好对付，我来助你。火王出手了，他在四阶觉醒了一丝烈焰鸟的血脉，在神山四王里实力仅次于冥王。你的对手是我们，净化技，丈六金神。净化技，银翅斩击。有点实力，难怪跨越千里而来想拿我们立威。可惜你选错了地方。今日我们神山将开启直播斩你，战绩胜强，我神山传承至今，没有人敢轻易挑衅。冥王威武！今日直播把这个猖狂的东方蛮夷斩杀，扬无敌之威。西方异类终于动手要除掉蒙大了，蒙大，你也有今天。世界各地王者群雄并起，这个蒙大面对神山这个庞然大物，终究会如同尘埃陨落。想斩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战绩，恶魔之影。竟然凝聚了恶魔虚影，可惜你的恶魔之影太弱了，只有3阶进化者的实力。是吗？谁告诉你我的恶魔之影只有一个？有趣，这才是打破3道家所该有的战绩。但是再多的数量，也只是延缓你死亡的速度罢了。战绩，圣才之可，接受之才吧。好纯净的光明力量，冥王在此战后估计能打开第4道枷锁。制裁我还不行？恶魔之影融合，影子大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还可以融合？融合的恶魔之影身上的气息太恐怖了，我竟然在这黑影之上感受到了一丝恶魔灾厄的气息。你不是要直播斩我吗？今日我就在你们神山的直播间将你斩杀，影之斩。对轰之下，我的光明力量竟然在消散，而他的恶魔虚影在不断增强，仿佛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在提供支撑，太诡异了。而且他的黑影竟然在吸收光明力量，一个变异的灾厄序列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他，否则他日此人必是西方大敌。这算是你们西方的遗言了吗？现在去死吧！冥王死了，他打死了神山的传承人，那些即将复苏的老家伙不会放过他。太强了，这人的战力绝对是东方第一人，古人不出，谁与争锋？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一个新王的诞生。这么精彩的大战直播，不看又在跟谁聊天？我问我朋友有没有工作，帮我推荐一下。这次春节我发现好多同学工作都不错，工资高，休息时间也多。我也想换个好点的工作，但是不好找啊。你去58同城啊，排量好工作等你挑。美团、京东等百万民企都在上面组团招聘，平台实地核验，岗位甄选更放心。24小时直播骑手、快递员、司机等薪资高、有5险1金的好岗位，实时答疑，好工作抢先一步。5.7亿人都在用58同城，上岗快，招人更快。那不错，等会我去看看。这只是对西方的一个警告，如果东征军还不撤军，那我不介意踏平西方各大传承。姜黄，这个东方人太猖狂了，而且你看直播了吗？冥王您死前说他是变异灾厄序列，如今迎接红月降临才是最大的事。预言石板显示红月降临只有2天了，到时候古老传承复苏，这个东方人不足为惧。东征军已经拿下东方的数十座大山，甚至有希望夺得神藏。东方人真是守着宝藏不自知。此时的龙舟境内，东征军势如破茧，拿进数十大山，鼓舞士力。军方在强大的东征军面前，也只能顽强退守。于家王，这片大地将会被我们逐渐蚕食。别大意，龙舟神藏之地还未出手，甚至有不少跟西方古传承媲美的古老势力隐藏于幕后，等待第2次复苏才会走到台前。如果他们出手，我们也只能退走。我们讲的就是时间差。蒙大踏破神山引起轩然大波，但是媒体很快被另一的消息刷屏。地球的膨胀速度在最近2天突然加快，并且膨胀度在增加。新闻播报某个乡镇到城市的距离本来是40公里，在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300多公里。某座大山原本6000米高，在短短时间变成了几万米。地底偶尔开始出现神秘莫测的兽猴与鸟鸣，各地在盛夏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极热到极寒也仅仅一夜之间。磁场波动加剧，极端天气频繁，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地出现，预示着这次红月潮汐会比上次更剧烈。
持续时间也会更久。根据专家预测，此次灾变会造成动植物更大规模的变异与进化。监测部门在地底探测到生物复苏迹象，它们一旦复苏，会给世界造成更大的变数。古人、古兽，他们为何死去，又为何在这时候复苏？红月究竟是什么？科学发展到如今，依旧有太多的未知我们解释不了。暂时收拢尖端力量吧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于这次人类寒潮。此时龙州不周山传来一声似蛇似牛的嘶鸣，竟是不周山之主天青牛蟒。天地异变，是灾变前兆，这一天终于快来了。我不周山是万山之主，这次复苏奇迹来临，我将登临寿地，而你们在座的都有希望成就兽皇。世界接下来要面临东西方之战、海陆之战、异种之战、古今之战，此战不周山必胜。第一次红月降临带来进化契机，第二次红月将带来进化狂潮。蒙大，我们不返回龙州吗？来不及了，回去的路程增加了近10倍，海陆空都不安全。而神山是仅次于龙州神藏之地的宝地，在这里迎接红月洗礼具备极大的优势。如果我前世记忆不差的话，第二次血月降临将会引发物种更加疯狂的进化，甚至成为变异种，比如飞天猪、三头犬等等。深海之中的巨物将会出海与陆地物种争夺进化原地。更恐怖的是沉眠于地下的古兽鱼，它们将会是最大的威胁。待第二次血月后，我便逐渐召回10万猛虎，在龙州建立一座虎城，希望能在这乱世中生存下去。现在先把这鸟王肉烤了补补身体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红月。天哪！神山的天使序列冥王被斩杀，火王被烧烤。这人是魔鬼吧？不过4阶王兽鸟肉应该很香。那肯定啊！4阶王兽的血肉精华能让1阶动物立刻跨入2阶。那些东征的西方大势力绝对要震怒了，公然烤到4阶王兽，是公开打脸。此时的龙州境内，东征军王兽已经合力拿下神藏之地青丘。那个东方人真把冥王斩了。神山虽然在西方大势力里不算最强，但是好歹是西方的18古地之一，就这样没了。神山之下的那些东西复苏之后，不会放过他的。卑鄙的东方人，何不光明正大的与我们一战，搞偷袭？光明？你们联合抢夺我龙州大山就光明吗？我光明正大的在神山等你们来战。把他列入西方必杀榜单，这个人不能再存活下去了。等在神山接受完血月潮汐洗礼后，我便杀回东方，会你们这些入侵者。天穹上一道血色闪电，紧接着天空红色鹅毛大雪洒落下来，大地很快被红色覆盖。一轮红月从乌云中逐渐显现，如同涟漪一样的月光以红月为中心向四周扩散。血月潮汐所过，植物疯长，动物变异，地壳疯狂拉伸延展。地底的呢喃兽音更加剧烈，仿佛有生物即将破土而出。深海之中，有滔天巨物的虚影开始游走。此时的蒙代一行人在红月照在身上的一刻，只感觉全身一阵剧痛，随即一阵暖流涌向全身。蒙大只觉得后背开始出现灼烧感，这次是后背要进化了吗？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发生数千起异象，古人古兽纷纷从地底爬出。神山神地有灵气聚集，坤虚之地内，一只鸡爪从地底探出，接着是鸡头、鸡尾，竟是一只五彩锦鸡王。终于复苏了，卑鄙的偷窃者，该到我清算你们的时候了。第二次血月潮汐降临，全球动植物再次开始疯狂进化，古人古兽纷纷从地底复苏。坤虚之地，一只五彩锦鸡王腾空而起。乌龟来了，一群偷窃者，到我清算你们的时候了。据相关报道，沿海北深是有巨型海洋生物登陆，现已造成19万人伤亡。樱花国富土山一只大蛇从火山口复苏，开始焚烧樱花国沿岸城市。快跑啊，快跑啊！被赶出城市的野生动物再次卷土而来，形成了兽潮。太残酷了！本以为这次血月潮汐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，没想到带来更大的灾难。官方已经紧急建立避难所了，赶紧去那几个超级大城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些复苏的古兽古人太残暴。来了，属于我们的契机终于来了。血月潮汐之下，名山大创会积聚血月能量净化之源。第一次血月潮汐的净化之源造就了如今我们这些王者。这次的净化之源品质与数量要远远超过第一次，赶在那些古兽大量复苏之前，掠夺尽量多的大山净化之源。报告江南省失守，泰山之下一头古猿复苏，发动了绵延数个城市的兽潮，欲要一统西南山区。报告
前往大昌市支援的第4军区12小分队全军覆没。根据飞机失事前传来的影像，是一只飞天巨鱼。报告，科虚之地一只鸡王飞天而起，直指瀚海市。那只鸡根据仪器检测，有着至少5阶的实力。5阶？最近复苏了太多5阶了，他去瀚海是做什么？会不会跟蒙大有关？他前段时间联合群兽抄底了昆虚鸡王的老巢。我的天，好大一只鸡王！如此强大的生物，竟然降临瀚海这个小城市。我天狗帮众誓死守护瀚海。不对，他往安岭飞去了。蒙王的蒙氏堡垒就在那边。他的目标难道是蒙王领地？只是很可惜，这只鸡王要踢到铁板了。什么声音？堡垒大门在被巨型生物撞击，周边数个省份的王兽谁没听过蒙王的大名？哪个敢来擅闯蒙王领地？队长，是一只鸡，刚好今晚弄一锅全鸡宴。就是你，敢踹我蒙氏堡垒大门，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界吗？什么？死了？队长的实力在堡垒内都属于前10，达到了3阶顶尖，竟然被一爪子秒了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摊上大事了，快打电话通知蒙老大。可惜没能在这波潮汐之下直接突破，后背的灼烧感极度强烈，但是桎梏依然没打破。我们也是在潮汐之下进入4阶顶尖，但是5阶是一道天线，想突破还需要一些机缘。蒙老大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一只鸡王偷袭我们堡垒，有不少兄弟死在了鸡爪之下。可恶！敢动我蒙氏堡垒的人，无论是谁将难逃一死。卑鄙的偷窃者，你曾经毁了我昆虚，今天我便将你蒙氏堡垒杀得片甲不留。是他，昆虚的那只鸡王。蒙大，怎么了？昆虚的那只鸡王复活了，目前在我的领地内大开杀戒。我们与昆虚算是结下死仇了，他去了安岭之后肯定也会侵犯我们，我们跟你一起去会会这只鸡王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山体之上一阵五彩神光闪烁，有一团散发着极强净化能量的液体凝聚成型，随即一道白光冲天而起，是净化原液，只有神灵神秀之地才能聚集而成的至宝。在回去之前，我们先去西方各大教廷洗劫神元王晶，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回。在接下来的2天，多个西方大势力被一伙神秘的团队洗劫一空，神元、王晶装备只要被他们看上的都难逃黑手。是谁敢对我教廷出手？我吸血鬼家族将不惜一切找出真凶。很快，一家媒体拍到了这个团伙的照片，龟、鸟、猴，还有那个熟悉的东方人面孔。是他，那个直播烤鸟王肉的人。可恶，这是一群东方魔道团。撤军，立刻撤军，回去把这个东方人挫骨扬灰。五彩鸡王攻破蒙氏堡垒，大开杀戒。与此同时，蒙大一行人化身东方魔道团，将诸多西方大势力洗掠一空。撤军，立刻撤军，回去把这个东方人挫骨扬灰。首长，东征军撤军了，要去收拾蒙王，只是为撤军找借口罢了。再不走，他们就只能沦为复苏古兽口粮了。这笔账迟早找他们算。如今各地爆发兽潮，民众死伤无数，通知民众尽量前往4大超级大城定居吧。以后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。终于回来了！此次劫掠西方神元13份，4阶王晶189颗，3阶王晶4720颗，其他宝物不计其数。如今第2次血月复苏，天地灵气充沛，是时候换回我的10万猛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庞大的兽群，这是野兽攻城。没想到才10几天，龙州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。瀚海的官方军队在哪里去了？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这些大型野兽会出现在城中？自从前几天那个奇怪的红色月亮出现之后，整个世界就变天了。那些野兽跟疯了一样聚集成群驱赶人类。如今龙州各地都在爆发兽潮，大多数人已经撤往大昌、小安、望京、北海等人口上亿的超级大城。我们本想靠着蒙王大本营苟延残喘，没想到前几天一只五彩鸡王攻破了蒙氏堡垒，
蒙王一倒，安岭的那些野兽们形成了兽潮，开始反扑瀚海。要不是城里的天狗帮、妖猫帮等本地帮派誓死抵抗，瀚海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天狗帮与瀚海共存亡，入瀚海者，小小3阶初期的宠物狗契约者还想阻止我们，不自量力。3狗之力容我身，进化技，天狗乱跑。老大败了，要不是盟氏堡垒被毁，他们杂兽敢这么猖狂吗？可惜我还没交过女朋友就要嘎了。不是吧？你还没女朋友？是啊，你要给我介绍吗？你早说，你是下个爱聊，新人直接给匹配义工里面的单身美女，照片资料动态都能看，不用担心自己嘴笨，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，语音视频都行，看你喜欢匹配的不合适没关系。现在女多男少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女生主动找你，都是本地的，谈恋爱也方便。行，那看来我脱单有望了。小的们，进城猎取血食了。慢着，谁的声音？老大，是一个人类，这是送上门来的血食啊！我数到3秒之后，还在这里的野兽全部下锅。3。什么下锅？这人在搞笑吧？不知道如今已经是野兽时代了吗？还戴个蜘蛛面具，不会以为戴个面具就可以变成蜘蛛王了吧？2。装神弄鬼，小的们，给我吃了它！你们没有机会了。战绩恶魔之手，我没在瀚海，你们就看不清大小王了是吗？给我死！这战绩，这身影是盟王，盟王还活着，瀚海有救了。天狗帮很不错，如今世界大变，我盟氏堡垒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你们愿意加入我盟氏堡垒吗？加入盟氏堡垒，愿意，我们誓死追随盟王。是时候扩张自己的势力。我虽然不是圣人，但是如今人类生死存亡，既然有能力庇护一方，也未尝不可。先去堡垒看看。可恶！2米厚的钢板墙壁竟然被打得遍布裂缝，地上这么多死去的老虎，堡垒内的人呢？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队长在临死前通知兄弟们藏起来了，不然我们盟氏堡垒将全军覆没。不过即使这样，兄弟们也牺牲了80%，这是我们堡垒遇到的最大折损。可恶，五彩鸡王真是记仇，但我更加瑕疵必报，全鸡宴我吃定了。不过如今更重要的是扩充盟氏堡垒以及召回10万猛虎。如今的天地能量充沛，已经不再需要喂食，他们已经完全能够自行成长。传令下去，向龙州发布招募令，3阶以上契约者与王兽皆可来投靠盟氏堡垒。等到众人走后，蒙大盘坐小黄身侧，以进化之力轰击脑海之中的虎王契约。顿时蒙大脑海巨震，虚空中响起一声仿佛来自蒙大仿佛置身于无比浩瀚的星空，星空之中有着密密麻麻的光点，定睛一看，每一个光点都是一只老虎虚影。10万群星，10万猛虎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从盟氏堡垒离开的各个品种的老虎似有所感，望向天空。主人在召唤。重新与10万猛虎连接上的蒙大身上开始散发着神秘的红光，红光竟然蕴含着浓浓的气血之力，一时间与体内的恶魔之力相互平衡。蒙大没有察觉到2种力量竟然有融合迹象。10万猛虎归位，契约者在近距离之下能与契约兽的力量融合。10万猛虎归来，不知道我的实力能到什么程度。10万猛虎归位。就在蒙大与地面连接到10万猛虎的一刻，世界各地的老虎便感受到了召唤，发出此起彼伏的虎啸。主人在召唤，主人终于让我们回家了。回家，为主人而战。10万猛虎从山林出发，从大山出发，开始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迁徙。曾经他们从瀚海走向各地，是普通野兽，如今不少已经达到3阶，甚至不乏几头4阶虎王。有大势力发现了猛虎迁徙的现象，纷纷如临大敌。怎么回事？太异常了！无数猛虎进入龙州。天要亡我龙州啊！这么多猛虎过境，是西方某个兽地的手笔吗？可是目前还没听说哪个大势力复苏了6阶的兽地。如果不是兽地，谁能号令如此庞大的兽群？查，立刻去查！没有人知道龙州急剧增多的猛虎来自何处，目的地在哪里，但是逐渐有人发现，无数猛虎最终竟然在瀚海开始缓慢汇聚。奇怪，太奇怪了！
瀚海最近多了好多老虎，这些百兽之王不该聚集在瀚海这个边陲小城的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红月灾变前的一个热搜？当时的瀚海首富蒙大豢养了10万头猛虎，但是红月降临后，他却反常的将猛虎遣散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猛虎归与蒙王有关？没错，所有人都忘记了，蒙大在当时是10万猛虎之王，如今未必不能重铸10万猛虎荣光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没有人能号令10万猛虎，即使他的契约说是4阶顶尖的虎王也不行。此时身在蒙氏堡垒的蒙大，看着熟悉的猛虎一个个归来，不由得露出开心的笑容。虽然有小部分猛虎发生了意外，但是绝大多数猛虎安全归来。4阶初期虎王12只，3阶猛虎6万余只。曾经为了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发展，让你们离开。如今我们不再需要蛰伏，该开启我们的争霸时代了。这片天地本该有属于我10万猛虎的一份。听说了吗？蒙氏堡垒发布了招募令，邀请诸王加入蒙氏堡垒。蒙王的确很强。可惜他们惹上了昆虚和西方众多大势力，加上群山古兽复苏，瀚海远离人类4大超级大城，想在野兽遍布的群山之中立足难啊！你消息太闭塞了。最近的猛虎大迁徙知道吗？他们回归蒙氏堡垒了，10万猛虎啊！蒙氏堡垒不逊色于任何神藏之地。有意思，我人类就不该无居在钢铁城市之内。蒙王愿战群兽，战西方，那我熊猫王就陪他战。蒙王，假如你还能接纳我，那我泰坦王愿意投靠蒙氏堡垒战群兽。秦汉研究所愿意成为蒙氏堡垒研究部。老大，出乎意料，我们的招募令响应者太多了，3阶进化者数百位，甚至4阶初期的熊猫王、野猪王等人类强者也愿意加入。很多人类强者已经憋屈太久了。蒙氏堡垒欢迎各路英雄，接下来堡垒会设下拳击宴宴请诸王。昆虚的那只杂毛鸟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天哪！蒙氏堡垒要对昆虚之王出手，还大放豪言，设下拳击宴请群雄。蒙王好胆魄，谁知道昆虚到底是不是只复苏了那只鸡王？要知道数百大山复苏了数百尊4阶顶级甚至5阶的兽王，昆虚作为神藏之地，我绝对不信才只有鸡王一个5阶。不少古人也复苏了，达蓬山一区方式一复苏就是4阶，甚至境界随着灵气复苏还在缓慢提升。只是可惜他们不仅没有帮助人类，而是血祭了一座城，高喊其地不灭，魂兮归来。夜晚的达蓬山上空竟然有一巨大的人影在缓慢凝聚，疑似古代的徐福。乱了！蒙王虽强，但太过嚣张了。我愿称他为现代第一人，但是直面古人古兽真的不够看了。拳击宴，好大的胆子！当时我去找你，你当缩头乌龟，如今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你设拳击宴，我设拳虎宴，昆虚邀请诸王赴宴。今日我便在灵堡垒2次打虎。如今我的猛虎已经全部归来，试试融合猛虎之力的力量。5阶很强吗？猛虎之力融合。只见堡垒之内，众多猛虎在感受到蒙大意念的一刻，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气血之力开始往蒙大身上汇聚，蒙大身上的气息开始飙升。5阶初期，5阶中期，身体太脆弱了，承受不住这么多猛虎的力量。白虎之力已经是极限，融合白虎之力，我的实力能堪比5阶中期进化者。除非我能突破后背骨的桎梏，解锁第4道枷锁。可惜每解锁1道枷锁实在太难。那只鸡王既然要复仇，那便来，刚好吞了他的王晶，破第4道枷锁。白虎之力融合，融合白虎之力，实力就堪比5阶中期。我很期待10万猛虎融我身的那一天。就在此时，瀚海响起一声震彻大地的鸡鸣，紧接着一道巨大的五彩基影出现在瀚海上。是他又来了。这是一位5阶兽皇，昆虚复苏的恐怖王者。他远渡千山，是要斩虎主蒙大。不是窃贼，来战！今日整座城市都会为你陪葬。快跑啊！这只鸡王今日要大开杀戒了。好强大的威压！不过你越强，我越兴奋。今日我便杀鸡儆猴，杀得无人敢再踏足瀚海。10万猛虎出山！什么声音？是大地震动的声音。又要受潮了吗？我们瀚海这个弹丸之地为什么一直不得安宁？不是受潮，是虎潮，无边无际的猛虎，为首的是蒙王。身骑白虎王，率10万猛虎出山，不愧是号称现代第一猛人。快！卫星定位瀚海，鸡王遮天，
五群盘踞，那里大战一触即发。蒙王很强，但对面可是五阶兽皇，可惜了，一代王者终将陨落。为何不选择继续蛰伏啊？也许他在为人类争取喘息的机会。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猛虎？难道这虎群都受那人类控制？不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能让它成长起来，否则昆虚以及我们整个鸡群都将万劫不复。鸡王，久违了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走上餐桌？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人类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？还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皇？本作为兽皇，即使在当年灵迹未枯竭的时代，也是能镇守一方的存在。皇于我而言都是食物罢了，不只是你。今日之后，我会踏遍群山，顺着生，逆着死。踏遍群山，好大的口气！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破了3道枷锁的一端，以及这些还未成长起来的猛虎，今日我便屠了你这10万猛虎！可恶！大战前你还在玩手机，是在蔑视本王吗？我在玩最近爆火的休闲小游戏放松，全球5亿人都在玩。你看啊，开局一只小粉猪，然后自由选择路线，不断强化升级，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。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，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，不信你试试。看着真有意思啊，在哪下载？不用下载，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。你们也来试试。进化技风之舞，今日本王将大开杀戒，昆虚有机，闻风而舞。到了皇者境，所有进化技都近乎于道。你这种蝼蚁拿什么和我斗？蝼蚁，我于当代已无敌。如果我们在一个时代，你个大补鸡大废物，连同我交战的资格都没有。战绩，恶魔之手。这就是5阶吗？不过如此。没想到萌王竟然能和鸡王打得有来有回。萌王太强了，此战之后，萌王将以无敌之姿名震全球，受地不出，谁与争锋？我五彩鸡群掌控昆虚数个时代，也是你能轻视的。有什么招数尽快使出来吧，否则今日之后再没有施展的机会。呵呵，我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，你越嘴硬，踏碎你才会让我更有成就感。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！进化技魔击疾风连斩。就这，杂毛鸟，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还是说你是来搞笑的？还没结束呢，这只是第一斩，往后的每一斩威力都会翻倍。魔击18连斩，我很想看看你能承受我第几斩。今日我就站在你面前，看你能奈我何！小子，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呢？恶魔之影容我身，恶魔之守护我身。你打够了吗？现在轮到我了，影之鬼斩！这人类只突破了3道枷锁，实力还不到5阶，却能对战我不落下风。如果让他再解锁1道枷锁，恐怕只有兽帝才能对付他了。小子，不得不说，你是这个时代的天骄，可惜我们终究是敌人。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践踏天骄。今日你终究会死。进化技魔击绞杀。这气息好强，不愧是5阶。生者不入昆虚，魔击为你送行。我是掌握屠刀的刽子手，此战之后，我会将你埋葬于昆虚，让你成为昆虚的寄生种。给我死！让我死？就你也配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依仗是什么吗？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之力。这是在融合猛虎之力的力量，不是只有契约者与契约兽之间才能融合吗？难道这小子契约了上百只虎王，简直匪夷所思！难怪了，只有契约了上百只虎王才可以借此控制这么多猛虎。白虎之力融合，全击吃定了！大龙烧火起锅！进化技魔击绞杀，今日全程将为你陪葬。就凭你白虎之力融合。他的气息持续增长，竟然在吸收猛虎的力量。他至少契约了上百头虎王，难怪可以控制那么多猛虎。融合上百猛虎之力的我，能召唤更多的影子大将。影子大将，不过只是短暂的实力提升罢了。
最终难逃被击杀的命运。助昆虚者，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？那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快看天空，那是超级强者之战。龙王以绝世之姿战金王，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。可恶，这个人类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！小子，这笔账我会再来找你算的。想逃？晚了！战绩，恶魔之手。人类，放过我！你不会以为昆虚就我一个王吧？复苏的神藏之地你惹不起的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家族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一堆鸡王，那正好，我蒙氏堡垒可以无限续权基案。现在迎接你的死期吧！战绩，影之鬼斩，给我死！来人，把这只鸡拖走！今日我蒙氏堡垒宴请群雄。萌王，且慢！你们是谁？怎么准备抢我的战利品？我们是达蓬山之主座下的复苏方士，奉我主命令而来。就是你们，血祭了一座城，你们走吧，瀚海不欢迎你们。萌王，今后你会明白，凡人不过烟云罢了。我们的主人由于刚复苏，在炼制一味丹药五行丹，目前只差鸡王这个金属性的兽王。五行丹成，我主复苏部分实力，必会给你天大的赏赐，还可与你结为盟友。赏赐？如果你们摆不正自己的姿态，我不介意教你们的主子做人。而你们这种血腥残暴的古人，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结盟对象。好，好，好，真是蛮夷的现代人，你会后悔今日决定的。我们走。老大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只是一堆小喽啰罢了，打狗不如打主人，先回去吧。真香！帮主，你还别说，这5阶王兽肉真的不一般，吃一口抵过10天的自然进化。那可不，5阶王兽可是让我们仰望的存在，没想到竟然今天有这种口福。还有，你别再叫我帮主了，如今我们的老大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萌王。兄弟们，大家一起举杯，干了这碗10全大补鸡汤。这是我蒙氏堡垒的第一次聚餐，堡垒必将在诸位的齐心协力之下，吃上更多的王兽珍品。干杯！疯狂，太疯狂了！蒙氏堡垒真的把那只鸡王吃了。我听说昆虚之地大山都裂开了，地震了数个小时，里面传出了很多鸡王的咆哮。泰山那只古猿正在领兽朝东扩，听到鸡王被吃的消息，直接下令往南。你说我们要是现在加入蒙氏堡垒，是不是以后也能吃到王兽？走走走，现在就去！不要，现在千万别轻易出大城。你们没看新闻吗？最近很多人出城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消失，再没有回来。莫名其妙消失，那肯定被野兽吃了，这种事情不少见。哎，那么简单就好了。官方的侦察军在荒林之中找到过几个人，但是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抽干了，没有一丝进化能量。现在没有4阶实力，根本不敢轻易出城，即使是4阶，也容易殒命。五行丹刚，可惜了，这枚丹药缺少了至金属性的五彩锦基，只能以金丝去丸代替，不然药效还可以强上1分。以生气中和4气，以五行稳固躯体，数百万人5至5阶王兽才形成了这枚丹药。我掌丹药之法，比那些人能更快的复苏实力，也能更快前往风禅之地复苏我们的王。一旦王醒来，我们必将再现大一统的盛景。主人，这是我们进了几个小城收集的生者之气，还不够，王的复苏需要更多的生者之气。1座城不够就10座，10座不够就100座，凡人皆蝼蚁，能为王提供生气就是他们最大的荣光。主人，如今那4座超级大城已经提高了警惕，里面聚集了很多超级大公司和鼓舞世家，实力极强。如果要收集生气，属下倒是知道个好地方，江南边陲的瀚海市，靠着蒙王庇护，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定居。那里的生气之能力，如今仅次于4大超级主城。就是那个斩了鸡王，并且拒绝我们的家伙，有意思。那这瀚海市非去一趟不可啊！什么？无故有人失踪，并且身体被抽干？有个契约了苍鹰的兄弟看到了那个人的残影，身披黑袍，头戴斗笠，疑似古人。加强防御，他们的目标如果是生主，那我们瀚海肯定会被他们盯上。接下来我会闭关一段时间。昆
昆虚机群不会放过我的，西方势力也不会放过我。还有古兽东扩，古人狩猎生者，即使重生，在这乱世之中也是危机重重。也罢，身在蛮荒时代，犹如身处漩涡，唯有走出漩涡，才可以俯瞰众生。今日我便以一颗5阶王晶，百颗4阶王晶，突破这后背的枷锁，跨入5阶。身在蛮荒时代，犹如身处漩涡，唯有走出漩涡，才可以俯瞰众生。今日我便以一颗5阶王晶，百颗4阶王晶，突破这后背的枷锁，跨入5阶。百颗4阶王晶爆！随着上百颗4阶王晶爆开，整片空间浓郁到极致的净化能量弥漫开来。普通进化者几颗4阶王晶足以破开瓶颈，但我需要的量却是他们的数十倍。吸收！一时间，净化能量如同潮汐般向蒙大涌来，一次次撞向后背骨的桎梏。就在此时，异变突生，蒙大感觉到极致的黑暗力量向自己包裹而来，黑暗之中竟然响起一声声若有若无的呢喃。臣服于无，黑暗之臣，从血的契约，传承无的恶魔之力，开启那万有不灭的禁忌之门吧。什么情况？有一股阴冷的力量在入侵我的身体，争夺力量的控制权。有我驱使，随我臣服。臣服？我乃10万猛虎之王，瀚海之主，今后我将踏遍诸王，就你也配让我臣服？堡垒内，10万猛虎感受到了蒙大的引领，纷纷发出惊天咆哮。怎么回事？是蒙王闭关发生变故了吗？为什么这些猛虎狂躁不安？蒙大是异端，是恶魔在恶序列，恶魔极阴极邪，他每次突破都如同度生死劫，但是他一旦突破，铜镜难逢敌手，加上他能短暂借用猛虎的力量，突破5阶之后，整个龙州除了不周山以及那几个顶尖的古人古兽，没有人将会是蒙王的对手。龙哥，你这啥？那么多箱子？这不很多兄弟都在我左下角领到手机了，厂商让我帮他们发货，你帮我对着领取名单发给兄弟们。这么多人都领到了？是啊，最近左下角新活动，苹果是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准备了个8888台，领到的人都有短信提醒。这么多，我拿一台没事吧？想要自己领取，左下角在我这放的内部链接，点链接下载就行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，领到当天就能发货。还真有，点领取是吧？对，从我专属链接下载进去的还有隐藏福利华为 Mate X5，不过只有1000台，先到先得。好嘞，我也去左下角下个。等等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前往安利以及瀚海巡逻队陆续失联，他们都是精锐，并且每队都有3阶顶尖的猛虎契约者带队，竟然就这样无声的消失了。可恶，谁敢对瀚海出手？不知道这是谁的领地吗？连那头复苏了正在东扩的5阶古猿都在避我蒙氏堡垒锋芒。我与龟王以及猫头鹰王去看看。龟王的极致防御加上猫头鹰王的急速，我们3个联手，即使面对5阶也能逃命。如今蒙王闭关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影响他。不错，很不错，瀚海真是个好地方。这些猛虎契约者蕴含了极强的生气，猛虎躯体还可以做成血丹。主人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猎杀蒙王的人，会不会出啥变故？属下担心。我已经借助5行丹的效力恢复到了半地的实力，距离6阶只差1线。那个蒙王与5彩鸡王交战，不过5阶中期实力，对上我他毫无胜算。一步慢，步步慢。我先前毁于上一次末法时代，一旦诸子百王先于始皇醒来，恐怕我们再难于当时一统。何况先前时代只是末法时代，先前之上还有上古，上古之上还有神话，4次灵气潮汐，4个大时代，如今都会在这里决出真正的王主。而我们大秦一定会将王旗插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原来是他们，这些人在瀚海讨要鸡王无果，开始对我们出手了。那个领头的应该就是他们的主子，他的气息至少是5阶巅峰，超过融合了白虎之力的蒙王。除了6阶的兽帝，没有人能制衡他。而目前一直达到兽帝境界的，只有不周山吞了复苏古兽禁忌的天青牛王、药王谷的古人扁鹊，以及云梦山极度神秘的鬼谷子。相扯，我们对付不了他。谁？鬼鬼祟祟，有意思。3个4阶顶尖的小兽也敢窥探本王？不好，他发现我们了，快逃！呵呵，逃得掉吗？净化剂绝对防御。辉哥，你怎么样了？走，你们快走，我拖住他。有意思，一只4阶的乌龟竟然能接住我的随手一击，发芽完。难怪了，竟然传承了一丝上古龙龟的血脉。也罢，正好缺一只坐骑。
坐骑，我蒙氏堡垒10万猛虎，麾下数十位4阶王者，蒙王更有5阶战力。你执意开战，想清楚后果了吗？后果，我隋王征伐末法时代的时候，你们还没出生呢。你们既然以蒙王为尊，那我就先去屠了这蒙王。传承无的恶魔之力，开启那万年不变的印记之门吧。有人愿意以伪神为主，获取无上的伟力，但我蒙大一生不折于人，我契约百兽之王，而我也将踏足万人之上。而你这个躲在阴暗角落一隅的家伙，你是魔也好，是神也好，我期待你降临的那一刻，亲手了结你。现在给我滚远点，接王晶爆！随着王晶爆开，虚空中的黑暗阴影发出愤怒的嘶鸣，随后化为黑色能量缓缓在蒙大背后凝聚，竟是一对黑暗之翼。突破第4道枷锁，跨入5阶，还没有结束。随着实力的提升，身体能容纳更多的猛虎之力。来！随着蒙大一声怒吼，整个堡垒上空乌云密布，惊雷炸响，10万猛虎一齐抬头看向蒙大的方向，发出欣喜的咆哮。一丝丝虎之力从这些猛虎身上抽离，往蒙大闭关的方向汇聚。主人，那里蒙氏堡垒方向，上方乌云滔天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强的气血之力，气血之力弥漫整片天空。以这些气血之力炼制9转血丹，我的实力还能恢复更多。来人止步！这里是蒙氏堡垒重地，不想死的赶紧滚！不被制，他的身后是被捆着的猴王归王鹰王。不好，必须！一时间，整个堡垒防空警报响起，堡垒强者倾巢而出。好，无数的猛虎，还有这么多的人类强者，屠了你们蒙氏堡垒，收获堪比起一座大城。屠蒙氏堡垒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是蒙王的声音，蒙王出关了。不对，这人类的气息不对，他突破了。徐福是吧？先秦没落的炼气士，弃我瀚海，屠我猛虎。今日你将在世间被除名，而你们整个古秦王朝也将在未来承受我的怒火。来战！弃我瀚海，屠我猛虎。今日你将在世间除名，而你们整个古秦王朝也将在未来承受我的怒火。一个现代人竟然抵抗住了伪神的侵蚀，挣脱了4道枷锁。先前也有异端挣脱4道甚至5道枷锁，但是无一不被灾厄侵蚀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归顺吴王，待王携100万古兵复苏，诸位大将在线，我们可共谋天下，战上古，战神话。绑着我的人与我谈宏图大业，这是威胁还是挑衅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怎么？难道你以为实力突破了就能与我一战吗？不确定，但我想试试。战绩，恶魔之手，动了我的人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小子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净化剂，烈焰真火，恶魔之手护我身。异端号称同性无敌，但我先前炼气法也不是浪得虚名，何况我不是5阶，而是半壁，你拿什么和我战？这火焰竟然能直接腐蚀我的力量，恶魔之手在消融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恶魔之影融我身，战绩，恶魔之眼，战绩，恶魔之翼。好强的灾厄之力，可惜别人的力量终究是别人的。你能躲过这次侵蚀，能躲过下次吗？终有一日，你会彻底成为恶魔降临的躯壳。只有归顺吴王，才有脱离灾厄的可能。我乃10万猛虎之主，我能驱散恶魔一次，就能驱散无数次。灵丸不灵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先秦武术。净化剂，大熔炉。我为先秦炼丹法的集大成者，在我眼中，万物都可成丹。今日我就大开丹炉，把你炼制成一枚大血丹。这还是净化剂吗？一座巨大的丹炉从天而降，盖住了蒙王，里面有极度灼热的火焰力量。小子别费劲了，你挣脱不了的。我若实力巅峰期，连地级都可以炼化，何况你只是一个小小的5阶。就在这时，堡垒之内开始响起此起彼伏，一道道红色力量从堡垒各处汇聚，丹炉开始更加剧烈的震颤。你以为我就只有恶魔的力量，但你忘了，我还是10万猛虎之主，千虎之力。突破5阶之后，身体能容纳更多的猛虎之力，能短暂的将战力提升到半地甚至地级初期。影之鬼斩，区丹炉也想困住我，给我破！
大熔炉竟然被他破了，一个刚突破5阶的异端，在猛虎之力加持下，爆发出半地甚至接近地级的实力。今日拿不下他了，至少得恢复全盛时期1半实力才有对抗他的可能。小子，希望下次见到你之时，你还没被恶魔侵蚀，或会有期。净化剂烈焰盾。想跑，先试试我的新战绩——恶魔之翼，黑暗暴风雨。可惜还是让他跑了。不过在我黑暗暴风雨之下，他受了极重的伤。联系媒体，发出盟氏堡垒围剿令，反取来徐府首级者，10颗4阶王金报酬。师父，救我！废物，被一个现代人伤成这样，也配当我的弟子？而且你还借着复苏始皇的名义，做着血祭人类城市的行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内心的想法。弟子只是想更快地恢复实力，而且师父您不是教导弟子，天下众生皆为棋子吗？以众生为棋，而不是以众生为柴心。徐福，我劝你不要自误，坏了始皇的大局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始皇的布局贯穿了一个灵气时代，连我也看不透。我鬼虎玄门在当年就被始皇压得喘不过气，如今我们先于他复苏，难道也无法破局吗？就你一个被现代人虐得体无完肤的人，也配谈破局？立刻给我滚吧！好好好，就你们有布局，我徐福就没有是吗？在末法时代，我曾渡过黑暗之海，爬上过传说中的蓬莱仙岛，而我也成功找到了上古神药炼成古丹。奈何灵气潮汐退潮，天下大变，只能将神丹埋藏在仙岛之下。本想实力恢复到地级再前往，现在只有冒险出海了。曾经的蓬莱仙岛，如今已沧海桑田，正是现在的樱花国。待我血祭樱花取了神丹，什么千古一王，什么天地奇局，都将是个笑话。灾厄复苏，末法重启，西方众神显化，一切如同数千年前。灵气复苏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坤虚之地，大地连续地震几天之后，地底裂缝之中竟然有10几个5彩鸡蛋飞上地面。可恶，我的儿啊！早就让他不要提前复苏，为何非咽不下这口气？那些狐狸不过仆从罢了，死就死了。听说小彩被那个人类吃的只剩鸡架了，他们甚至把击鼓高悬堡垒大门之上，杀鸡儆猴。复仇，必须复仇！我儿死前已种下坤虚印记，此人不死，印记不散。别急，即使小彩只有5阶，但是让他连逃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击杀，那个人类的实力估计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恐怖。如今我们强行复苏，已经让鸡族不满了，但是此仇不报，即使将来我族群复苏，也会沦为各大神的笑柄。以神藏之名，开启坤虚之链，聚群山之兽，发动兽潮。那些现代兽不认坤虚令，但是没有哪只古兽敢违背神藏之地的兽令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灭了那个人类，整个人族都将为小彩陪葬。随着黄毛鸡王的话音落下，坤虚之地上空一道印记凝聚成型，随后化为无数小印飞向各种大山。不好，是坤虚兽令。老大，啥是坤虚兽令？你还小不懂，兽令出，千山从。老大，如今我们东国势如破竹，神藏之地算个啥？我们就不从。神藏之地你有中护，我们守护千山，自己就是神藏。你个现代兽知道了什么？神藏之所以为神藏，是因为每个神藏之地之下都有一个能震慑千山的王者。地级之上是祖境，祖境之上化真身，神藏之地的终极掌控者，最少是化真身境界的恐怖兽。不周山的天青牛蟒王还是太年轻了，竟敢吞神藏古兽晋级。等那些王者复苏，他的一切进化努力都会化为灰尘。古炎王领坤虚兽令，古雀王领坤虚兽令，巩甲王领坤虚兽令。很好，一领出千山丛，看来那些复苏的古兽还是没忘记我坤虚的荣光。既然如此，领兽令者发动群山兽潮，以坤虚兽令为号，发动千山兽潮，摧毁人类，摧毁瀚海。就在坤虚兽令发出的那一刻，无数复苏的古兽感受到了号召。是什么人惹怒了坤虚，竟然发动了坤虚兽令？各座大山古兽纷纷走出，天空、沙漠、山林都是密密麻麻的野兽。龙州4座超级大城聚集了近10亿人口，此刻如临大敌，全城拉响震耳欲聋的黄金警报。东风号倾巢而出，军人整装待发，誓死守卫这龙州最后的避难所。这是真正的野兽围城啊！我龙州因何遭此劫难？难道10亿人龟缩于4座大城之内，让出无数地盘，依然无法阻止覆灭吗？谁能救我龙州？
是蒙大，他触怒了昆虚的兽王大人，才招来了这样的祸端。是啊，若不是他吃了昆虚的鸡王，兽王大人何至于如此动怒？本来大家都已经和平共处了，为什么姓蒙的要去吃那只鸡？蒙大该去向昆虚的大人谢罪。谢罪，可笑！当时东征军劫掠龙州，若不是蒙王站出来西征扰乱局面，你们还有多少人能站在这里？若不是蒙王硬汉鸡王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兽王，我们连建立4座超级大城的机会都没有。真理只在剑锋之上。都说古人无情，只不过我们见多了鲜血罢了。现代人的尊严还得现代人自己拿。瀚海那小子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此刻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蒙大，正怡然自得地吃着烤肉。老大，4大城在求援，我们救不救？救，不过我们要救的是那些不惧风暴的战士，而不是懦弱的巨婴。别着急，先让那些寄居在钢铁城市之中的人见见世间的残酷。4大城已经被现代武器武装成钢铁堡垒，加上大财团和鼓舞势力，没那么容易陷落的。佛侯、大龙、熊猫王、野猪王，你们各带领1000猛虎，前往东南西北4面山区，抄底千山王兽老巢，所获王晶与进化之源可以直接消耗常世晋级。希望你们回来时都可以到达5阶。我将亲自去一趟不周山。天青牛蟒是为数不多的现代兽王者，他吞古兽进阶，将来也会面临古兽的清算，我们有合作的可能。泰山陨石柱，谁能与我古猿王一战？等等，兽王大人，您英勇无敌，我投降。人类，你休想在我老袁面前耍什么花样！大人，我要弃暗投明，能否让我面见昆虚之主？我知道人类城市的防守弱点。就是你，准备弃暗投明。没错，大人，我与大人一样，与蒙大有着大仇。他曾夺我王晶，毁我战甲精锐，我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。如今大人率领千山兽考来袭，给了我复仇的机会。我愿意成为大人最忠诚的部下，成为攻破龙州4大城最尖锐的刺刀，并且我麒麟工会专研机甲制造，以后也能为大人所用。很好，既然你如此明智，那我便送你3颗4阶王晶。你突破5阶之后，潜伏在人类世界，必要时给那个瀚海小子致命一刀。感谢大人，小人定不辱命。不是说人类很团结吗？为什么还有人背叛？而且蒙大那人类在4大城如此危难的情况下，竟然纹丝不动。不管蒙大动不动，他也必死，而这4大城也必灭。老公，我有些疑惑，我们为小彩复仇，为何非要动用昆虚兽令发动千山兽潮袭击4大城？因为机组他暗下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以千山之兽、人类之血将它提前复苏。越强大的兽，想要提前复苏，就会面临更大的天地压力。机组为化真身境界的王者，想提前降临，代价太大了。以4大城10亿的人类，以及这千山数十万猛兽为养料，应该够了。机组大人为何非要提前复苏？3个月后红月永坠，他们自然能以全盛状态归来。只有提前复苏，才能逃脱那个果皇的制裁。你是说始皇？没错，当年一剑开天门，粉骨卷化封印，将7大神藏之地压制数千年的那个千古一帝，他一生酷爱吃鸡，而他在末法时代更是放出豪言，一旦复苏，昆虚将成为他的养殖场。他太可怕了，强如机组也得小心翼翼。就在兽潮围困4大城之时，蒙大已来到不周山之上。蒙大踏足不周山的那一刻，一道牛蛇虚影在云雾间显现。好强的气息！外界传闻天青牛蟒王疑似到达兽底，果然是真的。我知道你吃掉昆虚鸡王，还将机架高悬大门之上，杀鸡诛心。人类，你很对我的胃口，但是今日来访不周山，所谓何事？我为龙州最强现代人，你为龙州最强现代兽。如今古兽当道，我们这个时代凭什么要成为他们的垫脚石？你的意思是反骨？没错，我们的时代该我们说了算。不愧是10万猛虎之主，有气魄。既然你敢对古人古兽宣战，我老奴有何不敢？不周山与蒙氏堡垒结盟，建立盟友契约。始皇一剑开天门，粉骨卷化封印，将9大神藏之地压制数千年。我奉机组之命复苏，发动兽潮，既为我族群超脱，也为我自复仇。兽群所过，一个不留。
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手潮。目前西城里自是前锋，最恐怖的王者还没有出手，但我们的防线已经层层崩溃了。那些大型生物我们还可以稍微抵抗，各种变异虫族无孔不入，连钢铁都无法阻止他们的吞噬。警报！警报！大昌经门大桥有社群突破防线，进入市区，请附近力量支援，请附近力量支援。警报！警报！有鸟群突破空中第1层防御网，请求导弹部队支援，请求飞行契约者支援。兽群突破了西城，急需支援，快！兽群突破了西城，急需支援，快！马上的，预备部队，全部人立刻前往西城。队长，兽群速度太快，控制不住了，人手不够啊！我已经叫预备队前来支援了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通知所有人往市中心聚集，收拢防线。请大昌市全体市民立刻撤离，退守市中心。请大昌市全体市民立刻撤离，退守市中心。你们快走，我的弹药快要耗尽了。我也是，净化能量不足以再使出任何一个净化剂了。不惜一切掩护市民撤离。哥哥，别过去，危险！你们快走，小心后面！可恶，我跟你拼了！我们还能守住大昌吗？我们从山林退守城市，今日退一城，明日割10城，如今仅剩这最后的避难所了，身后是我们最后的家园。可是这最后的家园，如今都要守不住了。我不要守了，我要战。没错，这面对这群曾经被我们统治数百万年的野兽，我们怎么开始退却了？死亡无法避免，那我选择跟他们拼了。拼！大昌市所有市民死战不退。杀！随着一声声怒吼，全城之中无数契约者身上的净化能量似乎在燃烧，在沸腾。整个大昌上空有杀气阴云在凝聚。恐惧除，勇气生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现代人这是要真正开始觉醒。这片世界哪有什么和平共处，一直都是吞并与被吞并的黑暗森林。当你们退无可退，直面恐惧背水一战时，才值得我救。10万猛虎，随我出征！这群人类怎么回事？要做垂死的挣扎了吗？世界一稳，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人类的最强武器魔骨弹也只能重伤我们。唯一能打的猛打，估计已经被昆虚的那几位复苏的大人吓得屁滚尿流，根本不敢露面。全军出击，攻破大城。下一个大城还有数亿美味在等我们。什么声音？地面在剧烈震动，是哪方的兽群来援助我们了？我们这里已经聚集了6至5阶兽王，何必来这里想事？大哥，不对劲，是虎啸。虎啸？难道是？妈妈，快看，好多老虎！街道、车站、大桥上，老虎从4面8方涌来。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蒙王率领10万猛虎来大昌，一定是来救我们的。暴徒集团恳请蒙王出手镇压兽潮，我们愿在接下来的大事之争中追随蒙王，绝无爱心。物化研究所恳请蒙王出手镇压兽潮，救民众于水火。大昌军区恳请蒙王出手镇压兽潮，拯救大昌，挽狂澜于激荡，除大厦之将倾。镇兽潮救同胞，保护家园，本是每一个龙州人的职责。今日我既然来了，就绝不会退却。我蒙大今日出手保大昌。保大昌，人类，你可知道我们兽潮幕后的王者是谁？就在这时，群山之间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鸡鸣，随即天空之上几道鸡迎面而起，遮天蔽日。昆虚的鸡真是吃不完，吃了小的来老。终有一日，我会再临昆虚，无尽天下鸡。鸡，谁敢口出狂言？糟了，是昆虚的那几头恐怖王者在赶过来，即使蒙王也不敢触其锋芒吧？即将赶来的王兽是昆虚鸡族，是兽帝，而且不止一尊。没错，兽潮之后的确是兽帝。现在我问你们，还敢战吗？蒙王敢置之死地而后生保护我们，此时不战何时战？纵然身死也无悔。对，我们愿意追随蒙王，与这些野兽拼了。我们人类统治天下数百万年，靠的从来不是体魄，
进化大事要进化的不止身体，还有内心。诸位，杀出大昌，饮王兽之血，食王兽之肉，杀！诸位，杀出大昌，饮王兽之血，食王兽之肉，杀！一个小小的5阶1端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小彩大意之下被你残忍击杀，今日你将步小彩后尘，成为众多王兽的盘中餐。小子，迎接你的死亡吧！进化技天机神音。怎么回事？这声音仿佛来自远古，直击我的灵魂。我看到一个天机翱翔于天地，仿佛神灵，我不由自主的想要跪拜。跪下，威尔等罪行忏悔。站起来！一只肉鸡罢了，也配让你们跪？好险！若不是萌王的虎啸惊醒了我，我真向这只畜生跪下了。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破除了我的天机神音，恶魔都不能乱我心，何况你在我眼中只是一个食物罢了。突破了4道枷锁就以为自己无敌天下了吗？我曾见过突破6道甚至7道枷锁的异端，哪个不是精彩艳艳之辈？但是无一例外成为了伪神容器。现在你连成为容器的资格都不会有了，因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进化技神机之舞，当年我坤虚一支舞曲纵横天下，压得万族抬不起头。人类小子，你能接下这支舞吗？恶魔之守护我身，恶魔之影现，之鬼斩。可怕！鸡王大人神机起舞后，整片空间机影重重，那个人类根本斩不到鸡王大人。机影重重，抱歉，我拥有恶魔之眼，能看破一切虚妄，将无所遁形。战绩，恶魔之眼。肉鸡，我看到你了。可恶，我的手机还是华为 Mate 60昆仑玻璃带紧，怎么都摔不坏。喜欢可以去我左下角领一台。我左下角领的2台苹果15，一台到了，一台刚发，可点多少次都没看到华为。不能光点，要完成下载才能看到领取界面，而且左下角更新了链接，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人人有份，填个地址包邮到家。真有 Mate 60，还 1TB 顶配的，但你库存怕是不够吧？左下角24小时专人补货，不怕不够，而且3天内注册还有1台Pro保底，这福利只有我左下角有。这么好，领取不会有门槛吧？左下角怕大家觉得难，简化了领取。挂机龙王自主吞噬灵兽进阶，幻化成时间冥河龙王，战力暴涨几百亿，2天直升500级，手机平板秒发火。这就0个？废话真多，你的小彩就是死于话多。千虎之力，来！战绩：黑暗暴风雨，速度再快又如何？再快有黑暗风暴快吗？这小子太邪门了，5阶的境界竟然爆发出兽帝初期的实力，难怪小彩大意之下死在他手里。这应该就是你的底牌了，但是仅凭这点实力就想来当英雄，简直是妄想。进化技金属风暴，今日我将让你感受这世间最极致的痛苦，千刀万剐。恶魔之手护我身。是谁敢阻碍本座？好恐怖的牛鸣！牛鸣之中竟然暗藏雷霆之力，那是不周山的天青牛蟒王。不周山号称雷神，他从山中孕育而出，天生掌握雷霆之力。叛族的小兽，你竟然和这个人类走到了一起，你想承受坤虚之怒吗？叛族只是选择的路不同罢了，何况我连身父死不是都脱了，坤虚又如何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愚蠢不自知，真的以为仅凭借几个月的进化就能撼动数千年前的庞然大物吗？你错了，我们并不想撼动你们，只想吃掉你们。刘兄，动手！听蒙兄说鸡肉很好吃，我也想试试。进化技，进化技，影之鬼斩，十连斩。可恶！你们敢伤我，我天机尊严不容挑衅。坤虚纵横一个时代，靠的从来不是个体，而是族群。机组创造了合击战法，能让我们发挥出远超自身的力量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族的旷世战法：天机步骤，不天机杀阵，绞杀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
天机战特此体现。我的天，那是凤凰？怎么可能？那是山海时代才存在的传说中的生物，如果降临，整个大昌都会崩塌。那只是凤凰虚有其性无其神，但是即使100000分之1凤凰的力量，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能抵抗的。传说昆虚的基祖是山海时代的一个鸡蛋所化，具有一丝凤凰血脉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基祖可能比所有人想象中还要隐藏的深。凤凰，我吃的鸡竟然有一丝凤凰血脉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好好品。牛兄，不好意思拖累你了，我没想到这些鸡竟然强到这种地步。没事，我还有一招逃跑计，等下猛凶你拖住他们，我好逃。别急，今日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融合千虎之力是我目前的身体极限，如果强行突破极限，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让我死在一只鸡的手里，还不如放手一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拼一把。之力一时间，虎之力源源不断的向宏大涌来，整个大昌上形成了虎之力的阴云。千虎之力还不够，虎之力再来。就在这时，天空响起而在惊雷之中夹杂着物体破碎的声音。不好，我的身体开始裂开，虎之力太过庞大，身体根本支撑不住，横竖都是死，我便拖着你们这几只鸡一起死。2000虎之力开始。就在蒙大身体即将崩溃之时，天地间响起一声震撼人心的呢喃，仿佛来自远古，一股阴冷黑暗的力量席卷蒙大的身体，蒙大的身体立刻停止溃散。原本呆滞的恶魔之影也开始发生变化，他的眼睛之中竟然有了神采，影子更加具象。那小子身后的黑影不对劲，仿佛活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蒙大身后的恶魔之影竟然口吐人言：怎么可能？那是外神虚影，是恶魔。无之虚焰，成虎之力。怎么可能？那是外神虚影，是恶魔。小子，你在玩火自焚，灾厄临身，身残魂伤。今日之后，你即使不死，也会成为一具躯壳。而蒙大的意识在恶魔虚影降临现实的那一刻，立刻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在哪里？这是牢笼，我不是在对战鸡王吗？为什么在牢笼里？谁禁锢了我？这小子怎么回事？眼将空洞呆滞，跟丢了魂一样。玩火自焚被灾厄入侵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，这就是异端的下场，真是悲哀。天凤祭出，即便他已经成为一具躯壳，那也要焚了他为小彩报仇。凤翔九击，烈焰焚天，去！死了，灾厄，这就是灾厄之怒嘛！而且他只是一道虚影，竟然一招就秒了使用合击技的兽帝。跑，快跑！兽帝一死，没有人会是这个黑影的对手。千山王兽四散逃走，而蒙大身后的恶魔虚影在击杀鸡群之后，缓缓化为黑色烟雾消散。主人，你还好吗？他被灾厄击碎了神智，如今只剩躯壳了。可惜啊，一代人杰终究逃不过异端的毒蛇。他不再是你们的主人了，灾厄随时会再降临他的身体。作罢！不，我就不会放弃主人的，我要带主人回家。大昌之内，所有猛虎感受到了蒙大的变化，纷纷发出痛苦的嘶吼。猛虎跪地，6月飘雪，是蒙王陨落了。他为救我们大昌而来，如今却被异端击碎神智，成为一具空洞的躯壳。此恩大昌永不忘。远在千里之外，超底王兽老巢的佛头大龙熊猫王发现了随行猛虎的异常。怎么回事？猛虎在气血，萌王发生了变故，突破4道枷锁的萌王实力堪比兽帝，谁能重创他？老王立刻赶回去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老大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战无不胜的神，他不会失败的。有人伤我老大，我大龙穷尽一生将为老大复仇。此时的蒙氏堡垒，10万猛虎围着昏迷不醒的蒙大不肯离开。蒙王陨落，蒙氏堡垒也将不再是蒙氏堡垒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会一直守在堡垒，守着老大的心血。我不信主人就这样陨落了，
主人曾告诉我们，一定会带领我们征伐全球。我们一起为主人输送气血之力。你们这样直接输送气血之力，不是在帮他，而是在害他。他的身体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。这人太恐怖了！降临堡垒10万猛虎数百进化者，无一人察觉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只是我第一次见到能在灾厄临身之下还没彻底死亡的异端。也许他会是未来对付灾厄众神的利器。始皇一个人还是太吃力了。什么？你说主人没死？那你可以救救主人嘛？虽然没死，却也生死一线了。我可以救他，但是只能压制10天。我那恶徒在末法时代成功炼制不死神丹，藏于蓬莱仙岛。如果能找到神丹，那蒙大不仅可以度过这次危机，甚至能再破一道枷锁。但是10天后若是无法服用神丹，会迎来恶魔之力更疯狂的反噬，到时候即使始皇在世也无法救他了。如今老大已经危在旦夕，还请先生出手。既然如此，10天之期，是生是死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。就在鬼谷子话音落下的一刻，整个堡垒之内一座巨大的阴阳大阵缓缓升起。就是现在，输送气血之力。只见10万猛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无数气血之力从他们身上喷涌而出，以大阵转换涌入蒙大的身体。阴阳护体，气血之力修复魂伤。蒙大，醒来！蒙大，醒来！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樱花国，一名东方艺人发出猖狂大笑，正是跨过禁忌之海的徐府。终于恢复到了受地境，可以开始着手拿回我数千年前布局的一切了。大人，您让我查的东西我查到了，您找的地方在高天原之上，只是那里如今已经成了恐怖的禁地。禁地？高天原自古以来就是樱花境的神地，现在被3方极强的势力占据，他们分别是掌握血之力的雪女，拥有骨气巨锤的9齿大人，以及传说中的异兽夜叉。据说他们都是6阶，实力不逊色于覆土山之下的那只8岐大蛇。他们占据高天原，俯瞰整个樱花国，无敌手。6阶嘛，确实很强，但是这东西我必须拿到，否则会在接下来的大势之争中被彻底甩下去。恢复6阶实力后，我能使用的先秦古术更多了，只要小心些，未必不能对抗他们。此时的堡垒上空，气血阴云凝聚，气血之力以阴阳大阵向蒙大身上聚集。蒙大缓缓睁开了双眼。虽然我被困星楼，但是外面的事情我已经知晓。感谢先生出手相救。不用谢我，我救你也是为了增加未来一丝破局的可能。你只有10天时间，故卦象显示能救你的神丹在樱花国的高天原之上。高天原号称樱花起源之地，10天时间够了。早就想会这些外夷势力了。10万猛虎听我号令，立刻出发，征战高天原。你只有10天时间，能救你的神丹在樱花的高天原之上。10天，那我便去会这些外夷势力。再给你一个忠告，太过依赖恶魔的力量，很容易走向末路。恶魔之力至阴至邪，虎之力至阳至刚，这些猛虎才是你未来对抗灾厄以及踏足巅峰的根本。你这白虎不一般，拥有山海时代金睛天虎的血脉，是死气而生。高天原号称死亡国度，那里不只有你的契机，也有这只白虎真正腾飞的机遇。牛兄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血洗高天原，敢不敢？王兄以命真大，灾厄临身竟然没死。不过高天原可不是善的，风浪越大，回报越大。当我加把劲，游过这片海域，就到达樱花境了。老大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过境，会不会太张扬了？对付樱花，我从来没想过低调。他们若是配合成为我龙舟血包也就算了，若是不配合，即使让恶魔再次临身，我也不介意把他们踏平。报告，海面发现大量不明生物。嘎，这些海洋生物真是不安分，不是已经定好了海陆互不侵犯约定吗？他们竟敢越界！不，它们不是海洋生物，有点像陆地上的老虎，而且数量不少，可能上万只。八嘎，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老虎跨海还上万只？是真的，无边无际的老虎正在游过来。第三，是第三，老虎打来了。海马编队出列，构建海马城墙。鳌虾编队出列，进行巨钳突击。章鱼编队出列，释放侵蚀烟雾。
关键时刻手机居然没信号，还是华为 Mate 60靠谱，卫星通话没信号也能联系大家。真能领，我每次左下角都懒得下。当然，左下角可是大厂，大家都领到了还有假，我都领到2台苹果15了，发货截图还在这，但咋没看到华为？没库存了，看我安排。喂，再安排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放左下角，保证人人有份。也安排专人随时补货并更新链接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这次有了，还1TB 顶配，那升级是不是很难？不难，认准左下角官方链接，上线挂机带龙王击败吞天暴君，吞噬灵丹进阶终极龙王，苹果华为秒到家，现在还有额外福利2000台 iPad Pro 先到先得。这就左下角薅羊毛，有点意思。以海洋生物契约者构建军队，无论灵活性还是攻击性，都强过现代制式武器。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员3阶以上的猛虎军团，刚好拿他们练手。10万猛虎锁过，一个不留，杀！试试本王的新进化技龟波炮。进化技鹰击长空。天皇，出大事了！龙舟来犯，西南海域被一群猛虎踏平。八嘎！如今全球动荡，龙舟才经历了一波大兽潮元气大伤，竟敢跨境而来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我们必须捍卫樱花的荣耀。此次来的人不一般，他是在龙舟乃至西方打出赫赫凶名的蒙大。蒙大又如何？此一时彼一时，第2次潮汐以来，全球古老的强大存在逐渐复苏。他蒙大凭什么这么狂？我们樱花同样有自己的底气，立刻上高天原，请大人。猛虎过境是蒙大，他难道为我而来？不，他不会知道我在这里，这一切太蹊跷了。广袤的高天原绵延数千里，天空之上常年乌云滔天。这里是樱花国阴阳师起源之地，也是弑神起源之地。传说地下埋葬了上古时代陨落的800万弑神。九齿大人，龙舟的蒙王过境了，他一路西行，踏碎了一切阻拦的强者，猛虎锁过一个未留，还请大人下山肃清一途。一个恶魔灵身而不死的异端，一个在西方神山能吞噬光明力量的异端，也许不需要我们出手，那些灾厄势力对他更感兴趣。放出消息，蒙大身上藏着灾厄序列进阶的秘密。大湖主的复苏需要生命能量，而吸引来的全球强者就是最好的生命来源。九齿，你想以蒙大为饵吸引全球强者，但是这个饵太小了。高天原本是曾经的圣药源，残留着上个时代的神药气息。如今2次血月来临，药源封印开始松动，只要我们打开封印的一角，将神药的气息泄露，异端的秘密加神药的诱惑，还怕没有足够的强者来吗？妙啊妙啊！阻境提前复苏太难了。龙舟昆虚的那群天机发动千山兽潮失败了，我们必能成功。如果大湖主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个复苏的阻境，樱花帝国将制霸全球。就在这天的傍晚，高天原之上一道神光冲天而起，随即化为光幕笼罩整个高天原，全球震惊。神药的气息，高天原有神药？那是来自末法时代的圣药，能让老祖复苏。难怪龙舟的蒙王跨越大海前往高天原。相比神药，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个灾厄临身却不死的蒙大。如果能掌握释放灾厄而不死的方法，神药又能算什么？世界各地的王级生物以及各大财阀都被刺激，最近2日纷纷启程，想要在高天原分一杯羹。神药复苏了，怎么可能？骗局，都是骗局。但是我的神丹就埋藏于高天原之下，一旦全球强者赶来，神丹的秘密将会彻底暴露，数千年的谋划一场空。可恶啊，不能再等了！高天原的山脚很快聚集了众多王者，银色猛禽展翅，飞沙走石，带着狂风降落。他来自滨州风暴之地，青铜巨人奔跑而来，地面震动，是黑洲巨人族复苏的古王者。满身紫色鳞片扇动翅膀而来的大象，来自白象国。黄金狮子王、银月吸血鬼王、教廷执剑人等各路王级生物接连现身。快看远方，蒙王也来了！节日西方，如今还真敢来，蒙好胆量。不好意思，不来也是死，还不如来拉着你们一起死。就在这时，天地之间一声巨响，高天原之上的光罩开始破裂，封印正在破裂，就是现在！登天原，抢神药！封印正在破裂，就是现在！登天原，抢神药！九齿，他们上来了，
既然做戏就做得真一些，我去布下风雪大阵，你与夜叉引天元死气，召唤那些沉眠地底的天元战士，逐步蚕食他们。好久没大开杀戒了，敢觊觎我樱花宝藏的人都得死。因为汇聚破土而出的阴雾随我征战，天元阴雾死气运神药，阴雾养是神，去吧，去吸取每一个闯入者的鲜血。蓝星，这些大势力的人全部登天元了，我们如果不跟上，恐怕神药就落入其他人之手。不对劲，这一切太巧合了。刚到樱花神药就现世，而且我们一路走来遇到的都是土鸡瓦狗，没有像样的顶啊。是啊，樱花虽然是个弹丸之地，但是在历史上通过投机摸狗劫掠了无数传承，融合发展出阴阳师式神体系，不可小觑。也许我们觊觎神药，而那些黑暗中隐藏的人把我们当神药，但我的时间不多了，逼急了，即使再次恶魔临身，也要与这高天元同归于尽。走，登天元！好奇怪，这好端端的突然就下雪了。这不是自然形成的雪，这大雪是从高天元之巅落下来，具备极强的腐蚀性与死亡气息。在这种风雪下待着，无异于等待慢性死亡。估计高天元之上复苏了极强的阴阳师，能控制风雪。控制风雪，那还是凡人的力量吗？你太高看他们了，这只是净化能量在古代的一种取景方法。要论这种术法的运用，先秦的那些炼气士才是鼻祖。樱花国就是个窃贼。他们窃取了先秦古术，形成了自己的变种阴阳术传承。有意思，风雪之力，阴雾是灵。论阴阳术，我们先秦才是正统。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，飞雪化赤炎，漫天飞雪，燃烧吧，天火焚山。我没有师傅鬼谷子的道行能短暂逆转生死，但我逆转你这区冰雪还是不难。虾米，你怎么了？有人逆转了我的风雪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世界有谁的阴阳术能超过我们？是龙州祖地的人。龙州？可不，除了蒙大，竟然还有绝顶高手潜伏在暗处。如果在天元之外，我们还怕他3分，但是这里是高天元，我们能借用是神死气。天照大主，血色天元，名气浩浩，风暴再生，藏于地底万丈深渊的极阴之血，极寒地狱。一会儿极热，一会儿极寒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神药，神药在哪里？这极寒与天元死气相融合，轻易就破开了我们的防御。如果不使用净化剂，我们可能会很快化为一堆冰屑。净化剂，巨人之生命愈合。净化剂，气血飞。不好，快看风雪之中有阴影出现，走，快走！风雪再起，红颜熄灭，我倒是小看你们了。但一群偷盗古术的窃贼，也敢在我先秦正统面前玩阴阳术。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何为正统。先秦古术，二熔炉，极寒必退。在我熔炉之下，任何东西都会熔炼成为我的养料。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谋划，如果你们的目标只是蒙大和那些进化强者，我们倒是有合作的可能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只需要拿走我数千年前在这里封印的东西，作为回报，我会与你们一起出手对付蒙大和那些闯入者。我想，相比神药，你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这些进化者的生命精华。各取所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签订盟友契约吧。雪女，真让这个先秦炼气士从我们天元之上拿走宝藏吗？大湖主的复苏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大湖主作为天元之主天照大神的5大护法之一，一旦复苏就是祖境，到时候这全球的传承与宝物都是我们的。飞象使，这个地方太诡异了。在天元之外明明有极浓的神药气息，但是踏上天元之后，神药气息反而在不断的消失。照理说，越临近神药，药气会愈发浓郁。传说中上古神药出土之时，方圆1000米之内药气甚至能凝结成灵液。我们可能中套了，先撤。既然来了我高天元，现在想撤晚了。
这是古书记载的高天元72妖众之一的九齿巨人，手持巨锤能爆发巨力，没想到他复苏了。还有人能记得我九齿？既然这样，我便留你完整的尸首。我大梵天也不是无名之地，想吃我们你也得崩碎一口呀！净化剂，大地践踏。既然你想困住我们，那我便崩了你这高天元。净化剂，大地践踏。今日我便崩了你这高天元。出来吧，天元阴物！就凭这些4阶阴灵也配合本作斗？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。天元阴物生生不息，自你们踏上高天元的一刻起，结局便已注定，那就是死。梵天古树，坚守。梵天古树，大象吸引。你们错就错在了不该离开自己的神地。如果在大梵天，我可能不是你们的对手，但这是高天元，这是我的主场，我的战力是外界的2倍，你拿什么和我战？阴阳术，裂地战锤。梵天古树，擎天象笔。快走，顶不住了！这个九齿巨人依靠神地，发挥出了超阶的力量。但是飞象可是我大梵天为数不多具备一丝五彩血脉的象，再不走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！快走！天，是大象的悲鸣。大梵天的那头飞天巨象遇到了大危险，那头飞象至少5阶顶尖的实力，谁能让他遭遇大难？高天元以神药为饵吸引我们过来，恐怕真把我们当血包了。可是如今的我已经没有选择。鬼谷子说神丹在高天元之巅的神树之下，我必须拿到。就在这时，四周响起一阵蛇鸣，随后一条条小蛇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等了你好久，你终于还是上来了。神药我要拿，而你我也必须抓走。是印州的蛇婆序列苏扎，蛇婆号称千蛇之王，这个苏扎挣脱了4道枷锁，实力极强。就凭你还不够？苏扎一个人不够，再加上我呢？西方的银月吸血鬼王也来了，他们的血族蛊术极其狠辣。血族只对血液感兴趣，神药与我无用，我们都是为你而来。没想到我蒙大出个海还能遇到这样的狙击，但是敢对我出手的人全部已经殒命了。大言不惭，今日我们倒想试试你灾厄临身之后实力还能剩几分。谢奴，出来吧！这些都是被我血族侵蚀之人，而你也会成为他们的一员。血族嘛，我的雷霆刚好克制血族，净化剂平起。同为挣脱4道枷锁的灾厄序列，我倒想看看你的实力是否配得上你的凶名。战绩：千蛇寻林。对付你还不需要主人出手，净化剂：赤焰破灭杀。自千山受潮后，小黄以众多王金资源突破5阶，没想到实力这么强。老虎号称森林之王，不过那是过去了。一直没有底蕴的现代兽，再强能强过数千年的传承吗？战绩：死亡盛宴。我乃蛇婆序列，掌万蛇本相，只要吞噬足够的人，我就可以接受蛇婆的降临。蛇婆序列，这就是你对付我的底气？难道你不知道我除了是恶魔灾厄，还是10万猛虎之主？10万猛虎之主又如何？你恶魔临身之后，身体已经接近崩溃，如今又能发挥出巅峰的几成实力呢？看样子你是非置我于死地了。我与你没这么大仇怨吧？99位灾厄序列，最终能踏出最后一步的只有3个，我多吞噬1个，将来我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。灾厄之间就是死敌。原来灾厄能互相吞噬，难怪当初在神山吸收了冥王，我的枷锁松动了那么多。现在给我去死吧！战绩：蛇王凝视。战绩：恶魔之影，影之鬼斩，10连斩。天青雷暴。文兄，
这些人是来碰瓷的吗？太不经达了。这些人只是西方众多势力里面为求一线生机的现代王者，而在现代我们是无敌的存在，那些蛰伏的古人古兽才是大威胁。终有一天他们会从自己神地之中倾巢而出。小黄，吞了他们，尽快提升实力。高天原之上那些隐藏的王者还没出手，接下来会有大战。随着各个势力的王者一个个死亡，他们的血肉精华不知不觉被天元之下的泥土缓慢吸收。天元之巅，一棵巨大的古树屹立，古树之下隐隐有一语传出。大湖主在复苏，可惜能量还是不够，只有蒙大和他那些猛虎死在这里，那大湖主才有足够的养料。他们快来了！蒙大让我如同丧家之犬一样逃亡樱花，今日我便与他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但是这之前，我得先拿到属于我的东西。神丹该现世了。先秦古树，铸印术，五行之力凝聚成红莲之锁，打开那黑暗中亘古的封印吧。随着五行之力凝聚，虚空之中缓缓出现一道封印法阵，而法阵的中心赫然是一枚五彩神丹。在神丹出现的一刻，方圆千里的药气浓郁到了极致。神丹枪，五行之力凝聚成红莲之锁，打开那黑暗中亘古的封印吧。随着五行之力凝聚，虚空之中缓缓出现一道封印法阵，而法阵的中心赫然是一枚五彩神丹。在神丹出现的一刻，方圆千里的药气浓郁到了极致。神丹现世了，徐福啊徐福，你做的是怎么瞒得住始皇和我的眼睛？你本是我最有天赋的徒弟，没想到还是走上了末路。神丹时隔数千年，我终于还是拿到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我必将超越始皇，踏足天之极境。天之极境，徐福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是你，蒙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交出神丹，我留你全尸。找死！你是不是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？今天你面对的是3个6阶，看你的架势，是跟樱花的这几只狗混在一起了。不过也是，你本就是丧家之犬，牙尖嘴利，今日你走不出这高天原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拦我！战绩，恶魔之手，神丹，给我拿过来！唐望，如今的我已经不再是半地境界，而是已经来到了6阶。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，我的神丹，谁也拿不走。诸位快出手！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迟则生变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试试这敢闯我樱花的人有几分能耐。出来吧，天元一物！你的对手是我，我老牛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阴沟里死气沉沉的家伙。进化技，天青雷暴。你以为找了帮手就可以免于一死吗？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，你的身体如今都要崩溃了吧？即使崩溃，我也拥有击杀你的力量，你可以试试。嘴硬，1对1你都已经疲于应付了，再加上我呢？战技阴阳术，极寒锁链。我们与你一战。净化技回锅炮。净化技赤焰破灭杀。净化技佛怒火莲爆。一群5阶也敢对本座出手，在高天原之上，本座能发挥出接近6阶中期的战力，你们就是蚍蜉撼树。阴阳术暴雪龙卷。不能拖下去，小黄佛侯他们撑不了多久。可恶，也比我召唤武将。你哪里来的武将？最近爆火，全球5亿人都在玩的休闲小游戏里。你看啊，刘皇叔开局莆田创业，自由招募武将，选择神兵，一路招兵买马，突破战力，最后打败董卓，迎娶貂蝉。这关我玩了好久都没过，肯定有 bug。你咋给关羽配了个方天画戟啊？在哪下载？我试试。不用下载，点左下角就能直接玩。战技恶魔之影，影之鬼斩，10连斩。先秦古术大熔炉。熔炉不仅能炼人，还能护身。我不需要战胜你，只需要拖到雪女解决掉那几只5阶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小子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那就要看你拖不拖得住了。恶魔之翼现，黑暗暴风雨。先秦古术以罗千机伞。我这千机伞能将一切攻击化为无形，除非你拥有远远超越我的力量才能破开。可惜你明显没有。可恶，这先秦炼气是真是难缠。阴阳术，血之耀阳。
净化剂绝对防御。不好，在这枚白色太阳之下，我的防御罩都快被冻成冰雪了。没想到区区一个樱花境，竟然这么多6阶强者，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区区一群5阶，也妄图抵挡本座，给我死！血之耀阳，我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你们真以为就吃定我了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龙舟那几只召唤出凤凰虚影的鸡王是怎么死的？蒙大，你不用吓唬我，斗魔临身一次，你的身体已经崩溃。我看你身上有我师父鬼谷子先秦蛊术的影子，他以大北离逆转了你的伤势，但是你身上的死气已经掩盖不住了。再借用一次不属于你的力量，即使天之极境的人也救不了你了。已经死过一次的人还会惧怕死亡吗？如果怕死，我就不是蒙大了。你们将再走一遍亏虚鸡王们的老路。虎之力，来！不好，这小子要拼死一搏。主人不要啊！你本就重伤，强行借力真的会没命的。我不死，你们就会死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。今日我便毁了这樱花传承。你们吞噬这些小樱花之后，势必将我蒙氏堡垒发扬光大。虎之力，再来！好强大的气血之力！如果真让他再次借用恶魔之力，恐怕我们还真有可能陨落在这里。出手吧，不要留手了。以我精血，现天元剑法，阴阳术，雪女的叹息。以我精血，现天元镜法，阴阳术，审判血锤。先秦蛊术，逆转阴阳，阴阳法阵。虎之力，去！以我残躯，成猛虎之力，成恶魔之力，恶魔化身，现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太可怕了！一个虚影竟然有7阶祖境的气息。主人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你还好吗？蒙兄这次是真的活不了，即使这枚丹药再神奇，也救不了他了。他的身上充斥着恶魔的死亡气息，这些恶魔之力在逐步吞噬他最后的神智。恶魔之力至阴至邪，虎之力至阳至刚，这些猛虎才是你未来对抗灾厄以及踏足巅峰的根本。那个老者曾说，我们猛虎是主人对抗灾厄的根本，可惜我们的力量太弱了，根本对抗不了主人身上的恶魔力量。还有机会，蒙大如今的身体吸收不了这枚闪丹，但是你可以，你是蒙大的契约兽，你的力量也可以反馈给蒙大。你越强，蒙大续命的可能性就更大。只要有一丝救主人的可能，我就不会放弃。今日我便吞了这神丹晋级，主人撑住啊！今日我便吞了这神丹晋级，主人你一定要撑住啊！神丹吸收。随着小黄话音落下，神丹立刻化为一团光雾，将它包围。无数神药之力疯狂往小黄身上涌，一时间小黄全身巨震，他的脑海之中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猛响。小黄感觉自己得到了神力，他见到了一头飞天巨虎在天空翱翔，即使自己已经5阶巅峰，面对这头庞然大物也渺小如一粒尘埃。金睛天虎，那是我的先祖。随着他的一声轻笑，小黄只觉得自己体内的锁链被打开，随即一道能量光柱往小黄身上倾泻。小黄身上的气息在持续攀升，5阶后期，5阶巅峰，6阶的瓶颈在稍微阻挡之后也破开。在突破6阶后，小黄的后背之上，一对白色羽翼生长而出。梵佐，是梵佐，这枚跨越数千年的神丹，不仅提升了小黄的等级，还激活了他的血脉。此时的蒙大仿佛沉沦于无尽黑暗之中，四周有恶魔的阴影在缓缓靠近。就在蒙大的意识即将熄灭之际，他的头顶之上，一道白光照下，驱散了四周的黑暗。一道白虎虚影缓缓在他背后凝聚。主人，我来救你了。主人，你不能死，醒来，我愿化为你的铠甲，你的利剑，陪你征战一生。白虎虚影缓缓与蒙大开始融合，蒙大的身上一具白虎兽铠凝聚成型。小黄，你以身为铠，我又怎能让你失望？这心龙困不住我，是恶魔困不住我。我是蒙大，不是任何人的容器序列。蒙大话音落下的一刻，猛虎之力与恶魔之力开始剧烈交融，随即他的体内一声假
身上的第5道枷锁轰然破裂，跨过生死，挣脱了枷锁，我突破到了6阶。但是这第6战绩有些奇怪，一半是猛虎带来的至阳至刚的力量，一半是恶魔带来的至阴至邪的力量。战绩：阴阳之门。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漩涡，这是生与死的门户。入此门者，坠星楼，万劫不复。如今的我与胡凯状态下的小黄融合，无惧顶尖6阶。蓝兄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次真是生死一线，还好有惊无险，不然我这一生女朋友都没找过，太可惜了。不是吧，老大你还没女朋友啊？我自己都在爱聊找到了。这东西不靠谱吧？没骗你，上面女生可主动了。你听，哥哥最近有空吗？陪我吃个饭啊。好妹妹，我现在有事忙呢。好吧，那你有空跟我说。看到没？要不怎么说找女朋友还得上来聊这种1.5亿用户的大品牌？今天这个约，明天那个约，都聊不过来。新人直接给匹配1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不用担心自己嘴笨，都是女生主动找你的。语音视频都行，就1-2G 的东西又不占内存，动动手指就能跟美女聊天，都在本地谈恋爱也方便。还是你小子有福气。老大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不在的这几日，龙州出大事了。上京是边陲的横断峡谷，由于地壳折叠，一座古城从大山之间显现，上面的封印力量在逐渐减弱，估计不出2日就会完全现世。什么古城？之前是复苏古人，现在直接复苏一座城？没错，视频传出，我龙州立刻成为世界18大洲的焦点，甚至深海之中的巨物也蠢蠢欲动，欲要上岸一探究竟。他们的实力无比恐怖。这太匪夷所思了。那座古城有活物吗？我们通过封印之下的光幕，发现里面有大量的铜甲士兵，少量的银甲士兵的虚影，实力未知。龙州上京的战令部高层亲临堡垒，恳请您回来坐镇龙州。龙州出事了，立刻赶回龙州。不过在走之前，先灭了樱花的净化势力。这个地方让我很不爽。随着蒙大一声令下，随行猛虎如同过江之鲤一样开始扫荡整个樱花。猛虎所过，净化资源一个未留。没有净化资源，樱花将在这个净化大事万劫不复。八旗大人，还请出手，否则樱花竟要被那个龙州来的小子灭了。八嘎，夜叉你个逃兵！你们高天原被全灭，竟然还想把战火引到富土山！大人，我们天元与富土山自古就是盟友，你难道要背弃我们吗？3个6阶都对付不了的蒙大，你让我去送死？我要逃，立刻逃！事到如今，我就不瞒你了，我早已给自己找到了后路。作为一个海国，我自然知道海洋那些巨物的强大。我暗中已经投靠巨鲨王、和蚌仙子、虎鲸王、地蟹王并称的禁忌之海4王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你们高天元遭此大难，大湖主乃至天照大神的复苏进程必将大大延缓。夜叉，如果你识时务的话，不如和我一起投靠巨鲨王。海族已经开始计划侵蚀陆地了，我们未必没有复仇机会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蒙王太威武了，暴打小樱花，一人压一国，无人敢自胜。周边的小势力看到樱花落难，全都趋同打落水狗了。他们在短时间内翻不了身。樱花都是小事，最近的那个古城响化才是大事。上京都被惊动了。上京是上次受潮唯一没被占到便宜的大城，那是龙州的战力最强地，聚集了龙州一大半的顶尖公司与鼓舞世家。据说最近军部培养出了一个6阶的战神。龙州金木水火土风雷暗8大古世家也复苏了，他们暗示这座城不一般。但估计我们龙州又要遭受大难了。蒙老大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如今龙州情况如何？你们去樱花的这10天，那些千山兽王由于鸡群被灭倒是消停了，但是由于横断峡谷的那座古城出现，很多地方的地下势力在潜入龙州，其中包括海族、禁忌之海，甚至出动了2尊王者。毕竟古城复苏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了。走吧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这里就是横断峡谷了。横断山原本没有这座峡谷，由于空间折叠，地壳被生生拉开，这座古城就逐渐显现出来了。真是神奇。那这折叠空间之中，会不会还有曾经的古国与遗迹？就在这时，一队研究人员从远处走来，是秦汉研究所与上京研究所组成的科考小组。蒙大，你们也来了？是你，白灵，你们秦汉研究所还真是胆大。
这个地方如今可是风暴之眼，极度危险。我们考古人员的使命就是寻找真相。对于遗迹，我们还是有不少研究成果的。这座城名为银星城，我们龙州曾经被称为九州，这座城就是其中一州的神城。作为先秦时代的大城之一，这里不仅可能有大量的物资，甚至能寻找到先秦时代的古法、宝药、宝血，甚至传承。一座古城竟在现代显化，这究竟是死城还是活城？古籍记载的是真的，老祖宗诚不欺我。这是银星城，是先秦时代九州之一青州的主城。九州镇祖龙，八荒埋神骨，这座城之下可能藏着龙之骨血。龙血人真的存在吗？谁知道真假呢？但是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龙血啊，那可是无上机缘。就在这时，横断峡谷之上，虚幻古城竟然开始缓缓凝视。古城上方灵气涌动，一座超级大阵凝聚成型。我的天，那是八卦图，整座城在一个巨大的八卦古阵之上。大阵之下的古城不再虚幻了，上面的一砖一瓦都清晰可见。我没做梦吧？这座城不是投影，是真的。快，大家快进城，里面有无数的宝物。你别光说，你倒是进去啊！宝物重要，我们的命更重要。这种从大山之中凭空出现的古城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鬼东西？就在这时候，古城之内，一队骑着怪马的铜甲面具士兵走出，笔直的矗立在城门口，他们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死气。这队士兵太诡异了，他们还活着吗？铠甲之下没感觉到什么呼吸声、心跳声，甚至没感受到进化光团的存在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得找个人去看看情况。那个世界的小子，没错，就是你，进去探探路。我凭什么是我？这些士兵一看就不好惹。因为我强，你弱。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。一个滨州的势力，在别人的地方也敢指手画脚。是你，萌王，他一个世界的小人物罢了，不至于此吧？反正也需要一个人探路，世界就该来这里踏实不出血。你不是说弱肉强食吗？我现在的实力比你强，那你滚去开路。萌王，我刚才对这个小兄弟开玩笑的，但我没对你开玩笑。萌王，你虽强，但不是无敌的。世界18族，那个族没有无敌王者。我是滨州亚特兰蒂斯神城的人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孟王又变强了，那的无界巅峰的滨州人竟然被孟王一脚踢死。你们现在进去，也许还有机会拿着宝物离开。是，我们这就进城。大哥，我们要进城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老大怎么办？这人无视我们，还给你脸了。蒙王我对付不了，你一个小兵竟然也敢蔑视我，我可是在滨州也响当当的蝎子王。走，强闯进去。死了一个城外的小兵，一击秒杀了5阶的王者。这个小兵至少5阶顶尖的实力。我的个乖乖，5阶顶尖还只是小兵，那这城里面还有多少强大的存在？之前古城虚应显现，我可是看到过尹家统领的。我先撤了，连小兵都5阶，我一个4阶的进化者，竟然还觊觎这里的机缘。就在这时，一架军机降落到横断峡谷。军方的人来了，为首的是上清军部最近培养出来的战神6阶的平东王，随行的都是军方的精锐。他们去城门了，小心啊！那群守城士兵可不是善茬。神们进去了。上京的人真是深藏不露，他们似乎知道这座城的来历，而且给出了入城票，是一颗5阶王晶。5阶王晶竟然只是入城的门槛，太疯狂了！走吧，我们也进去。白灵，你跟我们一起进去，我们需要一个熟悉古遗迹的人。银星城复苏了，可恶，乱棋局者难逃一死。好浓郁的进化能量！城里有药铺、兵器铺，店铺里还有商人，他们是活人吗？不太像活人，他们跟城外的士兵一样，身上没有任何生命气息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能量在驱使他们行动。看这座药铺，里面有浓浓的神药气息，如果可以在这里买到神药，我们的实力能暴涨。小心点，
这里的一切都是未知。古书上记载过一些遗迹，在遗迹内交易，若不能付出原住民想要的东西，就会付出生命。有争吵声，走过去看看。我只是想买点你的包子，给你黄金也不行。我怕那些士兵，难道还怕你们这些原住民不成？古人我见得多了，战绩闪电6连鞭。那个卖包子的商户死了，在这种未知的城市，这个鼓舞传人出手太莽撞了。就在这时，古街之上传来杂乱的马蹄声，竟然有一队古兵赶来，他们身披铜甲，数量至少上百，为首的是一个银甲统领。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上百人的甲兵出现，就会有一个银甲统领。普通的铜甲士兵就是5阶顶尖，那银甲至少是6阶实力，甚至这座城可能有更强者在暗处。这就是末法时代的遗城嘛！即使过去了数千年，即使这些人已经死去，但是依然让人如此心惊。随着巡逻军队的到来，雷家传人直接被抹杀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的血液竟然缓缓地被地面吸收。血液被吸收了，太诡异了！这座城难道是活物？这里不响，赶紧走！诸位，宝物你们拿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天空被封锁了，飞天者立刻被绞杀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白灵，你们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古城古迹，如果城内有宝物，一般在什么地方？这座城是先秦时代的9州神城之一，城市采用的是先秦的内外城结构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外城，内城才是城市的中心，那里有城库、药库、军库、祭坛等要地，当然，他们的防守可能比这里森严数10倍。内城吗？那我们便去看看这数千年前的神城究竟藏着什么好东西。看内城，我们倒是可以联手。你好，蒙王，久仰大名，我是上京的平东王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上京全是你的传说。首长曾言，如果要与人合作，那只能是你，而机密也只能分享给你。机密？难道这座城真有隐秘？当然，我们龙国虽然现在实力没落，但是历史秘辛从来没有断代。这个秘密被每一个朝代封存为最高档案。龙州曾经被称为9州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很多人知道银星城是9州之一的神城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座城还跟人王有关。人王统9州，残图分9王。这座跨越千年的古城之中，龙血可能真的存在，但更大的宝藏是传说中始皇被一分为9的宝图。自我第一次握剑时，我便已知晓我会是那剑道魁首，进化大师之中的天下第一。这是人王的字，时隔数千年，我依然能感受到字里磅礴的进化剑气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的老祖宗还真是自恋。自恋？不，在那个时代，神藏之地祸乱9州，蛮夷外域伪神猖獗，始皇靠着一把剑横扫八荒，最终剑开天门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者。可惜啊，强如始皇最终依然没找到进化的起源，但留下了一分为9的绝密宝图，里面藏着突破天之极境的秘密。他曾言跨越极境，可窥见起源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进内城拿宝图啊！现在神城现世的消息传出，很多外域势力都在赶来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忘了告诉你，外城之中这些甲兵不会无故对付我，但是内城是古城禁地，闯入者格杀勿论。内城的甲兵起码数百，我们去不是送死吗？什么声音？有点像古代战场号角声。就在这时候，古城之中的每一个角落有声音响起。天下大乱，昭告天下，凡我9州男儿，当陷阵杀敌。银星城今日起征兵，建功立业就在此时，所获军功可兑换王锦、宝血、神兵。在开玩笑吧？征兵？这种城已经废弃数千年了，还征兵？大水！这座城本就在大阵之中，是否真实都不好说。即使是征战兽潮，估计也是模拟出来的兽。先去看看，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了。很快，蒙大一行人经过几条街道，来到了一堵城墙外，一个高大的招兵启事格外醒目。这应该就是内城的入口了。好奇怪，外城死气沉沉，但是靠近内城却人声鼎沸，完全不像一座死城。什么人？内城重地，擅闯者死。他们原来会说话。等等，你们不是征兵吗？我们是来应征的。应征？那你们跟我来。甲兵带着蒙大等人经过层层关卡，进入一座军营模样的地方。很多甲兵正在演练，是古军营，这里是练兵的地方。
这净化乱世，人命很贱，贱如草芥。但是若是平了这乱世，天下大治，这天下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？城墙之上立着的，竟然是一位黄金甲兵。这里有黄金战士，怎么可能？前府长是白银，黄金甲兵又是什么级别？他的实力很可能是七阶祖境。古文明时期这些军事强大的离谱。将军，这些是来应征的新人。不错，竟然有几个6阶的好手，你们是一起的，就入新编第9团。6阶新兵领银甲，5阶新兵领铜甲，守卫家园，抗击外敌，不准后退，不准逃脱。5等身后是净土，城在人在，城破人亡，知否？明白。如今城东的荒原战事吃紧，一只异兽前来攻城，你们新编团实力不错，前往抗击异兽吧。是。这叫什么事啊？我们明明是来寻宝的，怎么就当上士兵抗击兽潮了？这座城很诡异，想出城就得按照他们的规矩来，不然就凭那个金甲将军就可以全灭我们。何况军功能兑换无数的宝物，不拿白不拿。异兽袭城了，所有人出城抗击异兽。可恶啊！这些异兽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，屠戮无数人。是啊，各种异兽源源不绝，银星城的人都被打完了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在现代从来没见过这个物种的王兽。这应该是历史的投影，以八卦进化大阵显化出来。但是这异兽的攻击是实打实的，那个将军说了，在这里死了就真的死了，所以不论真假，全力出手。异兽袭城，物种竞争，原来每一个进化时代都一样。不对劲，大阵显化的异兽怎么可能会这么真？我能感受到它血肉的温度。难道这些异兽是真的？那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银星城城楼之上，3尊黄金甲兵并排而立。金谷，如今人亡未归，城主沉睡，我们能守住这座城吗？数千年了，我们9座大城镇守着山海时代的阵眼，若是银星城陷落，那山海时代的那些恐怖异兽以及外神都将从地库归来，到时候不仅我们先秦时代复苏不了，现代的整片天地都会沦为人间炼狱。人王何时才能归来啊？人王肯定有更重要的事，我们不惜一切也必须守住这座城。这只异兽好强，有6阶顶尖的实力，处理他身后的那群小兽。这只异兽我来对付，刚好拿它练手。我想试试如今的我究竟有多强。小小的一名银甲人类，也妄图阻碍本王，让你们银星城的3位金甲出来还差不多。竟然有3位金甲，一名金甲就是1位祖境，难道先秦的龙国强到了这种地步吗？而且祖境还不知道是不是金甲全盛时期的实力。对付你，我一个人足够了，也不知道你的肉好不好吃。你在找死！剑化技，天煞3陨。战技，恶魔之手，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，否则你只会成为我的盘中餐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剑化技，熔岩崩，沉绵烈焰吧。战技，黑暗暴风雨，我让你拿出你的全部实力，听不懂吗？不要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可恶！你在激怒本座吗？很不幸，你成功了。今日我要你万劫不复。剑化技，赤炎地狱，给我死！这还像点样子，不过跟我想象中的6阶顶尖还是弱太多了。就你这样的6阶顶尖，我都不需要虎砍附身。战技，阴阳之门。这是什么战技？我竟然在里面同时感受到死亡与生命气息。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漩涡，这是生与死的门户。入此门者，坠星楼，万劫不复。给我死！新编第9团蒙大，独立绞杀兽潮，统领鹰狼王，将军功983点。神们，983点军功，这个新兵竟以6阶初期的境界，轻松战胜了6阶顶级的鹰狼王。报告将军，新来的第9团出了个强悍无比的新人，独自越级斩杀6阶顶尖王兽。人类本就比同境王兽弱，他竟然还能越级斩杀。走，我们去见见这个新兵王。一步数百米，缩地成寸，随便抬脚就能形成气爆，这是何等境界？我们城内的金甲将军都没有这样的实力。来人止步！这里是银星城重地，不得擅闯。退！
就是你斩了那6阶顶尖的鹰狼王。是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你们新编第9团真是让人意外，每一个都是能越阶战斗的好手。你们这次抗击受潮所获的军功，可以先去军备库兑换宝物，提升实力。这就是先秦军备库，太豪华了吧！6阶王晶，200军功1个；先秦古书大熔炉，1000军功1本；进化神花，2000军功1朵。什么？进化神花2000军功1朵？我们当初在昆虚拿到过1朵，没想到价值这么高。当然，进化神花能提升血脉纯净度，让野兽有更大的繁殖可能性，这在先秦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可惜了，我们当时当零食吃了，都没仔细品味。蒙大思索了片刻，兑换了4颗6阶王晶。如今的世界，吸收王晶能最快提升实力。很快，所有人都以军功兑换了自己想要的宝物。在这里比在外面进化快多了，只要给我们几个月，出去不得无敌啊！将军，我申请再次出战。其实银星城还真需要你们出手相救。将军说笑了，有你们3位在，哪里有什么需要我们救的？你们都救不了，我们更没办法。先秦9座大城镇守着山海时代的9个阵眼，可是如今阵眼出现了变故，银星城现世也是迫不得已，山海时代快压不住了。山海时代，跟我来吧。老大，你这王晶还不服用吗？这王晶我准备送给女朋友。什么老大，你有女朋友了？对呀，给你看，漂亮吧？还是她主动先追的我呢？羡慕啊，求指教。简单，我就用的这个星域脱单的，这上面多的是我们附近几百米的优质单身美女，长相身材你喜欢啥样的都有，照片还都是美女本人，真是靠谱。我这性格都不敢和女孩多说2句啊。你放心，这上面女生喜欢你就会主动找你聊天，你瞧，这一上线就10几个抢着打招呼的，回都回不完。这好啊，老大你赶紧给我弄个，娶媳妇就指望新语了。你直接左下角就能下，喜欢哪个美女想语音就语音，想视频就视频，脱单分分钟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个。这里就是银星城的阵眼了。这些石像都是现代从没出现过的巨兽。现代世界应该流传着《山海经》，其实里面所记载的异兽都是真的。那是一个巨兽时代，任何一尊巨兽都足以毁天灭地。那些异兽一直藏在地窟之中。将军，你们都压制不住的东西，指望我一个6阶吗？我可不想当什么救世主，也当不了。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们也不会寄希望于城外之人。银星城四面有4座封印，我们3位金甲与城主共镇4方封印。可是如今城主在阵眼中沉眠了，封印有缺，所以下次的异兽冲击会异常凶猛，恐怕会出变故。所以你们想找我补足这个缺口？没错，我能感觉到你对战6阶顶尖的鹰狼王依旧没有尽全力。每一个封印出口，在受潮暴乱时都可能会有阻境走出。你们还真看得起我，我没对战过阻境，只能尽力而为。但是情况不妙，我会明哲保身。就在这时，银星城上空一个巨大的真身虚影显现，是闯入银星城的鬼谷子。银星王莫夫，滚出来见我！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敢直呼城主大名！这个声音似乎是……没错，是他，士兵马大元帅。地势鬼子，他复苏了。属下金谷，属下金明，属下金镇，参见兵马大元帅。莫夫呢？擅离职守，令银星城显现，坏了始皇布局，这个后果他承担不起。城主镇守阵眼不幸沉眠了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苏醒。哈哈，沉眠，弥天大谎！莫夫以大阵屏蔽了我的推演，强行逆转封印阵法为极灵阵，导致阵眼松动，加快阵眼崩塌。我今日来，便是要在人王归来之前清理门户。报地窟阵眼异动，东城封印有兽潮涌出。报地窟阵眼异动，西城封印有兽潮涌出。怎么可能？异兽袭城不是每个月发生一次吗？距离下次异兽袭城还有3天，难道城主他？人王曾言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异兽，而是人心。莫夫啊莫夫，当年隐藏最深的叛徒真的是你吗？但我既然到了这里，你的一切谋划都将烟消云散。现在还不是山海时代该现世的时候，莫夫吸引我来，肯定已经有了牵制我的方法。蒙大，你与3位金甲镇守4方出口，不能放过任何一只巨兽离开银星城，否则世界将生灵涂炭。数千年了，哪有什么不变的东西？连人皇都已消失不见，忠诚守护早已随着数千年日复一日的抗争而流失。凭什么他人王可至极境，我莫夫只能枯守地窟？
山海时代要来便来吧，我要这天踏得更猛烈，我要我的踏天之路铺满白骨。吉林大阵启动，西南躲进这阵眼之中，要对付我就得毁掉阵眼，到时候这里会成为地窟通向地面的通道。不对付我，我便要你亲眼看着这数千年汲取的灵气被我吸收，号称算无一次的帝师。我很期待你如何破局。迎新城阵眼之外，四方出口魔气浩荡，一只只异兽疯狂往外涌动。我本不想当英雄，却一次次走上守护这条路。今日我蒙大镇守北城封印，谁来谁死！平了，富贵险中求，我龟王也想从乱世中崛起。就在此时，一只兔子魔气滔天，从封印中走出。卑微的人类也妄图阻碍一个时代。这只兔子太大了吧，难怪山海时代被称为巨兽时代。这只巨兽差不多现代的10层楼房那么高。比起它的身躯，更恐怖的是它的实力，那是祖境的气息。我感觉进入这迎新城就是个错误。卑微的人类也妄图阻碍一个时代。这只兔子太大了吧，难怪山海时代被称为巨兽时代。这只巨兽差不多现代的10层楼房那么高。比起它的身躯，更恐怖的是它的实力，那是祖境的气息。我看过《山海经》，这只兔子跟《山海经》排名108的天猴兔很像，它应该是天猴兔的后代。哎，我感觉进入这迎新城就是个错误。6阶以下的去清理小兽，6阶以上的留下来合击这只魔兔。不自量力，正好我太久没品尝过鲜嫩的美味了，今天终于能饱餐一顿。跨界而战，真是刺激。今天我老刘也想看看能不能吃上山海时代的兔子肉。进化技，天青羽毛。进化技，寒冰狙击。区区6阶初期也敢逆行法佐，找死！进化技猴兔分身八段摔。太强了！我原本以为我们都是6阶中的佼佼者，跨界而战未必没有可能，没想到这只兔子的一道分身，就让我没有招架之力。牛兄，你以雷霆领域限制他的行动。屏东王，你躲在黑暗之中，以狙击技扰乱他的攻击。祖境又如何？我今日便以最强状态来见识见识祖境的实力。一个灾厄奴仆，一个具有稀薄金金天虎血脉的后代。可惜了，如果你挣脱6道枷锁，或者你的老虎进化成为纯血金金天虎，我还会退避三舍。但今日，你和你的老虎都将成为我的食物。那今天就看看谁吃谁了。千虎之力容我身。战技恶魔之手。战技试验破灭杀。雕虫小技，这个时代没落至此了吗？就派你们这样的小鱼小虾来镇守封印。进化技魔兔无影脚。小黄使用虎铠融合技，虎之铠去。真当我还不了手是吗？战技黑暗暴风雨。极魔月之力，进化技魔月寒光斩。我与小黄任何一个都具有6阶顶尖的实力，但融合状态下依旧在这道月光斩之下受到了重伤。难道6阶真的无法战胜祖境吗？你能在我月光斩之下不死，已是奇迹，竟然还妄图战胜我，你的想法不仅可笑，还很无知。我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在挑战强者，曾经每一个高不可攀的对手，如今都被我踩在脚下。祖境也不过是我前行路上的些许风霜罢了。进化技阴阳之门。这个战技是6阶能领悟的战技，我竟然在这个漩涡里面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漩涡，这是生与死的门户。入此门者，坠心龙，万劫不复。给我死！可恶！你竟然伤了我！一只蝼蚁一样的东西也敢伤我，我便让你在死之前感受一下来自地狱的痛苦。
你不是嘴硬吗？你倒是站起来啊！山海时代的杂手存活的时间超过了先秦时代的那些古人，上万年的岁月才积累了压制我的力量。你有什么值得自傲的？我从灵气复苏到现在，进化时间不足1年。这个世界不缺天才，而我最喜欢的便是扼杀天才。人类世界那个先秦时代的千古一帝，不也在地窟之中苟延残喘，即将油尽灯枯？山海时代归来之日，就是你们这些人类覆灭之时。而你这个嘴硬的蝼蚁，不过就是任我把玩的开胃菜罢了。此刻被他疯狂砸击的蒙大眼睛中黑气涌动，原本被虎之力压制的恶魔气息在急速攀升。与此同时，银星城阵眼深处，无数的灵气从四方涌来，被阵眼吸收。一道人影降落在阵眼之外。莫夫，够了，你入魔了，你背离了始皇的路。帝师，你还是来了，可惜已经迟了。从我令银星城显现的那一刻，你就阻止不了我了。数千年的守护，你为什么非要背叛？如果人王破开天之极境的壁垒，那我们亦有成神的希望。你难道不想看看真正的世界吗？看看这进化迷雾之下究竟埋藏着什么真相吗？我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枯坐，厌倦了暗无天日的等待，我宁愿于当下活出属于我莫夫自己精彩的一世。我们的路背离了，出手吧，让我看看你这数千年有什么长进。我最后再叫您一声师傅。师傅，请赐教。6甲9章，天圆地方，45行，日月为光，先秦古术，6甲所使。你既叫我一声师傅，竟然妄图以我创造的古术击败我，莫夫回头是岸。动神灵鹰，法相有为，道中之道，神话须臾，先秦古术，破法之宝。师傅，你又变强了。在这银星城之内先秦之气的酝养下，你能发挥出化真身境界的实力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敢杀我吗？我与阵眼已经融为一体，我即阵眼，我死则阵眼崩。我不敢杀你，但我能替代你成为阵眼，以我自己来镇守银星之眼。武神从我，周游四方；无形从我，逆转阴阳。这是大阴阳术，是先秦古术的集大成之法，以己身换他身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。替换了我，你将一直被禁锢在这银星城之中。我的事情自然有人帮我去做，而你既然喜欢地窟，那就永远沉眠地窟吧。大阴阳术逆转。卑微的人类，你可真是个极好的玩具，我就喜欢玩弄你们这些心高气傲的天才，看着你们绝望又无能为力的样子。咦，奇怪，这小子身上的气息在急速增强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小子身上的灾厄不对劲，不行，不能再玩这只猎物了，否则要出变故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极阴极邪的力量覆盖蒙大的身躯，他的虎铠之上魔气汹涌。你打够了吗？你很不幸，激发了我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黑暗之力，所以你今天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你很不幸，激发了我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黑暗之力，所以你今天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让我死，就凭你也配？我乃天吼兔一族，在山海时代也是顶尖的存在。进化技，魔能天罚。我这一击曾经秒杀鸡王以及高天元蛛王，但这只魔兔竟然只受了重伤，到达6阶，并在虎铠状态下再次恶魔临身，身体没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了，但是使用一次便到了身体的极限，无法再用出第2击。这小子太诡异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在6阶就能使用灾厄力量到这种程度的异端，这已经接近灾厄本体1%的力量。如果是个普通祖境，可能今天真得再在这里，但我是祖境中期，我带着山海时代的使命而来，更带着我族的祖血。服用祖血。随着魔兔服下祖血，一股来自远古山海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魔兔身上魔气滔天。不好，西城封印出现了变故，那是蒙大镇守的出口。
完蛋了，那是走进巅峰的气息。蒙大一个六阶拿什么手？银星城要陷落了。别做垂死挣扎了，你们不过是时代之下的尘埃罢了。进化技，魔能天罚。进化技，天青之矛。进化技，寒冰剑雨。进化技，黑暗暴风雨。迎接你们的死亡吧，蝼蚁们！老先生，是你？你不是在镇守镇眼吗？他身上的气息不对劲，他的身躯是虚幻的，这不是他的真身。我的真身被困在阵眼之中，这是我的化身，只能出手一次。八阶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灵气稀薄的时代，怎么可能容纳得下八阶？看好了，这便是化真身的力量。死了。在服用足血后，这只魔兔拥有了祖境巅峰的力量，竟然在这道虚幻化身之下不堪一击。6阶与7阶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，那7阶与8阶就是天堑，难以想象9阶会到什么地步。而那位传说中的人王更是到达了天之极境。蒙大这次出手，我的这道化身便会彻底消散了，而我也将长时间被困阵眼之中。强大如你都没法改变局面吗？强大吗？也许吧，但有些东西强大如始皇也无能为力。蒙大，我数次出手，是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守护。在大昌，你即使身死，也要捍卫全城平民。在这银星城之中，面对7阶巅峰，不曾退后半步。当年始皇给我的任务，不只是复苏先秦时代，他还告诉我，如果能找到有希望突破壁垒并且心怀天下的天骄，便不惜一切帮助他。如今我被困阵眼，很多事情没法再去做了。我希望你可以带我行走世间。蒙大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你救我一命，对我有再造之恩，师傅收我一半。好，你是我第11个徒弟，我是始皇之师，希望你未来能走到始皇的高度。今日为师便送你一个拜师礼，先秦古树3花巨灵长弓。这是我这道化身的全部力量，里面有我先秦时代的古树结晶。既然你要带我行走世间，那自然不能弱了我的名头。先秦阴阳术将与你身体内的猛虎之力、恶魔之力并存，成为你身体内的第3股力量。祖境之下，只要时间都可以达到，而8阶化真身非天骄不能至。师傅，什么叫化真身？所谓化真身，就是把身体所修力量浓缩到极致，成为一个化身。而你拥有3种不一样的力量，将来有可能凝聚3道化身。当3道化身回归本体，便是9阶天境。但你3道化身突破天境，会比普通人难上100倍。快看，蒙大的身上的气息在急速攀升，已经到6阶后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他的身上兼具3种力量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想想曾经的他在峨眉山与我打得有来有回，可是如今我却难以望其项背了。随着鬼谷子传功结束，蒙大的境界来到了6阶巅峰。蒙大，记住，跨过群山才可以见到顶峰的风景。我希望你可以成为当代的人王，始皇一个人走得太难了。当代人王，这个压力太大。如今的我境界突破到了6阶巅峰，现在的实力面对之前的魔兔也无惧了。银星城之外的横断峡谷，此时无数外域势力守在外面。老大，我们还不进去吗？再不进去，宝物就被人拿光了。你没感受到里面的杀伐之声吗？里面危机重重，不如等在这里坐收渔翁之利。快看，银星城上空的光芒闪烁，一定是有天大的宝物出世。有人出来了，猴子、乌龟、猫头鹰，还有牛蛇。为首的那个人似乎是瀚海之主蒙大。蒙大，那个号称龙国的最强者，一次5阶顶尖到6阶初期的实力，耗尽生命力能爆发祖境的灾厄之力。老大，那是他之前的实力。如果蒙大在银星城获得了一些机遇，恐怕实力还会有所提升。怕什么？这次不仅禁忌之海出动了一尊王者，玛雅古城、亚特兰蒂斯神殿、埃及古塔都有古王者前来。慢着，蒙王，我们这么多王者在这里，不准备拿出点东西尽下地主之谊吗？是该尽下地主之谊。你们想要什么呢？我们要的不多，你们在银星城获得的好东西，分我们8成即可。怎么，你们不敢进银星城冒险，准备来抢我的东西？不过8成确实不多，你们看看这个宝贝如何？
这是七阶祖境的气息，是七阶王兽的骸骨。这骸骨不止王晶是至宝，皮毛血液都是天地灵气的精华。萌王，你的运气真不错，竟然在这古城之内找到这么一个宝贝。这七阶王兽真要分给我们吗？找到？会不会这只王兽是我猎杀的？猎杀？怎么可能？这只王兽至少是祖境中期，甚至后期。你一个区区6阶，即使以生命为代价爆发灾厄临身，也不可能猎杀它。是啊，世界18大洲，每个州的最强势力都有祖境战力，但是没有谁敢说能击杀这只魔兔。那这只魔兔就在这里，你们准备谁来拿呢？还是说一起来？这东西我愿意分你们，要是你们不敢拿，那我就走了。可恶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巨鲨王在禁忌之海也是响当当的王兽，还会怕你这么一个人类小子？魔兔骸骨，我就笑纳了。哎，今晚蒙氏堡垒的餐桌之上又要多一道菜了。一招秒杀禁忌之海4王之一的巨鲨王，这个蒙大有祖境的实力。快退！这个蒙大太可怕了，原本以为我们足够高估他了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。走，龙国真可怕，我一辈子不来了。先回蒙氏堡垒开洗，接下来我会一一败毁他们这些古势力。按照师傅所说，9州竟然不局限在龙国，世界18大洲原本是一块完整的陆地，那才是完整的9州。找到失落的9州，重启9州大阵。师傅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，那我刚好一并收拾了这些蛮夷。开洗了！这是7阶祖境的魔兔之肉，今天大家敞开了吃。这只10层楼高的兔子，不止肉质鲜美，其中蕴含的进化能量，不是那些3、4阶的王兽能比的。老大，我突破了！这一口兔肉让我从4阶跨越到了5阶，不愧是祖境兽肉，加入蒙氏堡垒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别光吃兔子，这鱼也是禁忌之海的一尊王，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顶级食材。对，再炫一碗鱼肉。分食了这只魔兔与巨鲨，估计佛侯龟王他们都有突破6阶的可能，其他人实力也能提升一大截。老大，禁忌之海听说我们吃了他们的一尊王，整个海域都沸腾了，要求我们赔偿100颗5阶王晶。100颗5阶王晶，好大的胃口！既然他们开口了，那就给他们送过去，看他们敢不敢要了。鬼师传功时告诉我，9州之一的神城落月城就在禁忌之海区域，不过沧海桑田，如今这座城已经沉入深海，我们得与那些神城之下的灾厄及山海巨兽抢时间，在神城崩塌之前提前拿到神城控制权。深海之下的城，如果能占领，以后鱼肉就有着落了。别老想着食材，龙州境内目前情况如何了？昆虚不断有机在复苏，但是基本落头就被秒。昆虚之地时常传来机组的无能怒吼，其他神藏之地与千山群兽很明智的不再反抗。在见到我们蒙氏堡垒秒杀禁忌之海巨鲨王之后，陆续开始有王兽进攻，祈求一方庇护。千山来朝，龙州总算安定了。大龙，你以前是公司总经理，对管理有一套，安排好这些王兽，只要他们不继续危害人类，就可以放他们一马。是时候往深海走一遭了，找到失落的9州，不仅是救先秦，也是救我们自己。老大，好消息，蒙氏堡垒答应了赔偿我们150阶王晶，那边已经出发送王晶来了。什么？真要赔？我们就声讨一下罢了，这怎么办？那蒙大可是有祖境实力，我们禁忌之海最强战力也不过区祖境中期而已。那个蒙大有阴谋，巨鲨王就是相信了他会交出魔兔才不幸遇害，他这次来我们禁忌之海，肯定是想对我们出手。别急，我们禁忌之海归属于深海联盟，全球18大洲36海域，陆地海洋分区而治，他敢对付我们，就是想掀起陆海之战。深海联盟不会容忍这些陆地王者染指海洋的，海底10万米之下有着深不可测的王者，惹急了我们就去找黑暗里的那些王求救。天圆地法，6甲9章，45行，日出东方，女友在何方？不是吧，老大，你以88法诀找女友，我都在爱聊找到了。这东西不靠谱吧？放心，人1.5亿用户大平台呢，很多同城本地美女都在玩。怎么玩啊？简单，你点我左下角进去，新人直接给匹配1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不用担心自己嘴笨，都是女生主动找你的，语音视频都行，看你喜欢。就1-2G 的内存又不占地方，动动手指头就能跟美女聊天了，都在本地恋爱多方便。行，我一会去看看。画像显示，9州之一的落月城就在这附近100里了，但恐怕我们得潜入海底才能看到。怎么进禁忌之海这么久了，也没看到啥王兽？不是说深海之中王兽很多吗？禁忌之海太大了，
尤其是如今世界开始折叠延展之后，禁忌之海比以前大了近10倍，所以很难见到王兽。而且海族跟我们人类一样，也是有聚集地的。据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城市，而不是游荡在这些荒郊野海。快看，那里有一只海龟王！龟兄，我是野海来的，请问一下最近的海城在哪里啊？你秃了帽吧？都5级海龟了，竟然还没去过海城？从这里往海里西南方前行2万米，就可以到达地蟹王所在的领城。龟哥，你被鄙视了！我明明就是山龟，怎么就成海龟了？2万米，在海洋万米之下，我们陆地王者战力会受到极大压制，5阶之上受到的压制会小很多。5阶顶尖以上的和我一起下去。随着蒙大一行人不断前行，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在众人眼中显现出来。难以想象，海底竟然还潜藏着这样一个世界。海洋本就比陆地大得多，而且即使在科技社会，海底也是未知的存在，所以有这样的场景也不足为奇了。快看他们怎么回事，在有序的朝着一个方向前行。跟上去。天哪，这里竟然真的存在一座海底之城！海明城，这就是那只海龟所说的海底城市。按照师傅给的9州神城指引，落月城就在这附近100里之内。这座城是当年的落月城吗？什么人？有进城许可吗？啥进城许可？我们是郊外野海来的。你看我是不是眼瞎？你们这4条腿的站着走的天上飞的，连鱼尾都没有，还郊外野海来的，骗瞎呢？瞎哥，看这里，你看这5颗4阶王晶像不像进城许可？哦，这光泽，这纯度，确实是进城许可无疑了，进去吧。小樱，你咋把人类那套学会了？你们就说好不好用就完事了。好用是好用，但照我说，就该直接打进去。龙国第1势力的盘面还是得有。我们第一次来深海低调些没坏处，不过这海明城确实比我想象中弱一些。照理说，如果这是当初9州之一的落月城，那这地下肯定埋藏着无比巨大的灵阵，这里的进化能量将浓郁到极致，会成长出更多的高阶王兽。会不会落月城如同横断峡谷的银星城一样，需要一定条件才能显化？找人出来问问。瀚海蒙大前来拜城。老大说好的低调呢？瀚海蒙大前来拜城，城主出来一见。随着蒙大大喝，一股庞大的声波席卷整个海明城，城内无数虾兵蟹将被这道声音的实力震惊。海明城蟹宫之内，一只数10米高的帝王蟹听到这道声音的一刻，急速往城内赶去。这些长着脚的兽应该是来自陆地的，一群陆地王者也敢来海明城撒野，怕是不知道这是谁的领地。地蟹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，禁忌之海4大王同气连枝，这些人将要面临数位王者的制裁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巨蟹身影从深海之中显现。车者，是城主来了，请城主出手，惩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喧哗的人类。闭嘴！眼前的这位是龙州的最强者蒙王，强者岂是你们能点评的？过。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就是禁忌之海4王之一的地蟹王了。蒙大，我不想与你为敌，巨鲨王遇上你是咎由自取，你走吧。怎么，你们不是要我赔偿100颗5阶王晶吗？如今我来了，却要让我走？蒙大，你非要与我们海族为敌吗？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禁忌之海是深海联盟的一员，真要打起来，我们并不怕你。要我走也可以，告诉我落月城的位置。什么落月城？我不知道。不要告诉我你们派出巨鲨王来只是单纯的寻宝。龙州那么多宝地不缺，但银星城现世不惜跨越万里海域也要前来，因为你们明白银星城的特殊。只是我的出现打乱了你们的计划。蒙王，你误会了，巨鲨王前来确实就是寻宝。银星城与落月城同为龙州神城之一，我是为了落月城来的，而且不止你们落月城。在这之后，我会收回每一个神城的控制权。告诉我落月古城的位置，否则今日我血洗你海族。收复9座神城，蒙王你好大的胃口！你可知道如今各个神城的占据者是什么存在？既然你想看，那我便带你去看看。跟我来。蒙王你好大的胃口！你可知道如今各个神城的占据者是怎样的存在？既然你想找落月城，那我便带你去看看。跟我来。地蟹王带着蒙大一行人一路前行，很快，一艘海底沉船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一艘巨大的船，或者说这不叫船，称它为巨舰更合适。
谁能想到万米海底之下竟然藏着这样一艘参天巨船？即使以现代的造船技术，也无法造出这么大的船吧？你带我们找古城，结果把我们拉到这座破船面前做什么？你们仔细看，这艘船的形状像什么？月牙，像月牙，形似落月，难道这就是落月城？但是这也太牵强了，这艘船再大，我也无法将它与古城联系到一起。没错，这就是落月城。外面看只是一艘巨船，但是里面折叠延展，是一座超级巨大的城市，并且只能进不能出，极度恐怖。不对啊，如果不能出，你怎么知道里面的状况？在红月降临前，这艘船还只是普通的一艘船，我当时就生活在里面。但是后面这艘船越来越恐怖，寂灭者频频出现，船上的海族离奇消失，我们拼死才逃出，便再也不敢进去。你们看，船上有黑影在盯着我们，似乎是一只章鱼。那只章鱼曾是我的好兄弟，没抵挡住古城的诱惑，逃出后再次进入古城，形神寂灭，成为了这艘船的船员。我说的寂灭是完全死亡，而不是像你们外界看到的古人古兽只是单纯的身体死亡。除了船员，船上还有水手、炮手、厨师、大副等神秘存在，船长更是深不可测。古城就在这里了，你们要去便去吧。老大，我们要去吗？看样子这艘船确实危险。你们见过山海时代的那些兽？排名108的天吼兔族群里的一只小兔就让我们难以招架。如果山海时代真的降临，我们怎么办？这落月古城我们必须进去。何况这个古城既然是先秦所建，我身上有鬼谷子传承，未必有那么危险。如今我们这里的人依靠兔肉以及巨鲨肉，都已经突破6阶，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情况了。蒙大一行人逐渐往沉船靠近，在接近100米时，蒙大只感觉一股庞大的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单是这气势就足以让3、4阶的小兽颤抖，但仅仅凭气势阻挡不了我。登船！在接触古船的一刻，虚空中一阵水纹涟漪涌动，蒙大一行人被吸入古船之上。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阴暗的古街，街头一道船员打扮的人影缓缓出现，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气息，仿佛一滩死水。登船者你们好，欢迎来到落月古船，请出示你们的船票。船票？银星城需要门票，落月城需要船票，倒也挺合理。我们这里7个人，这里是7颗5阶王金，但是这船员见着王金却不为所动。没有船票，那就需要以生命为船票了。什么？5阶王金不行？银星城的门票就是5阶王金啊？难道每座城所需的门票不同？未持船票擅闯古船者，死！一个小小的船员就想让我们死，你们落月城也太自大。等等，这是先秦古树，你是帝师弟子，你也是为了帝城城主位置竞争而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可以免除船票进去，但即使是帝师弟子，也要在船上经历多重考核才有竞争的资格。先进去吧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他所说的几个关键词，一个是帝城的竞争，这里不是落月城吗？为什么又叫帝城？还有他说我们也是为了帝城来的，说明来的不止我们一拨人。这座沉船可能只是个入口，地蟹王只知道里面是个折叠空间。既然是个折叠空间，那入口分布在多个地方也正常。就在这时，整片区域一道嘶哑空洞的声音响起：乘船者接受考核，合格者审，不合格者死。你让我们接受考核？怎么考核啊？踏足古船的一刻，你们便是试炼者了，你们将面对最残酷的战场。这座船上有一座试炼之塔，名为月之塔，你们的试炼便是通过一步步的关卡，踏足月之塔的顶楼，登上古船顶峰，便能控制古船起航，驶往帝都。帝都？难道是先秦9州的都城？都还没告诉我们月之塔在哪里呢，声音就消失了。远处黑暗之中，一座高塔高耸入云，上面有个月牙标志，那应该就是月之塔了。但前往月之塔的过程可能会遇到无数的寂灭者，他们没有意识，只会胡乱攻击闯入者。看，那里有古船地图。从这里走过去，要经过水手区、炮手区、船员区、厨师区等区域。如果地图没错的话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水手区边缘了。就在蒙大话音落下的一刻，黑暗之中一道道人影显现出来，他们身穿水手布衣，如果一个个黑洞一样，没有任何气息流露出来，竟然都是寂灭者。我们不惧风暴，不惧海浪，我们是巨浪水手，我们是海洋歌者，
我们也是天灾，欢迎你们。久违的试炼者，我们不仅是水手，亦是你们的死亡见证者。毒海狂涛，小心，这些水手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？净化剂绝对防御。这些水手已经没有意识了，他们只是在遵循着本能行事。这些海浪具有极强的腐蚀性，每次巨浪拍来，我的防御罩都仿佛受到万斤巨力的击打。要不是吃了兔肉跨入了6阶，恐怕一浪都接不住。不过还好，单靠这些海浪挡不住我们。在见到船长之前，我尽量不出手。你们如今都已经突破6阶，牛兄更是距离祖境只差1线，完全能独当一面。海洋赞歌。这歌声古老而肃杀，我仿佛听见了海洋的呼吸。防御罩破碎了，净化剂千钧壁垒。帅啊，龟哥，你这6阶净化剂太强了。当然，我这净化剂不只能防御，壁垒之上的矛更是极强的进攻手段，万矛齐发。矛根本接近不了他们，一层无形的涟漪挡住了我的攻击。龟哥，你这技能以防御为主，攻击低很正常。既然如此，试试我的新净化剂。净化剂次元之刃，斩杀了一个水手，但是他们的赞歌还在继续。还有我们的净化剂天青之矛，净化剂天火炎宝，净化剂试验破灭杀。我大龙不出手，还真当我病猫呢。净化剂击杀剑，歌声停止了，破开这道海洋赞歌，我们应该就可以突破水手区了，否则这试炼也太难了。不，你们忘记他们所说的话了吗？我们是巨浪水手，我们是海洋歌者，我们也是天灾。他们的下一个攻击可能是天灾。你们忘记他们所说的话了吗？我们是巨浪水手，我们是海洋歌者，我们也是天灾。他们的下波攻击可能是天灾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水手们缓缓升空，他们的手上有光芒在缓缓凝聚。以我亘古不灭的灵，拉开那岁月的遮影，再现末世浩劫，海洋天灾，海上红月神。一轮巨大的月亮从海面升起，其中蕴含着极度嗜血的力量。这是在再现先秦落幕的天灾场景吗？我们面对的是虚假的红月，而先秦的那些古民在当时可能面对的是真正的红月。出手，速战速决，净化剂次元之刃，净化剂天青之矛，净化剂天火炎宝，净化剂试验破灭杀，净化剂击杀剑。你们发现没有，在红月血蚀之下，我们的身体在一次次被冲击，但是有生机之力在缓缓修复我们的伤势。这红月毁灭力量之下，也蕴含庞大的生机，这是天灾，也是天馈。扛住这波攻击，我们将获得天大的好处。黄苍岩，人定胜天，不惧天灾，不惧苦难，才有前行的资格，才配朝拜帝都。试炼者，当你们面对天灾，面对红月，可曾畏惧？我们心中就没有恐惧这个词。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逆流者，反千山，反神藏，逆行法古。天灾又有何惧？天灾为我洗礼，我必将成为万古第一牛。就在这时，天青牛蟒上空，一道金色雷电劈开血火，他的身上一股祖境的气息在攀升。牛兄突破了，跨入了7阶，我们也不会落后，给我突破！我跨入了6阶中期。众人一个个突破，红月之中的毁灭力量在迅速减少，紧接着开始剧烈膨胀。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红月突然破碎。红月消散了，没想到竟然是以大爆炸的形式消散。先秦的红月灾变也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吗？如果我们现在的红月也来一次大爆炸，那我们还有多少人能存活？
在魔月之下幸存，你们已经具备了前进的资格。希望你们能在塔顶与我相见。这个落月城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比同为九州神城之一的银星城强大那么多？或许是因为它沉入海底，海底灵气富集导致复苏程度更大的缘故，如今已经出不去了。继续前行吧。随着蒙代一行人一路往前，才发现这座古船真的堪比一座超级大城，只是城内如今黑暗破败，早已不复当年盛景。就在这时候，前方黑暗之中，一道章鱼的阴影若隐若现，他的触手之上，一把10米大刀闪烁着寒光。欢迎你们，试炼者，我是厨师天章。我已经好久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材了，今日我一定会将你们做成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。那不是我们地蟹王的兄弟章鱼王吗？怎么现在成了古船之上的厨师？不止厨师，他的身后还有炮手、船员。糟糕，这船上的炮手、厨师一起来了，他们可能比之前的水手还难对付。牛鸡归吼，品种倒是齐全。今晚我们这些船上的员工终于有口福了。什么鸡？本王是鹰，是鹰！可恶啊！你羞辱我，今日我要你死！进化技，次元之刃。你蹦跶的越欢快，做成的菜肴就越美味。进化技，屠神一刀斩。小鹰，小心！进化技，千钧逼雷。你这乌龟还挺硬，拿来炖汤倒是不错。你的章鱼触手拿来做铁板鱿鱼更不错，你咋不自己把自己给烤了？想吃我得最尊贵的时刻才行，但你们显然不行。进化技，飞轮刀。突破祖境之后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战力到了什么程度。这只章鱼是祖境初期的战力，刚好拿来试试手。战技，天青雷招。好强大的雷霆力量，但是以这种实力想见船长还不够。老大，牛王突破祖境之后实力大大提升，竟然只是和这只章鱼不分胜负。这只章鱼你们合力对付起来不难，我担心的是他身后的炮手，他们躲在阴影之中，随时会攻击我们。而且船员、炮手、厨师能一起集结，那船上的大副会不会也会提前出手？这座城的复苏程度高于银星城，那大副以及船长可能有祖境后期甚至巅峰实力。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全部实力，那你们只能死在前往月之塔的路上了。落月炮手如同轰碎山海巨兽一样，轰碎这些试炼者吧。黑暗之中，一群驾着火炮的船员出现，他们的火炮之中有神秘红光在缓缓凝聚。红天炮。这不是我们的现代火炮，这是以净化能量凝聚而成的净化剂。我的防御在他们的攻击之下很快千疮百孔了。试验破灭杀。真是难缠，这些人的攻击方式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些原本倒地的炮手竟然又站立起来，他们的火炮再次闪烁着幽幽红光，缓缓聚合成为一门超级大炮。结合月光炮。这门炮的气息极度危险，它的攻击力足以达到祖境中期。试炼者，感受一下来自先秦时代的火力吧。战技阴阳之门。挡住了，这是生与死的气息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小子才6阶巅峰，怎么可能同时掌握2种截然相反的力量？不止如此，他身上还有先秦阴阳术的气息。帝释将一道化神的灵气灌顶给了这个小子。这个人类身上藏着3种力量，一道来自灾厄，一道来自猛兽，一道来自先秦阴阳术。大副，您来了。糟了，这只章鱼和这些炮手就够难对付了，没想到现在又来一个大副。我很好奇帝释选择你这个现代人的理由是什么？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参与都城的竞争？你既然踏上了落月城的试炼之路，那就全力出手吧，让我看看被帝释选择成为当代人王的人会是什么实力。鬼市既然选择我收复九州神城，就没有人能阻碍我前行的脚步。你不行，落月城的船长不行，你口中的都城也不行。小黄、胡凯融合。
战绩：黑暗暴风雨。先秦古树，天行剑阵。小黄胡凯融合。战绩：黑暗暴风雨。先秦古树，天行剑阵。小子，拿出你的全部实力，否则今日你将止步这里。我既然答应了鬼市主托，就不会在这里停下。想让我拿出全部实力，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。果然是帝师的传承，就是不知道你得了帝师几分精髓。先秦古树，四方诸魔掌。战绩：恶魔之手。天掌一起出手，这个小子至少足尽后期实力。越强的人被做成菜肴越好吃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进化界刀之圣脸。先秦古树，逆转阴阳，给我退！大父，我们两人一起出手，竟然也拿不下他，而且他似乎还未尽全力。还没有尽全力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借用这古船之上的落月大阵，试试你的极限在哪里。以先秦之力，借落月之辉，落月大阵，赐予我越界的力量吧。就在这时，整片古城上空，一轮明月竟然缓缓显现。这是以净化之气凝聚的虚幻月亮，以大阵现新月。始皇部下这些大阵究竟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你如果能走到帝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小子，你是帝师弟子，我不会杀你，但是想过我这关没这么容易的。现在便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先民的力量，借落月之力，斩先秦古树月皇。话真多，你以为靠着落月大阵可以阻止我吗？那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。蒙大又变强了，难道是吸收了山海异兽的力量？不可能，哪来那么多山海异兽给他吸收？最近左下角的山海经，除了小游戏不用下载，很多人都在玩。这次的异兽还做了3D 升级，异兽种类更多，技能属性更强，看来蒙大也是完了。山海经那都几千年前的东西了，我不会再去玩了。可是除了原来的系统孵化、异兽吞噬，这次还新增了野外探索系统。遇到低资质异兽直接吞噬进阶，遇到高资质异兽还能捕捉书籍。只要合理搭配异兽阵容，去推土帕塔对战冲榜，我们就能早日成神称霸蛮荒。现在新人上线送1288周和海量资源，老玩家还有额外福利，反正不用下载几点积分。你确定不去左下角玩玩？既然这样，我再去看看好了。这是灾厄灵神。这个人和我们所见过的灾厄序列都不同，他竟然拥有完整的意识，他身体内的其他力量压制了灾厄力量，也许他真的可以与帝都的那些人竞争。灾厄之力容我身，猛虎之力容我身。如此。我们败了，没想到一个现代人竟然走到了如今的地步，并且集结了这样一支强悍的队伍。小子，你很不错。现在我有资格前往帝城了吗？当然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帝城的人从未死去，战神白起、摩顿蒙恬等大秦4大战将一直在帝城以大阵遮掩生机，他们不会让你轻易复苏帝城的。大秦崇尚杀伐，崇尚竞争，掌握帝城，即掌握九州大阵。当九州大阵重启的那一刻，天地进化之气汇聚九州，帝城城主将受到最大的负责，并且4大战将里面出了一个隐藏的叛徒，他暗中勾结了弟弟的故事里一统夺城，所以你复苏九州神掌之路很难。叛徒？怎么又是叛徒？数千年岁月，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。去吧，船长在月之塔顶楼等你。老大，这里太乱了，感觉我们被牵扯进了一个漩涡之中。乱世求生，犹如扁舟渡海，身在其中没有办法。看，那就是月之塔了。这座塔是这座古城的最高点，也是落月大阵的阵眼。无数净化气息涌向月之塔，整座塔身之上的净化气息极其浓郁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进入船中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星空塔楼。
塔楼之上高悬着一幅巨大的地图，日、月、星、水、木、火、山、风、雷，环绕着中心一只龙形图案。这幅图是什么意思？这难道跟九州神城有关？你们终于来了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你是船长？你们也可以叫我魔头猛武。我已经守护这座城数千年了。你很不错，身具3种力量。假如有一天能突破9阶，或许真的能与始皇一起杀向深海时代。如今都城混乱，各路复苏的势力进入都城。你既是帝师传承，那便尽快前往吧。都城在哪里？银星城于峡谷之地显现，落月城藏约海底万米之下。你觉得都城会在哪里？难道在地底？你倒是不笨，先秦时代藏于10万米的大地之下。若不是地壳延展贾莫夫叛变，银星城也不会显现在地面。不止九州神城，龙州的神葬之地，古千山势力，外域的各个古传承，都在地底等待重见天日。所以你前往都城，也许还能遇到你的老仇人。老大，那我们岂不是又能吃鸡了？吃过一次之后，我一直念念不忘。那只鸡足可是祖境，肯定更好吃。船长，起航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那些王兽上了年份，肯定更好吃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以先秦古力其落月大阵，千年积攒的天地之气化为元力，驱动这沉落千年的古船吧。就在船长话音落下的一刻，整座古城发生剧烈的震动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开始驱动这艘万米海底之下的古船。他动了，他动了！老大，难道蒙大他们真的发现了落月城的秘密？可恶啊！原本以为这座城已经没落，才指引他们进去，没想到竟然让他们捡了这么大的便宜。不，绝不能将这座城拱手送人，立刻去禀告深海联盟。船启动了，开始在深海中航行。不是说都城在大地之下吗？我们在海中航行，怎么能到大地之下？别急，马上要进入地下海了。随着船长话音落下，落月古船一头撞向海底峡谷之上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古船并没有破损，而是进入了一个地下空间。这就是地下的世界吗？谁能想到地底之下竟然有一条无比宽阔的河流？这条河被称为龙河，在先秦时代，这条河以龙形河道连接着九州，沿着这条河航行7天，就可以到达都城。都城就在龙头之上。这就是地下的世界吗？谁能想到地底之下竟然有一条无比宽阔的河流？这条河被称为龙河，在先秦时代，这条河以龙形河道连接着九州，沿着这条河航行7天，就可以到达都城。都城就在龙头之上。此时的地下10万米深处，一片蛮荒，这里四面全部是泥土与亘古的山峰。蛮荒大地之上，一座巨大的黄金古城悬浮在半空之中，闪烁着亘古的神光。城墙之上，一道人影手持巨斧，双眼之中有雷霆闪烁。落月古船启动了，提前复苏的帝师找到了新的继承者。3局一起拆序分享，起。兄长，你将我唤醒所为何事？血鱼王逆行者出现了，已经进入龙河，去阻止他。地下世界太广阔了，除了没有天空，其他的与地面世界没啥两样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好多鱼，密密麻麻，恐怕得有几十条。没想到地下河也充满了神奇。不对劲，有砰砰砰的声音，难道这些鱼在袭击我们？大事不妙，这是龙河的食人鱼军团。听着船长的那声大吼，众人心头一惊。这些密集的鱼群，单独一条也就3、4阶，最强的也不过5阶，但几十上百万条一起袭船，这落月古船能防护得住吗？如果古船防御不住，我们都得像那些古人一样沉眠地底。鱼群速度太快了，再持续攻击古船，必须阻止他们。我去吧，我的次元之刃是群战大杀技。小小食人鱼，受死吧！进化技，次元之刃。小鹰的次元之刃虽然是群体杀生技，但是一次只能击杀几十只食人鱼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这几十上百万只食人鱼，即使10个小鹰进化能量耗尽也杀不完。船长要控制古船，解决这些食人鱼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战技，恶魔之手。还是老大给力，这一击之下，
成百上千的食人鱼死亡。别高兴太早，这鱼不对劲。你们仔细看，那些死去的鱼去哪里了？我的天，死去的鱼被同类食人鱼吞食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每吞噬一只同类后，那些鱼身躯就会大上1分，而且实力也随着提高1分。这怎么办？杀也不是，不杀也不是。此时，远处一波又一波的食人鱼再次袭来，没有言语，没有句意。如果不控制这些鱼群的攻击，这艘古船很快会出现破碎。大家一起出手！净化剂，天青雷状。净化剂，天火炎爆。净化剂，七杀剑。可恶！虽然剩下的鱼越来越少，但却越来越强大，每一只都有5阶的战力。小心点，鱼王恐怕要出来了。就在蒙大话音落下的一刻，远处水面之上出现一个巨大漩涡，漩涡之中，一个红色鱼头缓缓显现。这鱼太大了吧，恐怕得有上百米，这还是食人鱼吗？幸好它的气息不算强大，估计只有祖境中期实力，完全不是老大的对手。看样子我们晚上可以加餐了，还没吃过鱼王呢。别高兴太早，你忘了这些鱼是可以互相吞噬的。说吧，你为什么来狙击我们？一个现代人好好待在地表世界就好，为什么非要参与地城之争？搅局者的结局就是死亡。就凭你就想拦我？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。净化剂，水龙诀。好强，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现代人的力量，看样子不尽全力是对付不了你了。净化剂，梦幻泡影。这食人鱼还会吐泡泡，一个泡泡就想解决我们，太好笑了吧！净化剂，龟波泡。可恶，我6阶中期的一击，竟然连个气泡都破不了。想破我的梦幻泡影，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。虽然这一招杀伤力不大，但是能把你们困到死。是吗？战绩，黑暗，暴风雨，给我破！你竟然爆发出了祖境后期的实力！可恶啊！若是在以前，我可能会放你一马，但是如今我即使拼上全部，也要灭了你！小的们，与我融合，助我跨界！随着鱼王的话音落下，四面八方的食人鱼疯狂往鱼王口中汇聚，鱼王的气息在迅速增强。快阻止他，否则他的实力会提升到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想阻止我？完了！净化界，鱼龙门。河面之上一阵能量涌动，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座巨大的虚幻。血鱼王身体一跃，进入古门之中。而就在血鱼王进入古门的那一刻，天地之间竟然响起一声龙吟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那是龙吟。龙？怎么可能？那种生物无敌于天地间，跨越神话时代及山海时代，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老爷们，迎接你们的死亡吧！鱼龙鞭。那只血鱼的头上长出了龙角，气息达到了祖境巅峰。这只鱼以进化能量具现了龙形，但并没有龙的血脉，尾鱼龙罢了。尾鱼龙，好大的口气！即使是尾鱼龙，愿你们蝼灭蝼蚁！鱼龙吞噬，给我死！小黄，胡凯融合，先秦古树，阴阳逆转。难怪地城的人要我拦住你，你不仅契约了具有精进天火血脉的猛虎，还获得了先秦传承，将对他们掌控地城造成极大的威胁。吃了你，我也许有机会反祖，觉醒一丝龙之血脉。就你也妄图成龙，痴心妄想！你想吃我？难道让你来阻拦我的人没告诉你我身上具有3种力量吗？什么3种力量？灾厄、灵身！给我死！他死了，一只小鱼竟然也敢阻拦我们的去路。如今我虽然能发挥出祖境巅峰的实力，但是境界只是6阶巅峰。吞了这只鱼龙的王晶，那实力能在到达地城之前提升1大截。既然如此，吞噬！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王晶崩碎，一股精纯到极致的进化能量爆开，涌入蒙大的身体。蒙大只感觉自己脑海之中一句灾厄之力、猛兽之力、先秦古力，3股力量以蒙大为主。
围战场，对王晶能量展开激烈的争夺。随着咔嚓一声轻响，蒙大的头骨枷锁竟然开始有破碎倾向。就在此时，王晶的能量却随之耗尽了。可惜了，还差一点，没有突破枷锁，但是依然达到了半阻境。全力出手，估计能发挥出接近化真身的力量。你们能拦得住我去地城的路吗？这头龙鱼，你们煮来吃了吧。随着龙鱼的陨落，接下来几天的行情出奇的平静，大家疯狂吃肉来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地城浮空岛上，一群人站在平台之上等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异兽，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数千年没有见过城外之人了，能从地表走到地下，这个人类肯定不一般。好歹是地师鬼谷子选中的人，实力肯定是有的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地师放着我们城内那么多天骄不选，偏偏选中这么一个现代人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即使是地师传人，想入住地城难度也不小。看落月船靠慢了。他们似乎在等我，但是身上的肃杀之气显得不那么友好。不过也很正常，人总是排外的。欢迎你，地师传人。看样子实力也不怎样，就这弱不禁风的样子也想掌控地城，他配吗？放肆，不可对地师传人无礼，退下。虽然嘴里说着退下，但是却没有阻拦，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啊！没事，对于你们来说，我是城外之人，不服很正常。我们秦人崇尚武力，只要你能打服我，我就臣服于你。这么合理的要求，当然得满足你。小黄，胡凯融合。好个生猛的现代人，两道身影有来有回，再配合那恐怖的巨力，就宛如人形野兽打架一般。哇，老大好强！他跟左下角真山海经里的九尾白虎陆无相比也并不逊色。你怎么有那么强的异兽力量？我在左下角里培养了一批山海异兽，不干不氪，就等着派上用场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容易的事？不信你就点击左下角试试，开局就有1288血弹孵化出648种异兽，遇到低资质的异兽可以无限吞噬进阶，超多材料资源直接给你神仙开局。异兽和异兽之间还能相互配合，推图爬塔对战一样不少。异兽等级越高，修炼速度越快。现在给新老玩家还送了专属礼包码和额外福利，不用下载，3秒就开启称霸之路。那我一会也去试试。他竟然能跟魔盾之子王八打的旗鼓相当，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。好样的，再接本王一击，记住了，小爷我叫王八，我是不会败的。好家伙，这是疯魔发狂了吗？不好，王八他发狂了，他只要一发狂，不见血是不会停止的，而且分不清敌我谁人都杀。小子，还不使用进化技吗？想单凭身体就击败我，你未免太自大了。境界刚突破，想试试身体的极限在哪里？即使不使用进化技，击败你应该不难。哼，找死！一两人分开来了，有一人倒下了。什么？谁人倒下了？王八倒下了，地师传人赢了。多亏我进入了左下角山海经里练了技能，不用下载就是爽。王霸可是祖境初期，号称年轻一代的最强者，竟然被这个现代人仅凭肉身就击败了，恐怕只有地城之中的那些老一辈人才能击败他了。的战神传令，城王府宴席已备好，请蒙王赴宴。带路吧。城主府内，一群军士席地而坐，一道道菜肴端上餐桌。蒙大，尝一下，这是我们先秦最高贵的客人才能享用的九珍宴。看着不错啊，什么叫九珍？昆虚的鸡，云梦泽的鱼，方丈山的熊，青丘的鹿，每种食材都取用最精华的部位烹饪，造就了这桌九珍宴。我的天，神藏的王兽被你们弄成食材了，你们也太会吃了。神藏之地是你们取的名字，我们更愿意叫珍品养殖场。要论吃，人王才是最会吃的。他打向山海时代，有一方面原因就是为了吃那些巨兽。看不出来，始皇竟然是个吃货。蒙大，宴席之后，我还为你准备了不少食材，你们带着食材返回地表吧，算是地城为你准备的礼物了。回去，我就是为了复苏地城来的。如今灵气复苏，
九州也到了该现世的时候了。难道你们不想交出帝城，不想复活始皇？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因为银星城的变故，山海时代的那些灾厄与巨兽发现了我们复苏九州的计划，与外域的各个古势力联合起来，向我们帝城发起进攻。如果此时复苏帝城，我们根本抵抗不住那么多势力，所以只能闭城防守。他们那么强吗？我在帝城之内感受到了多到不亚于鬼师的气息，应该无惧他们的进攻吧？你太小看他们了。白象的梵天教，哀州的神塔，滨州的亚特兰神城等都是传承了上万年的势力，他们的背后有的是灾厄，有的是巨兽。如今帝师被困阵眼，始皇流落山海时代，我们很难抵抗那些外域势力的联手。如果你是八阶就好了，但是如今的你在这里发挥不出多大的用处，复苏古城之事还得等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扫平地表世界的传承，地表传承是他们将来复苏的希望，他们肯定不会容忍地表传承被毁，他们只要提前复苏，实力会大打折扣。弟弟的化真身境可能会跌落到祖境巅峰。鬼师说过，帝城之中唯有黑脸将军最值得信任，他的话可以无条件相信。既然他这样说了，想必这件事是真的。将军，在地表世界化真身不出，我无敌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地表就交给你了。帝城之中有通往地表的传送大阵，我们在地底期待你们的好消息。将军，我额外提醒你一句，帝城有叛徒，我在龙河之上遇到了袭击，疑似帝城之人指使。地表世界，乱石间一个古老的传送阵亮光闪动。我万古第一鹰又回来了，地表才是我鹰王的主场，海底和地底太压抑了。老大，我们现在先去哪里？既然要横扫全球，就我们几个肯定不够。此次猛虎过境不同以往，我们务必要斩草除根。回堡垒，召集10万猛虎，再出山。此刻，全球的军事研究所都在密切关注龙国动向。现在的龙国因为有蒙大的存在，已经让他们无法小觑。即使他们背后有灾厄以及巨兽的影子，面对实力未知的蒙大也暗暗心惊。白银州军方研究所内，一群人通过卫星观测到了蒙大动向，大惊失色。怎么回事？蒙大那群人怎么又出龙国了？前段时间前往了海底，这次一出现就直指我们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们发现了我们以异兽做实验体的事情？不可能，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，是我们毁灭世界的最强倚仗。立刻派人赶紧拦住他们，带上3号实验体。这里就是白鹰州嘛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。这一次，白鹰州是起点，白鹰兽场、奥路原地、滨州教廷、白象梵天等18州古传承都将一一被我们斩草除根。怪就怪你们与异兽为伍。此刻，白鹰州的3个小队已经赶到了，为首的3人更是已踏足6阶巅峰的存在。他们的背后有不少体型异常的老鼠。蒙大，我们白鹰州与你们从无纠葛，为什么非要来惹我们？我已经开启了全球直播，我会让全世界看看惹怒我们白鹰的下场。实验体128号出击，消灭这些入侵者。实验体真是奇怪的称呼，不过就派一群老鼠来对付我们，看来我们好像被小觑了。那就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恐怖吧！我万古第一鹰申请出战。去吧，速战速决，踏平白鹰兽场，还得去下一个地方。我万古第一鹰申请出战。去吧，速战速决，踏平白鹰兽场后，还得去下一个地方。此时，蒙大挑衅白鹰州的画面正在被全世界直播。好家伙，龙国这么嚣张吗？一只鹰就想消灭这些变异鼠？他们有嚣张的资格，你看到了吗？那只鹰一击之下就击退那群变异鼠，它绝对有6阶后期的力量。就这，你们白鹰好歹是灵气复苏前的霸主，如今灵气复苏后，竟然这么弱不禁风！哈哈哈！弱小子，别以为你能称霸龙州就天下无敌了，这个世界远比你看到的精彩得多。是啊，你不要得意太久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们要把你和你的10万猛虎都变成实验体，到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是我白鹰兽场的。话真多，敢对我老大这么说话，受死！就在此时，蒙大感觉到一股寒意袭来，
他望向了寒意的来源。这好像是一个人，不过他怎么有那么长的尾巴，还有大猩猩的手臂、鳄鱼的嘴？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它的气息好强，世界上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强大的存在？实验体，这是实验体！可恶的白鹰兽场，你们竟然以异兽做实验，并且培养出了改造变异人！我们一直偷偷摸摸的实验，如今敢在全球直播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躲藏了，我们必将改变这个世界。3号，击杀这群入侵者！远处的变异人接到了指令，挥动蜥蜴尾，第一时间向蒙大这群人砸过来。挡住了，蒙大单手挡住了3号实验体的攻击。糟糕，数据有误。10天前他不是才组进中期实力吗？为什么短短10天实力又提升了这么多？3号，全力出手，不惜一切拿下这群人！变异人接受到了指令，变得愈发狂暴，开始不顾一切的攻击。不好，3号实验体的腿好像断了。没事，实验体具有极其强大的恢复能力，这点小伤根本不影响其战斗力。只见断腿兽人仿佛没有受到影响一般，再次向着蒙大扑来。果然啊，没有一个古传承是好惹的。白鹰兽场传承自山海时代，自古就精通兽人改造，绝不能让他们继续实验下去，否则现代人类即使不毁于山海巨兽以及灾厄之手，也会被这些疯狂的家伙毁灭。就在蒙大与3号实验体交战之时，一个地下实验室内，一群人正在紧张地注视着密闭血色洞穴中心区域一个基因能量池。池子中间是一个仿佛山岳般大小的巨兽，它的四周是各种精密仪器与锁链。战争巨兽血脉注入，净化之源注入，恶魔花粉注入，震击粉末注入。我们伟大的1号实验体就快成型了。要不是地底10万米之下的战争巨兽大人近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元血，我们这个实验体不知道多久才能改造完成。麦克博士，约翰小队传来消息，3号实验体不敌蒙大，恐怕不久后蒙大就会进入地下实验室。3号是各方面属性都顶尖的实验体，其战力非比寻常，但是毕竟是现代王兽改造的，不敌蒙大很正常。蒙大他不来找我们，我们也会去找他。放心，有1号实验体在，蒙大翻不起风浪。这次战争巨兽大人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命令，不惜一切摧毁龙国，因为那是先秦9州的中心。如果他们复苏，我们这些巨兽与灾厄传承都将被清算。等着吧，蒙大蹦跶不了多久了。不好，这些人要逃，不能让他们逃了。哪里逃？给我受死！追！随着蒙大一行人越追越深，不久后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地下实验室，这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，各种巨大的培养皿随处可见，并且里面装着异兽和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感觉他们可以再把我们往这边引。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核心研究室了。这个白鹰兽场很危险，我心中有不安的感觉。就在这时候，地下实验室的大门开始关闭，实验室的四处开始有不明气体涌进来。随后，很多戴着面罩、手拿大型药剂的人走了出来。蒙大，你还真是自信，竟然敢闯入我们的实验室。这雾气融合了山海巨兽附虫的毒物，具备极强的麻醉效果。你的实力再强又如何？在毒物的作用下，也会快速失去战斗力。好期待呀！龙国第一强者以及这些天赋极强的兽种被制作成实验体，会让我们白鹰的战斗力强到什么地步？让山海附虫亲自降临，可能还会对我造成不小的麻烦。但是仅仅这种程度的雾气，还阻挡不住我。阴阳之门，给我吸收！什么？这战机连毒物都可以吸收？快发射基因药剂！你们在找死！就在这时，地面出现剧烈震动，一道巨大的身影奔跑，带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。这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出现这种生物？它有着山海巨兽的气息。这是以山海巨兽和现代科技改造的实验体。该死的，给我消失吧！
祖敬，这白鹰兽场太阴了，隐藏了这么久的实力。人类村，天清雷兆。连牛哥也奈何不了这个巨兽嘛！牛哥可是接近祖境中期了。就在巨兽巨掌即将拍向天晴牛蟒之际，一只虎爪轻飘飘地挡住了这只巨掌。山海巨兽的仿造品不过如此。这一幕惊呆了白鹰研究所的所有人，同时也惊呆了全球直播间的所有人。这就是我龙国的10万猛虎之主吗？俺的这些白鹰改造兽毫无还手之力。他没有使用战技，就接住了白鹰兽场王牌实验体的一击，强大无匹。白象洲大梵天，一群人看着直播里的画面沉默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这个小子从白鹰兽场开始，目标就是扫荡龙国以外的所有传承。他想复苏先秦九州，白鹰开启全球直播，就是在给我们警醒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必须联合起来。蒙大再强，能敌我们一群势力吗？地下实验室1号实验体与蒙大打得异常激烈。暴走吧，1号实验体，告诉这个家伙什么叫做大恐怖！战争巨兽，启动战争形态。暴走吧，1号实验体，告诉这个家伙什么叫做大恐怖！战争巨兽，启动战争形态。随着研究员的话音落下，这只巨兽实验体眼睛开始闪烁绿光，一股来自远古的气息覆盖巨兽的全身，它的身体之上有甲壳长出。这就是山海时代排名78的战争巨兽吗？它的气息太恐怖了，真不敢想象，如果这只巨兽本体降临，会强到什么地步。没想到白鹰兽场竟然能把这样的巨兽再现出来。小子，怕了吧？这是以巨兽大人的原血搭配数十种珍贵原料改造的实验体，能还原战争巨兽1/10的战力。地底的巨兽大人们已经洞悉了你们想要复苏先秦的计划，你们终将淹没在前行的路上。淹没也好，成功也罢，你们选择成为巨兽的奴仆，就得接受传承毁灭的命运。呵呵，你再强，能挡住如今达到祖境后期实力的1号实验体吗？1号，出手，消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老大好像又被小看了，这个白鹰兽场要遭殃了。所有看不起老大的都已经被老大给我们夹菜了，也不知道这头巨兽实验体好不好吃。祖境后期嘛，你们以为有地底那些巨兽的帮助就可以阻碍我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。千虎之力容我身。不好，祖境后期的1号实验体竟然也压制不住这个人类。这个人究竟在海底和地底内获得了什么传承？自从银星城现世之后，再没有人见过蒙大的全部实力了。人类若是在地底10万米之下，你连同我交战的资格都不会有，也就只有在这地面之上才敢对我的元血傀儡耀武扬威。你真的以为地城那群人能阻拦住我们吗？当我们从地底走出的那一刻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地底我会去的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会毁灭你们在地面之上的所有传承。小子，你找死！进化技，气血领域，我从死亡中诞生，我是不灭的战争之王。在这血海之内，我的实力还能再提高3分。战技，恶魔之手。小子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你现在敢反抗，是因为你没有见过真正的山海巨兽。我期待吃掉山海巨兽的那一刻，而你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餐。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。进化技，熔岩地狱。博士，你说1号实验体能抵挡住蒙大吗？我总感觉这个蒙大还有余力。你还记得大昌那一战吗？蒙大曾使出了灾厄临身，恐怕那才是他的绝杀技，而他现在使用的先秦古术同样威力，估计是在古城内得到的传承。这个蒙大最少祖境巅峰的实力。那我们他们龙国有句老话，留得青山在，
不怕没柴烧，我们前往奥路鼠穴，顺便通知其他传承。如果可以，我们集个大传承之力，召唤一只真正的山海巨兽复苏。可恶，他们逃了！走，我们去追这群研究改造人的势力，必须斩草除根。白鹰兽场一群人凭借着对地下实验室的熟悉，很快不见踪影。糟糕，让他们跑了！还好，他们留下了无数的宝物，这基因能量池蕴含了浓郁的进化能量，足够我们的实力提升一大截。你的人好像对你没啥信心，都跑完了。哼，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解决了你，我再亲自去找他们算账。解决我？你未免太自信了。算了，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还有很多势力等着我消灭。战绩：黑暗、暴风雨。进化技：血宝。心情古树，逆转阴阳。你竟然拥有接近化真身的力量，可是你才6阶巅峰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能理解的事多了。现在迎接你的死亡吧，5千虎之力，容我身。给我死！这只巨兽全身都是宝，今晚加餐，大家抓紧提高实力。老大，那群白鹰兽场的研究人员跑掉了。没事，一群小喽啰罢了。等到他们重新建立起新的势力，九州早就复苏了。老大，我们下个地方去哪里？去离这里最近的奥路鼠穴，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巨兽传承，排名仅次于白象的大梵天。那些灾厄传承最后再去收拾。就在蒙大击溃白鹰兽场之时，白鹰兽场逃走的人传出一个消息，引起了全球很多大势力的不安。龙国虎主蒙大疑似组进巅峰实力。他的目的是扫荡全球的巨兽级灾厄传承，复苏先秦九州。普通人一脸迷茫，什么巨兽，什么九州，这些大势力对我们普通人隐藏了多少消息？管他什么巨兽九州，只需要知道蒙王是我们龙州人就行了。拳打樱花，脚踢白鹰，现在要制霸全球，我无条件支持蒙王。相比普通人的迷茫，那些传承势力显得无比震惊。蒙大竟然有组进巅峰实力，再给他一些时间，别说我们，恐怕即使10万米之下的巨兽真身复苏，也不一定能战胜蒙大了。更别提，假如真让他复苏了九州，全球都将对龙国俯首，哪还有我们的事？联合，必须联合！我建议建立18州联盟，共同对抗蒙大。白鹰兽场残余势力逃往了奥路鼠穴，他们对各个势力发出了求助信。大梵天的那头五彩飞象已经前往支援了。什么？奥路鼠穴那里有一只袋鼠王强大无匹，但是仅靠袋鼠王与五彩飞象王，恐怕阻止不了蒙大。你带着这瓶地狱人马的灾厄残魂前往支援奥路鼠穴，一城与灾厄势力以及巨兽势力正在交战。人马大人不惜重创，分裂出一片残魂传递过来，让我们必须阻止蒙大。你是灾厄序列，以这片残魂足以使出灾厄临身，到时候给蒙大致命一击。老大，各国都对你血洗白鹰兽场的做法很不满，要我们停止杀戮，否则就要联合制裁我们。与异兽灾厄为伍，还敢往我泼脏水，只敢口诛笔伐，不过是我的拳头比他们大罢了。我不只要血洗白鹰兽场，所有与异兽灾厄为伍者都将迎来我的镇杀。就在此时，草丛之中，一只袋鼠瑟瑟发抖。真来了，蒙大这个杀星真来奥路了，快去报告老大，蒙大带着10万猛虎进村了。尊敬的10万猛虎之主，强大的蒙王大人，求您放过小鼠。那就要看你表现了，想活命，带我去你们的鼠穴。见到袋鼠选择臣服，蒙大一行人跟随袋鼠踏上前往鼠穴的路。整片奥路无比宽阔，蒙大所处的位置在西部，而奥路之主的袋鼠王所在的区域在东部的莫拉市，距离这里近1000里，是一座人类与袋鼠共同生存的城市。就在这时，路上出现了一群奇怪的袋鼠，它们的身体比灾变前的袋鼠强壮太多，好像是闯入者，他们的长相很奇怪，领头的几个人是被我们奴役的人族，他身后的那群应该就是猫吧？没有见识，那是老虎，据说很强大，不过嘛，跟我们伟大的袋鼠一族肯定没法比。你们止步，这是我伟大袋鼠一族的领地，想经过这里，留下10只猫虎当口粮。老大，我没听错吧？这些袋鼠要吃我们的人？那只领路的袋鼠听到他们的话，脸色大变。
放肆！这是伟大的10万猛虎之王，你们赶紧让路！你个叛鼠，竟然对这个奴仆人族毕恭毕敬，丢我们袋鼠一族的脸！都什么年代了，上网都不会吗？连我们老大你都不认识？你们这种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族群，竟然也能统治一片大洲？你敢说我们头脑简单？找死！小小袋鼠刚好加餐。此时，大梵天多个小队已经乘坐飞机赶到了奥路。这奥路还真是宽广，并且净化气息浓郁。这些袋鼠独占一个大洲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解决了蒙大之后，有机会就拿下这片广袤的地域吧，作为未来梵天之主黑暗魔像的礼物。就在这时，隐隐约约的虎啸引起了大梵天小队的注意。虎啸，蒙大已经到了，走，过去看看。此时的蒙大感觉远处一阵地动山摇，是更多的袋鼠赶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袋鼠？刚消灭10几头，这下来了数百头。这里在灾变前本就是袋鼠国，预测整个奥路袋鼠不少于5000万只，加上袋鼠是群居动物，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。我们这里消灭了10几只袋鼠，肯定会迎来他们的报复。看样子不打痛他们是过不去了。净化剂，次元之刃。净化剂，天火炎宝。净化剂，天青之矛。果然是蒙氏堡垒的人，这些家伙强大的可怕。高天元之行后，他们的实力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。谁出来？不好，被发现了。大梵天的人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你们，你们就送上门来了。当初东征的账还没给你们算呢。蒙王，我们就是路过，这就走。路过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，受死！蒙大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净化剂，五彩光波。雕虫小技，一个区祖境也敢窥探本王？可恶，小子，我要灭了你！净化剂，裂地柱。这象鼻不错，留下来加菜。不好，蒙大太强了，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他。一处洞穴之内，一只长着2个脑袋的变异袋鼠正在愤怒地斥责一群人类。老大不好了，10万猛虎过境，一路前进一路吃。如今蒙大距离我们莫拉市已不足200里了。可恶，都怪你们！你们白鹰兽场被毁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把蒙大这个杀星带到这里，难道你指望我去对抗他？我告诉你，我打不过他，更保不住你。袋鼠王，你好歹是奥路之主，怕这个区人类做什么？区人类，你说的好听，这是10万猛虎之主，先进时代的地面传承人，恶魔灾厄训练。你拿什么打？哥，立刻给我滚出奥路！袋鼠王，别急呀，你难道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吗？蒙大要想复苏先秦，摆明了就是要毁掉巨兽与灾厄传承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风声响起，正是逃过来的大梵天小队。大梵天的相士，你们终于来了，但为什么这么狼狈，满身伤痕？我与蒙大遭遇了五彩飞象不幸遇难。什么？大梵天的五彩飞象，那可是祖境中期啊，竟然连逃走都做不到。这个仇，我大梵天一定报的。仅凭我们这些人，想对付蒙大不够。不够，加上我呢？他是特农神庙人马序列黑道，实力极强。这次我带来了人马大人的灾厄残魂，蒙大号称灾厄序列中的最强存在，我早就想跟他碰碰了。很快，深海联盟摩登鬼母、滨州教廷圣骑士等人接连降临，18州之中有6州派出了自己的王牌战力。好，天下英雄皆会于此。虽然最强的几个传承没有派人来援，但是靠在座的各位，区蒙大不足畏惧。祖境的象鼻真是劲道，比昆虚的基丝毫不差。
抓紧吃，补充进化能量。等下即将有大战发生。老大，不断的有强者在往我们周围汇聚，我感觉到黑暗之中很多人在注视着我们。他们是准备以奥路为战场，对我进行围杀了。我本就到了6阶极限，距离突破第6道枷锁只差1线了，正是需要一场生死战突破。一旦我突破7阶，3种力量融合之下，能硬汉8阶化真身。黑暗之中，一群王者最终决定不再躲藏，纷纷现身。蒙大，你的心态还真好。我们6个顶尖传承的王牌战力汇聚于此，你还有心情吃烤肉？小鱼小虾罢了，不影响我的胃口。能吃的留下，不能吃的给你们一个机会。现在可以滚！放肆！我乃特农神庙黑道，来会你这个猖狂的家伙！我为人马序列，是尊贵的人马巨兽虔诚的信徒。人马大人，请赐予我序列的力量。只见黑刀话音落下，地底之下有无数阴冷的力量往黑刀身上汇聚。剑化技，黑暗战斧，战！同样是灾厄序列，为什么你强到这种地步？以奉灾厄为主，我是灾厄为血包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。好大的胆子！伟大的灾厄大人，岂是你能亵渎的？今日我携带一片灾厄残魂，施展灾厄临身，待灾厄大人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！人马残魂啊！灾厄临身！人马残魂啊！灾厄临身！明灵领域。就在这时，蒙大感觉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他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。这是人马的领域，而他对面的黑刀眼睛里闪烁着绿光。见证地狱生灭，杀戮残暴的巅峰，人马之影，冲锋！这便是灾厄的力量吗？不愧是与巨兽一起统治山海时代的种族。人马灾厄，山海100灾厄里面能排进前30，而人马大人为了对付蒙大，更是分出一片残魂，使得这个灾厄虚影具备了本体1/10的力量，那是祖境巅峰的威压。这才是像样的对手。今天我便让你看看，你心中无所不能的主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胡凯融合，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，燃烧。老大在战斗，这些小卡拉米就交给我们了。出击！乱奥路长，毁灭吧！袋鼠狂潮，屠了这群猛虎与杂兽！我人马就是天，就是梦魇，来自地狱的幽灵战马，随我踏碎这卑微的蝼蚁。踏碎我可以，别踏碎我的新手机，旧的我不久才卖了。像换下的旧手机、平板笔记本啥的，都可以去转转回收，他们家是真方便，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，价格也合适。我那台1+SE2和佳能相机一共卖了4200多，钱到账了，工程师才走，我都卖过很多次了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数码产品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找死！区区灾厄残影也妄图踏碎我，千万恶魔之影，听从本王的召唤，于黑暗中显现。战绩，影子大将，杀！什么？在我灾厄临身状态下，蒙大竟然还没有使出全力，仅凭低阶战绩就抗住了我的攻击。你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祖境。祖境之内，我无敌！战绩，黑暗暴风雨。剑化技，幽冥锁链，九马。哼，区区野马也敢挑衅本王，找死！战绩，恶魔之手。强，太强了！除非地底山海的那些大人亲至，否则这个时代谁能阻碍他？都，我不甘心。同样是现代人，你凭什么能走到现在的高度？我要更强，我才是现代世界的主角。人马大人，
君赐予我更强的力量，我可以献祭我的身体、我的灵魂、我的一切。真是悲哀，一个天骄甘愿为奴，借来的力量又有什么意义？你以为我还有退路吗？蒙大，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，能以现代之身驱使灾厄，甚至逆转一个时代的大事，参与到先秦与山海之争。而我的未来只有成为容器这一条路。既然我今日注定失败，那便以你最强的力量击败我吧，也许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解脱。你想看我的力量，那我便让你看看。你说的对，死亡也许对你而言是最好的结局。灾厄临身。天马时刻。死了！特农神庙的王牌战力，人马黑刀，居然连伤到蒙大都做不到。还没结束，你们看蒙大在做什么？他的身体之外，进化能量汹涌，被他击败的人马残魂，竟然也化为进化能量，再被他吸收。难道蒙大要突破了？他在6阶巅峰就有接近化真身的力量，一旦突破7阶，那会强到什么地步啊？不，必须阻止他！想阻止老大混过我们了吗？老大今日以人马为养料突破，那我们便以你们突破。叉！此时的蒙大仿佛置身于一片幽冥地狱，他的眉心如同一个漩涡，在疯狂吸收四周的能量。痛，好痛！成无之力，奉吾为主。该死！这个声音又来了。我为10万猛虎之主，不是任何人的序列。恶魔是吗？我迟早去找你。地底10万米之下，黑岩之中，一只巨大的眼睛闪烁着绿芒。序列要失控了，微微的蝼蚁也妄图脱离我的掌控，使用我的力量就要付出代价。那么，其实千虎之力，容我身。黑暗是囚笼，亦是我的养料，任何灾厄也不能凌驾于我之上。我既是最大的灾厄，给我突破！就在这时，天地之中响起一道破碎之声，一道光柱冲天而起。战绩，恶魔结光。灾厄的力量慢慢成为我的力量，而我终将与恶魔一战。糟糕，他突破了，从此于全球无敌！快去请地底之下的巨兽与灾厄，让他们不惜一切降临，否则全球传承尽灭。你们是自爆还是需要我动手？蒙大，你以为突破了就能稳赢我们吗？我即便拼死，也要守护自己的传承。进化技，黄金圣剑。结束吧。太强了！现在的老大竟然让我产生了臣服感。你们抓紧进阶吧，接下来那些巨兽灾厄不惜一切也该现世了。即使强行复苏会极大削弱实力，他们也会远远强过这个时代的人。突破7阶。战绩，恶魔结光。蒙氏堡垒帮助，趁现在进化能量溃散，突破境界。主人，我感受到了始祖的召唤。突破就在此时。佛魔一念间，警告！警告！奥路检测到未知进化能量磁暴。什么情况？有巨兽降临了吗？快开启卫星影像，赶紧搞清楚那边发生了什么。看到了，不是巨兽，是蒙大。他
他们团灭6大传承，一起突破，引起了磁暴。龙国之幸，这是我龙国之幸啊！不过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蒙大灭了那些古传承，地底的巨兽灾厄可能会不惜一切降临，到时候恐怕会是人间浩劫。复仇，复仇！沃特农神命与蒙大不死不休。教廷威严不容挑衅。龙舟号称先秦正统，而灾厄的正统便是亚特兰蒂斯，那里有12尊灾厄传承。他们一直站在世界的黑暗之中，号称现代世界的执法人，只有他们能付出代价召唤真正的灾厄巨兽。立刻起航，前往亚特兰蒂斯神城。希腊腹地，滨海之洲，一座神城如同利剑立于大地之上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天授旨意，深渊之兽予以神城无上的权柄，我们是天选，亦是唯一。亚特兰蒂斯开启远古召唤大阵，以仆之血，以山海之名，唤醒深渊之下的主。降临吧，天灾阴影，死亡天鹅。龙舟就等着接受审判吧，这是我以野兽领主新世界里的资源唤醒的绝强兽王。城主，这游戏资源这么好，竟能召唤这么强的王兽。不止如此，吸收资源还能成为万兽之王，并且不断争夺领地，拉拢奇珍异兽，组建一支动物大军。我的天，太有意思了吧！觉得有意思就立刻从左下角上线，现在上线还能领取国服专属宝宝大熊猫，能扛能打能输出，统治动物世界。灾厄排名58的死亡天鹅真神，超然于这个时代的生物，它的出现预示着世界的重启。灾厄大人降临，山海巨兽时代再现的日子也近了。就在死亡天鹅降临的那一刻，无数小飞蛾从它的身体之内孵化出来，源源不断的飞蛾开始出发，目的地是龙舟。亚特兰蒂斯从今日起宣战龙舟，审判蒙大。妈妈，快看，天空中有不明的生物，好奇怪啊！那是飞蛾吗？上京的契约军早已把周边的异兽清理干净了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多飞蛾闯入城中？首长不好了，1万飞蛾过境，城内的防护力量快不够了。不止我们城市，整片龙舟如今都遭受了飞蛾入侵，疑似有人在操控这些飞蛾。小小飞蛾就敢过境，我们也不是吃素的。启动武器库，能量源弹。这些已进化能量改造的核弹，对付低阶的飞蛾还行，但是对付高阶精英飞蛾效果大大降低。如果连这些飞蛾都挡不住，还怎么抵挡灾厄与巨兽？机甲战士出击！古武战士出击！这将是东西方的最后一战了。胜则龙舟崛起，九州复苏，败则气运尽散，这个世界重新变成灾厄与巨兽的世界。报复终于开始了，那些灾厄不能容忍我毁掉他们的传承，于是开始提前反击，想要提前覆灭龙舟，只是太晚了。如今的我已经可以直面灾厄。佛侯、玄龟、鹰王、天青牛蟒，听令，你们前往各座大城支援，护住龙舟，而我将以10万猛虎的铁骑踏破西方最后的堡垒，迎接九州的回归。10万猛虎随我号令，出征！老大，越往亚特兰蒂斯走，飞蛾就越多，我们的猛虎军团出现了不少伤亡了。这些飞蛾应该来自同一个母体，我猜的不差的话，这是亚特兰蒂斯供奉的12灾厄之一，名为死亡天鹅。它其中一个进化技是神猎，能源源不断繁殖飞蛾幼体，是山海时代也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想要控制这场飞蛾之灾，就得找到死亡天鹅的本体。就在这时候，天空之中有更多的飞蛾朝着蒙大袭来。先秦古树，烈焰真火。这些飞蛾不怕死吗？即使知道这是火焰，还源源不断的往火焰里冲。飞蛾扑火，
是因为他们丧失了神智，行动全靠母体指挥。突破阻境之后，我的进化能量10倍于6阶，想靠虫海战术来消耗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死亡天鹅，何不现身与我一战？你怕了吗？就在这时，飞蛾潮汐更加汹涌，无数飞蛾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。黑洞之中，一道遮天蔽日的飞蛾虚影缓缓显现，他的身上涌动着化真身的威压。这便是化真身吗？而且不是化真身境中的弱者。蒙大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本以为你只是一个现代天骄，翻不起风浪，没想到所有人都小看你了，导致如今对我们造成了少许麻烦。我将代表山海灾厄对你进行审判。审判我？你算个什么玩意？我是灾厄天鹅，自然有净化世界的权柄。有意思，我倒是想听听你想审判我什么。身为灾厄序列，却逆主而行，为人之躯却行魔之事，竟然妄图颠覆山海。一派胡言！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灾厄的世界，深渊之中的魔鬼，如果妄图爬出深渊，那我不介意让你们永眠地底。卑微的蝼蚁，我对你使用万重噬身之刑。萌王，你号称要灭尽所有的灾厄传承，如今大人亲至，你的死期已至。天鹅大人只是我们侍奉的12灾厄之一，如果你们龙州的皇还在，或许有对抗我们的可能。单凭你一人，差太远了。此战之后，我们会毁掉龙州的一切，这就是你反抗灾厄的代价。记住我的名字，我乃灾厄，死亡天鹅，触舞者遭受万重噬身之刑。此战之后，我会毁掉龙州的一切，这就是你反抗灾厄的代价。大虫子，如果你早点降临，或许还有一丝可能，可是如今已经晚了。净化剂，黑暗，暴风雨。化真身境真是强的可怕，在我暴风雨之下，这只大虫子竟然毫发无伤。刀虫小技，燃烧吧！来自地狱的深渊魔炎，天鹅圣火，飞蛾巨火，而本尊于火中涅槃，成就山海时代的绝强王者。无数敌人在我圣火之下灰飞烟灭，在我面前，你弱得像一只蚂蚁。可笑，蚂蚁还需要你从深渊之中爬出来狙杀吗？难道对我感到恐惧了？恶魔之影，听从本王的召唤，于黑暗中显现。战绩，影子大将，杀！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带着10万猛火、1000万魔影，杀得地底深渊片甲不留。净化剂，圣鹅幻杀。灾厄乃天眷种族，岂是一个凡人能挑衅的？不自量力。不过，我依然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以山海之名，以天鹅之名，赐予你新生。天鹅之梦化茧。小黄，五铠融合。糟了，老大被困住了。他的身体被蚕茧困住之后，气息在逐渐微弱，恐怕处境很糟糕。天鹅大人真的太强大了，不可一世的蒙大如今如同待宰的羔羊。不愧是天眷种族，能成为天鹅大人的仆从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将这场大战向世界直播吧，告诉他们这就是反抗灾厄的下场。龙州不是自诩先秦传承9州后裔吗？那他们的王又在何方？怎么办？蒙大好像不行了，在灾厄面前，我们还是太渺小了。也许他们说的对，臣服是保留何种的唯一机会。再怎么样，你也是龙州人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蒙王都没有放弃，你有什么资格放弃？你不要忘记，西方古传承联手东征，当初覆灭了我们多少城市，而你现在竟然想着臣服。可是灾厄与巨兽接连显现，而我们自诩的9州传承却迟迟没有王者出现，仅仅靠一个蒙王支撑，如今他恐怕支撑不住了，而我也疲惫了。
凡人，放弃吧。你即使是能越阶而战的天骄，对我而言也太弱了。九州将你推出来，是真的无人能战了吗？九州如何？不需要你们这些深渊里的虫子评判。何况，你真的以为这破茧可以束缚我吗？我不过在适应你的力量罢了。迅火行风，三七入林，先秦古树，烽火山林，嚯！有意思，竟能破开茧壁，真是一只顽强的蚂蚁。不过仅限于此了。既然你无法化茧，那我便直接渡你成蝶。天鹅之梦，寄生。凡人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场大梦，你的一生是飞蛾扑火的一生。臣服我，成为我，才是你最终的宿命。释放你心中的飞蛾之种，将你的一生都奉献于你的王吧。我的人生是一场梦，成为你，成为飞蛾，成为一只虫子。老大的身体在飞蛾化，这个死亡天鹅太邪门了吧！老大刚出蚕茧，现在又被寄生，如今老大的身体之上，飞蛾的翅膀已经长出，一旦飞蛾之体完全寄生，恐怕老大就会丧命。可恶，休想伤害我的老大！进化技，血溅九式。一个振翅余波，竟然就将我重创。7阶与8阶的差距如同天堑。此刻银星城深处阵眼之中，鬼谷子若有所感，双眸之中神光闪烁。蒙大遭遇了大难，奇怪，蒙大经历过恶魔临身、万虎诛心以及无数磨难，照理说不该这么轻易就被扰乱心境。此时，蒙大身后，一只巨大的飞蛾虚影若隐若现，它除了脑袋，其他地方已经变得和飞蛾没有差别。我的重生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？也许这一生真的是我上一世被巨鹰撕碎临死前的梦。你休想伤我老大！主人，醒醒啊！寄生真是奇妙，一只蝴蝶带领我回溯了自己的一生。不过仅凭一场蝶梦就想乱我心境，使我成为寄生体，那你太小看我了。连序列前10的恶魔尚且不能夺舍我，何况是你区区一个虫子？万虎之力容我身！给我死！凡人，你的实力超出了我的预料，你的心境甚至强过你的实力。可你知道什么叫做化真身吗？混去凡性的才可寻找到本源力量的真身。天鹅真身，死亡幽冥蝶，存在这方世界的仆从，贡献于吾你们的力量。我的真身将与你们同在。能量抽取。我愿为大人献祭。我愿为大人献祭。可笑，这就是你们所供奉的灾厄，以仆从为柴薪，以序列为容器，一只虫子也配高高在上。幽冥蝶影，吞噬一切。天鹅大人全力出手了，亚特兰蒂斯所属的无数仆从都成为了天鹅大人的助力。蒙大这下真的无力回天了。天鹅大人展现出真身状态，并且在无数仆从的献祭之下，境界达到了恐怖的8阶中期，连这片灵气初起的天地都快承受不住天鹅大人的威压。你们灾厄号称天眷种族，那我屠了你，你们又该以什么姿态在面对我？万虎之力，来！恶魔之力，来！先秦古力，来！我以古力乱阴阳，我以魔眼降劫光，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，战气，恶魔劫光。我以古力乱阴阳，我以魔眼降劫光。给我死！我败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一个7阶祖境，怎么可能击败我？我不只要击败你，还要击杀你！进化技，黑暗暴风雨。
就在这时，大地开始剧烈震荡，随后地壳轰然裂开，地底之下一只巨手探出，挡住了蒙大的攻击。在魔手出现的那一刻，整片世界的光亮都被驱离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一只手，这只手身上的强大气场远远超过了我所见过的任何时代的生物。这只手好奇怪，我怎么感觉它很熟悉？不对，这与老大的恶魔之手拥有同源恶魔气息，只是它散发出来的威压远比老大的恶魔之手强大太多，仿佛萤火与皓月。这只手是灾厄恶魔的手，只是真身太过强大，碍于规则不能降临。所有人退！魔主，此人有人亡之姿，绝不可留。黑暗之门开！我的序列，见到我还不跪下？跪！一个偷偷摸摸躲藏在门内的家伙，也配让我跪？你算个什么玩意？一只小鬼也敢对我如此放肆！我是恶魔，也是你的主。我是10万猛虎之主，先秦传人，现代人王。恶魔又如何？今日我便屠魔，万虎之力如我身，先秦古术逆转阴阳。不要以为拿那个人的法就可以对抗我，强的是人而不是术，你不堪一击。战绩，恶魔之手。有意思，以我的力量来对抗我，小鬼，你太过愚蠢了。以魔之名剥离你偷窃而来的力量。只要是我掌控的力量，没有人可以剥夺，即使是你也不例外。阴阳之门，给我吸收！我还没找过女朋友，不会就要挂了吧？不是吧，老大，你还没女朋友？你去下个爱聊，对男性很友好的，选择同城匹配就可以配对到6个单身美女，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，有喜欢的还能先视频看看样子，就1-2G 的东西又不占什么内存，动动手就能跟美女聊天了。大家都在本地，谈恋爱很方便的。这么好，那我回去试试。简直是个怪物，一个序列竟然硬抗所属灾厄的力量剥离。不过魔主大人既然选择不惜一切降临一只魔手，那这个小子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。既然你不愿剥离属于我的力量，那就死吧。为什么我连恶魔的一只手都对抗不了？我不干！我走到如今，从来不是靠什么狗屁序列。既然万虎之力不够对抗你，那就2万虎之力。虎之力如……我的身体裂开了，15000虎之力已是我的极限。主人，不要再吸收猛虎之力了，否则即使有我虎铠保护，也阻止不了你身体的破裂。小黄，你还没有意识到吗？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。当这只手爬出深渊的一刻，我便只有赌上一切才有逃生的可能。虎之力，再来！战绩，恶魔劫光。触武者死。弱，太弱。一只蚂蚁即使踮起脚尖也只能看见有限的天空，你所看不见的天空便是那无数进化者的终点。天境，吾乃灾厄恶魔，乃山海深渊10王之一，你本可传承吾天境的力量，却愚蠢的反噬吾天境吗？一只手便将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天境，我没有败给你，只是败给了时间。今日我若不死，他日必斩你。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魂6段，离中虚，看中马，八卦9天阵。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银星城已经逐渐稳固，我在阵眼之中推演到你即将到来的危机，便赶来了。没想到你这危机比我想象中还要大，它比当初更强大了。
魔主，你退走吧，我无法战胜你降临的魔兽，但是你想打败我也没那么容易。是你那个千古人王的老师，可惜了，一个灵气时代过去，你们愈加虚弱，而我们却在不断变强。狮王更是在天路之上消磨始皇的意志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你若再不退走，我拼死也断了你这条手臂。何必那么费劲？既然我的手伸向了这片光明之地，那就不会让光明永存。我愿这世间人人如魔，恶魔之手化为魔种，让这片世界开满恶魔的花朵吧。糟糕，这个恶魔太狠了，即使自废一条手臂，也要毁了我们九州的根基。这些恶魔力量会化为恶魔花粉向全球传播，凡是沾上恶魔花粉的人都会变成恶魔的仆从。若是九州人人如仆，那始皇就会彻底断绝突破天之极境的路。他的降临是一场有预谋的黑暗侵蚀，黑暗将至，虽然天境依然无法降临，但比天鹅更强的灾厄会在这魔手创造的黑暗中复苏。老师，有解决办法吗？我前往地城帮忙，肃清对抗地城的灾厄与巨兽，尽快复苏九州。而你在地表之上保证九州传承不灭。记住，你是如今龙州的灯塔，只要你不倒下，我们就有希望。老师，放心吧，我在，九州便在。首长，蒙王来电话了。首长，尽快关闭国门，接下来全球会迎来一场灾难，黑暗开始复苏了。蒙王，这场灾难会严重到什么程度？至少1半人会被黑暗潮汐吞噬。蒙大与恶魔之手大战，恶魔手臂化为恶魔之种，开始侵蚀世界。黑暗所过，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成为了黑暗奴仆。蒙王，这场灾难会严重到什么程度？黑暗将至，至少1半人会被黑暗潮汐吞噬。地底无尽深渊之中，一道巨大的魔岩天门立于虚空，无数黑影跪在魔门之前。本座以一只魔手的代价，开辟了降临的黑暗通道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人类世界绝不能再出一个新的王，宁可灭世，也不要心存侥幸。巨眼、虚空螳螂，你们一起降临，发动对地表世界的最后一战。谁能救救我们？飞蛾狂潮才过，黑暗之灾又来了。玉帝呀，女娲啊，救救你们的子民吧！和他们拼了吧！怎么拼？飞蛾有形还能对付，但这片黑暗太诡异了，被它沾染上的生物无一例外丧失神智，成为了黑暗奴仆。上京已经宣布关闭国门，并号召各座大城契约者前往瀚海或者上京避难。走吧，前往瀚海。这次灾难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可怕。此时的瀚海已被蒙大防御的如同铁桶一般，上百只猛虎小队一刻不停地在瀚海周边巡逻，还有天狗帮、妖禽帮等本土帮派紧急修建防御工事。大龙，黑暗潮汐还有多久降临瀚海？老大，黑暗潮汐从亚特兰蒂斯神城开始，一路侵蚀滨州、黑州等地，如今已到了大梵天，预计还有半个月就会临近瀚海。老大，这次黑暗潮汐来势凶猛，我们能顺利度过这一关吗？若只是单靠我们恐怕难了，但我从左下角请到了最强取经3人组，孙悟空、唐三藏、猪八戒，有了他们胜算能更高一些。这样我便放心多了。这左下角这么厉害吗？左下角这个游戏开局满身红装，所有神宠可以一键合成，任意小怪都能合成超级神宠，欧皇必玩。除此之外，左下角还准备了1万台 Mate 60，只要15天内达到320级，也直接包邮到家。这么好的游戏还能领手机？当然了，你看我领的 Mate 60都发火了。老大，快教我怎么领。你直接点左下角3秒下载好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还真的有，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。你再用上这几个专属激活码，升级还能更快。Mate 60轻松到手。黑暗中的大人，请放过大梵天，我们乃巨兽地狱魔像的传承，我梵天之子是魔像选定的序列。作为巨兽传承，你们更该有献身于黑暗的觉悟。我奉无主之命前来，命尔等融于黑暗。此时的龙国各个大势力汇聚，商谈如何对付急速扩散的黑暗危机。
根据卫星监测，大梵天黑暗迷雾之下出现了一只眼睛，堪比小山大小。我们使用了激光武器、电磁武器、原力弹，都被他轻松挡下。这是古籍记载中序列排名第28的独眼曼巴，他的眼睛拥有石化、雷霆、猕猴等不同的力量，极度恐怖。你们还忽略了更严重的情况。黑暗中恶魔之手所化的血红能量会侵蚀人类及野兽，变成黑暗奴仆。如今黑暗奴仆的数量保守估计超过了10亿，其中不乏强者。萌王，你怎么看？此次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龙国的安全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漠北市作为我龙国最北面，会是第一个与黑暗接壤的城市，我们需要在那里建立起第一道防线。我蒙氏堡垒愿意前往。既然这样，上京派出精锐部队与进化研究人员，与蒙王一起前往漠北支援。老大，这里就是漠北市了。不过如今整座城市已经空荡荡了，原本在红月之后迁移的所剩不多的人口，也在黑暗之灾下逃亡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就在此时，远处慌忙跑来一个巨熊契约者，他的身上伤痕累累，隐隐有黑气弥漫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发生什么了？我从俄州逃命过来，如今那里被黑暗不断吞噬，仅剩几座大城在顽强抵抗。黑暗之中隐藏着无比恐怖的怪物，他们……好好说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变得像我一样，渴求血液。这是黑暗仆从，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神智，变成如同是血野兽一般，不怕伤痛，战斗力甚至比正常时候还要强上1分。更可怕的是，在黑暗化之前，他们身上除了有高阶进化者才能看出来的黑气之外，没有任何异变征兆。如果让这些黑暗仆从混入龙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这时候，更远处，一群黑压压的人群正在赶来，他们的身后有一片黑暗迷雾。这些都是黑暗奴仆，他们身上有黑气。按照高层的意思，这些人被黑暗侵蚀，已经不属于人类了。为避免后患，应该全部处理掉。队长，处理掉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们不需要考虑被黑暗奴役的人安危，可以肆意出手。难道我们不考虑拯救一下这些人类吗？全球100亿人口，如今10亿已经异变，剩下的还在艰难抵抗。如果我们还想着拯救，搞不好自己都会搭进去。全部人听令，所有冲进漠北市的黑暗奴仆，杀无赦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有密密麻麻的眼睛怪从远处飘来，他们的眼睛之内不断闪烁电弧。出现了，这就是监测站所说的眼睛怪物了，只是相比卫星看到的如同小山一样的巨眼小太多。小眼睛怪突破不了我们的防御。我的天，这些眼睛怪还能自爆，威力堪比元旦。这些黑暗仆从与眼睛怪是难得的陪练，你们如今都已经到达7阶，与这些异兽对战能极大的巩固实力。谢剑就事，杀！鬼手完人，金眼斩回杀。我的眼睛看到了猛大。好奇怪，这些黑暗奴仆与眼睛怪竟然在开始撤退，难道他们怕了？不太像，他们仿佛一起接收到了指令，有计划的后退。简报，卫星监测到漠北市4周，黑暗缓慢聚集。简报，一具型生物正在往漠北市移动。糟糕，4周的黑暗涌动，我们即将被黑暗包围了。原来他们不是撤退了，而是预谋发起更猛烈的攻击，而且那只巨眼正在赶来。也好，聚集到这里，我们便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一只巨眼降临漠北市，无数眼睛怪开始袭击人类。该死，这群眼睛不仅会放电，还会自爆。警告，卫星监测到漠北市4周，黑暗缓慢聚集。
警告！警告！一具形生物正在往漠北市移动。老大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小鹰飞上天空，只见天空已经被眼睛覆盖，地面之上，无数黑暗奴仆正在赶来。这些眼睛怪也太多了吧！就在这时，小鹰感觉自己被一道目光锁定，他抬头望去，瞬间头皮发麻。一只巨眼在云层之中盯着他，一道奇异的光线从巨眼之中射出，打在了他的身上。小鹰被石化了，小鹰可是祖精，竟然毫无反抗之力被石化了。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。太可怕了，老大！黑暗中的那只巨眼在盯上我的时候，我竟然连动弹都做不到。这次降临的异兽比亚特兰蒂斯神城的天鹅恐怖太多。小鹰，你在天空之上，除了巨眼，还看到其他的存在了吗？没有，除了巨眼没看到任何生物。老大，哪里不对劲嘛？恶魔不会轻易放过我，我隐隐感觉有未知的存在在窥探我，他可能是黑暗中的猎手，等待给我致命一击。天空之上，一处空间撕裂，虚空螳螂从裂缝中走出。巨眼，还不动手吗？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们一起出手，那个人类绝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不要急，魔主大人的手臂侵蚀了10亿度的进化者，让他们作为炮灰为我们试试这个人类的实力。所有黑暗奴仆进攻漠北市。猛虎听令，闯入者杀无赦。这些黑暗仆从无穷无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恐怕进化能量耗尽都杀不完。黑暗中的巨兽很谨慎，他没有贸然发动攻击，而是选择不断消磨我们的实力。擒贼先擒王，我们必须找到那只巨眼。队长，军方那边能监测到巨眼的位置吗？那只巨眼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屏蔽了我们的卫星信号，除非他主动现身或者攻击，否则我们监测不到了。麻烦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只能被动挨打。这里是我龙国的最北部门户，如果这里陷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等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被击杀黑暗仆从身上有一丝黑丝涌出，随着黑暗仆从死亡越来越多，这些黑暗能量越来越浓郁。这种力量和恶魔同源，是恶魔之力，也是这些黑暗仆从异变的根源。也许我能吸收这些恶魔之力。蒙大将手伸出，他的手中出现一个漩涡，开始吸收这些恶魔之气。吸收了几缕恶魔之气的蒙大，感觉身体之内的力量获得了微弱的提升。恶魔能量还是太少了，如果把这些黑暗奴仆的恶魔之气全部吸收，也许我的实力能获得极大提升。继续吸收。有趣，这个人类竟然在吸收魔主大人的力量，但是真当魔主大人的力量那么好拿吗？黑暗仆从继续冲击漠北城，他能吸多少吸多少，也许不用我们出手，他就会自取灭亡。随着蒙大的吸收，他的脑海之中恶魔的虚影竟然开始若隐若现。糟糕，恶魔的意志隐藏于这些黑暗能量之中，如果持续吸收，我的意志很容易被恶魔夺舍。就在这时，他体内的恶魔之手竟然自动显化，开始吸收这些能量。恶魔之手与恶魔之力本是同源，也许恶魔之手会在这些黑暗能量的滋养之下蜕变。这小子竟然以魔手为吸收恶魔之气的工具，魔眼守卫，去阻止他！那些眼睛怪又来了，而且数量比上一次更多，他们比黑暗仆从更难对付。挡不住啊！他们仿佛有战术，找准我们的弱点进行攻击。不是他们有战术，而是他们背后有大脑。那个之前在卫星之下出现的巨眼就是他们的大脑。躲着不出来吗？那我便消灭你所有眼睛！影子大将现，影之鬼斩，10连斩。净化器千钧变，净化器天火研爆。躲藏有什么意义？你难道以为靠这些炮灰有机会打败我吗？小子，若不是你的老师，你已经死过很多次了，嘴硬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一个连现身都不敢的家伙，也配让我付出代价？魔入降临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既然你这么着急送死，那我成全你。
本座巨眼们吧，征战山海打出了无上威名。我的眼代表审判，代表死亡。净化技，猩红之眼，深渊魔雷。恶魔之手护我身。巨眼，不用再试探我的实力了，让我看看你降临的底气在哪里。找死！净化技，深渊凝视，石化。就是这道目光，我被他盯上的一瞬间，身体就不能动了。而他对老大使出的这个净化技更是尽了全力，恐怕更加恐怖。好诡异的能力，可惜我身体内的净化能量无比浑厚，你石化不了我。给我碎！如果你就只有这样的实力，那就滚回深渊里去吧。战绩：黑暗暴风雨。魔眼之潮，剑。魔眼狂潮。小黄，五铠融合。这个眼睛有点东西啊，它变成了巢穴母体，源源不断发射眼睛。每一个眼睛自爆的威力都堪比元弹，这种持续不断的冲击之下，即使老大的体魄堪比八阶中期也扛不住啊！小子，我陪你完了，现在迎接你的死期吧！每一个眼睛自爆的威力都堪比元弹，这种持续不断的冲击之下，即使老大的体魄堪比八阶中期也扛不住啊！先秦古术，烈焰真火。今日你的老师不在，没人能救你。狂暴火眼之潮。战绩：恶魔之手。有两下子，不愧是魔主大人看中的人。但我们今日既然敢降临，你就绝没有生还的可能。今日我就站在这里，看你怎么击败我！给我死！到了，一只手打败魔眼。老大太强了，一只小小眼睛也敢挑衅老大。可是你们不觉得击败这个眼球太容易了吗？按理来说，这个巨眼序列排名在天鹅之上，可是我怎么感觉它比天鹅还弱？没那么容易，到了八阶都会觉醒本源力量化身，那才是他们的最强战力形态。巨眼，现出你的本源真身吧，否则你没有机会了。就在这时，虚空开始波动，一种无形的威压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好强大的威压，我的新手机都在威压之下颤动了。我这台转转入手苹果13 Pro Max 只要4100，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，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。上面的 iPad 9也只要1400，真心推荐，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转。解开深渊世界的戒令，冰冻的黑色虚无之刃，以无之名义召唤你的出现，让大地变为血池，让众生为你恐惧。出来吧，为什么我心里隐隐不安？那种被人窥探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但这种危机感并非完全来源于眼前的巨眼。刺眼之眼，此文国度。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，恶魔之手护我身。即使是八阶中期，在死亡国度之内也会受到重创。小子，你逃不掉的。万虎之力融我身。好快的速度，不愧是当代天骄。不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速度没有任何意义。死亡国度啊！就是现在，虚空螳螂，出手！不行。糟了，这又是哪里来的大虫子？它的气息丝毫不逊色于那只巨眼，恐怕也是序列前30的存在。如今世界灵气没有完全复苏，山海深渊应该是花了天大的代价才能让他们强行降临。老大身受重伤，对付一只巨眼都很艰难，再加上这只大虫子，几乎没有胜算了。除非什么？如今我们都是祖境，很难对战都起到帮助。而牛兄到了祖境巅峰，只有他突破8阶才能帮助老大。可是突破8阶需要8阶王晶躯体或者大量7阶晶核，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
我被偷袭了，好阴险的虫子！这是序列排名26的虚空螳螂，是黑暗中的王者，它与虚空融合在一起，我根本发现不了它的踪迹。小子，你逃不掉了！被我虚空螳螂盯着的人，只有死亡一条路。蒙大仓皇躲避他们的攻击，即便有万虎之力与虎铠加持，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真是难缠！计划技，虚空化身。小子，你的死期已至。就等你现身了！战绩，恶魔劫光。牛王，这里是10颗7阶王晶，加上这只虫子的手，晋级。虚空螳螂的手被牛王一口吞下，随即他的身上被雷电覆盖，一股雷电本源的力量在缓慢运营。可恶！你竟然敢斩我的手，还妄图以此晋级，真是异想天开！计划技，虚空斩，进化技，千钧逼雷。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小虫子破不了我的防御，我可是有玄武血脉的。千钧逼雷，再起。牛兄，你抓紧晋级。区阻境小辉，即便拥有再强的防御又如何？我的攻击你打不住。虚空斩，再斩。对手是我，黑暗暴风雨。此时的天青牛蟒随着王晶和虚空螳螂的血肉被吸收，体内竟然出现了一丝龙吟。那是龙吟？怎么可能？那只牛蟒竟然具有青龙血脉，它即将跨入8阶。纷扰的雷电有尘，混乱的雷霆，狂野的黑暗，出现吧，天雷真神！8阶，牛兄跨入了8阶，老大终于有了并肩作战的帮手。初入8阶，就以为可以改变战局吗？不确定，但我们想试试。牛王，你去拖住那只巨眼，等我解决了这只虫子再来帮你。没问题。计划技，雷霆真神。小虫子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受死，真火分万物，阴阳一生死。战绩，恶魔劫光。你知道魔主为什么派我们2个一起降临吗？并不是因为我们单体独强，而是因为我们同源而生，一起诞生于虚空。今日，让我们为你奏响死亡的序曲，让你切身感受死亡的味道。虚空螳螂合体，虚空巨眼。虚空螳螂合体，虚空巨眼。合体又如何？你肆意屠戮我现代人类，此仇当血债血偿。不过是随手杀了一些蝼蚁罢了，谁在乎他们的死活？可笑！虚空之眼。轻轻雷招，恶魔之手，有趣。灵气稀薄的现代，还有你们这样的人物出现，让我看看你们还能给我多少惊喜。2万虎之力入我身。我听到了肉身破碎的声音，小子，你不要命了？有些东西胜过生命。何必那么撇？王大，也许我们可以谈判。和死去的龙国人类谈判吧。
冥顽不灵，虚空遁。哪里跑！先秦古树，阴阳大阵，今日你逃不掉。小子，你站住！你要是敢过来，你这几个朋友可就没命了。堂堂山海时代序列前30的存在，自诩伟大的天眷种子，就是这么卑鄙吗？我都要被嘎了，还管什么卑鄙不卑鄙？我如今虽然身受重伤，但是让你这些小弟陪葬还是做得到的。现在可以谈谈了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放我离开，我就可以放过他们。老大，不能放这东西离开，阴可杀不可辱。这个巨眼嘎了无数现代人，放过他，后患无穷。没想到你们还挺硬气，那我就拿你们陪葬。等等，我答应你，先放人，不然我敢保证你今天离不开这里。虚空遁，留下点东西再走。蒙大，你敢伤我，该必成溃败之日。我会以全胜之姿再次降临的，希望你能撑到我们再见之日。走之前送你们一点礼物。哎，让他逃了！老大，你不该救我的。如果连身边的伙伴都保护不了，拯救天下又有什么意义？小鹰、大龙、佛猴，你们怎么了？我感觉身体之内血气震荡，仿佛要爆炸了。糟糕，是那只巨眼留下的后手。没事的，我来救你们。没用完，老大，我感觉身上的血液快沸腾了。那只眼睛太阴了，早知道就该跟他同归于尽。老大，也许我们不能再陪你战斗了，也看不到灾厄竞赛、九州复苏的那一天了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出事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完全能够。大龙、小鹰、佛猴，不，先秦古树，逆转阴阳。这个礼物你喜欢吗？他们肉身尽碎，以及是以先秦古树汇集他们的残魂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进化之路已断，即使恢复肉身，他们也只能成为一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物。蒙大，这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让你遭受比失败更绝望的心伤。肉身尽碎，神魂被伤，进化之路断绝。小鹰、大龙、佛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老大，这不怪你，是那个巨眼太卑鄙了。山海深渊，我要你们万劫不复。随着巨眼遁走，无人控制的黑暗奴仆潮汐缓缓退去，化为纯正的净化灵气消散在空气之中。而世界上幸存的人感受到天地之间的灵气有明显增加，灵气浓度在增加，黑暗潮汐褪去，是蒙盲赢了。此战之后，山海世界短时间很难再有一力降临，终于可以和平一段时间了。不止如此，由于国外传承的毁灭，在如今的灵气浓度下，我们龙国的进化者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。蒙大是我龙国的救世主。我赢了吗？可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输得一败涂地，连自己身边的伙伴都保不住？我拼死捍卫的荣耀又有什么意义？如今地表会迎来短暂的和平期，但是地城的战斗还在继续。我与牛兄决定再入地底，不只是为报仇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见到始皇，也许他有重塑肉身的方法。老大，我陪你们去。小龟，你的实力太弱了，守在地面吧，我不想再失去一个伙伴了。老大，我们走到如今的地步，生死又有何惧呢？就像你说的，有些东西比生命还珍贵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携手再战，打入深渊，打进天路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提升实力。这半截虚空巨眼的融合体是他们的8阶本源真身的能量精华，它所蕴含的进化之源堪比王金。吸收吧，将敌人的能量化为我们的力量。这是蒙大末世后最无力的时刻，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在他面前接连破碎，即使拼尽全力，也只能勉强保住他们的神魂。
他们要死了吗？小龟，我们不能在一起战斗了。要是我足够强，他们也不会仅剩几缕神魂。吸收这半截本源化身，提升实力，我们一起杀向地底，杀向天路，面见始皇。只有始皇才有救他们的方法。魔主大人，我失败了。废物，真是废物，连一个现代人类都对付不了。你们合体之下不仅没有击杀蒙大，竟然反被他斩碎一半真身。大人，蒙大他身具3种力量，生机近乎无限，并且与他一起的一只牛蟒也突破8阶。合击之下，我手段尽出，也无能为力。不要再找借口了。如今地表传承尽灭，我们的根基已经动摇，这是山海深渊不能承受的代价。九州绝不能复苏。既然地表无法侵蚀，那就不惜一切毁灭地城。只要地城陷落，九州大阵便是无根之萍，向地城发动巨兽之战。魔主，那蒙大怎么办？那小子潜力太大了，我的训练逃脱不了我的掌控。等他打破全部枷锁，跨入8阶之日，我就能降临全部的力量。到时候他若不选择臣服，我便让他灰飞烟灭。地底10万米之下，地城与山海深渊异兽的战争正在进行。就在这时，地城之上一阵灵气辉光涌动，那是九州光辉，只有人族大圣才会出现的祥瑞。地表世界胜利了，蒙大这小子果然不负所望。九州大阵以九州人气为根基，地表九州越强，则大阵越强。如今地表山海传承尽除，我们只要击退这波强敌，便可启动九州大阵，复苏先秦。大哥，出事了！深渊世界发动了总攻，城外巨兽降临了。糟了，这是山海深渊排行第12的人面魔蛛，深渊石王不在，他是接近无敌的存在。不止如此，排名13的妖眼魔术，排名14的噬神风都汇聚在这里了。先秦时代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4大战王即使单出一王也无惧他们。可是如今九州沉寂，我们的实力也大不如前，真是悲屈。地城的先秦余孽，打开城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今日我们踏平这里。要战便战，我地城何曾怕过？4大战王还有帝师都在，好，吃了你们，我的实力便能再进一步，从而拥有挑战序列11血红魔犬的资格。若不是四皇在天路征战，哪轮得到你们猖狂？想踏平地城，做梦！先吃我一锤！地城已经打起来了，快过去！一群老家伙，战力还挺强，不过你们也不是铁桶一个，源头还不出手。你就是蒙大所说的叛徒。对不起，以前被始皇压制，我没得选。如今我只想踏足那个领域，触摸凡人的极境。Baby， 我怀疑过很多人，但是从没怀疑过你。我们4个曾随始皇出生入死，你不怕未来遭到始皇清算吗？你们人族的皇回不来了，一入天路是成空，天路尽头是神境，而回来的路已被石王堵死，突破天之极境成为人神，谈何容易？现在迎接你们的死亡吧！第四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人图叛变，让本就处于下风的我们雪上加霜。不用急，我一直在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如今除了四皇，谁还能成为我们的助力？他来了。杀我同胞，害我挚友！山海深渊的杂兽们，你们的爷爷来了！这一个祖境竟然拥有堪比8阶后期的气息。他就是蒙大以祖境斩我半截真神的那个人。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，
才是一个6阶的小人物。这才几个月过去，他已经到了祖境后期，而他身上的气息，即使面对8阶巨兽也不落下风。你们不该伤我朋友！愤怒嘛，那又如何？一群蝼蚁罢了，杀就杀了。伤了我的人就要承受代价。今日不仅那只巨眼会死，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陪葬。小龟，我们不能在一起战斗了。不，你们等我，我去面见始皇，一定能找到复活你们的方法。山海深渊的杂兽们，今日我要你们全部陪葬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陪葬。我们也出手。怎么可能？前几天你的实力与我不相上下，可是这才几天过去就强了那么多。这多亏了你的半截真身，现在我对你另外半截真身也很感兴趣。可恶，你在找死！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滚开吧！是，大人。有趣，多少年了，很久没有你这样的反抗者出现了。作为赏赐，我会一口一口把你吃掉。进化技，魔蛛之父。这人面魔蛛的蛛丝看似柔软纤细，但是每一根都坚韧无比，并且具备强大的切割能力。即使以我现在堪比8阶后期的肉身硬汉，也会受到重伤。速度还挺快，但是凭速度可逃不掉我的猎杀。在深渊世界，我是最顶尖的捕猎者。降临吧，天罗地网！帝师，蒙大能撑住吗？那可是序列第12的人面魔蛛啊！蒙大实力不如人面魔蛛，但是这种以弱对强的战斗会不断锤炼蒙大的意志。蒙大身具3种力量，突破8阶会比常人难10倍。只有足够强大的意志，才能在突破之时不会迷失。小子，你只会逃嘛？可是在我的蛛网世界内，你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我不过在习惯你的攻击罢了。先秦古术，烈焰真火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烈焰真火竟然烧不断一根小小的蛛丝。虽然知道人面魔蛛很强，但是没想到强到这种地步。一个祖境，自以为战胜了巨眼就可以跟本座对战，真是异想天开。每一个序列的实力都是天堑，我的蛛丝无惧水火，万法不侵。老大，我与你一起作战，天经地义。血脉不弱，可惜初入8阶，你连伤我的资格都没有。进化技，剧毒之刺。刘修，你在找死！2万虎之力容我身。影子大将，起！影之鬼斩，百连斩。弱，太弱了！你召唤这些弱不禁风的影子是来给我挠痒痒吗？战技，黑暗暴风雨。可恶，这只魔蛛的强大远远超过我的预料。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，给我破！有趣，不愧是多种力量的天骄。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结束吧。以我之名，唤醒深渊阴影之下的鬼面之灵，降临鬼面暗影。糟糕，那是人面魔蛛的绝技之一，能以蛛丝控制猎物，使其变成傀儡。我去助他，你们小心。想走，没门！进化技。仙术真手，先秦古术，真言警报。
真是难缠。这只妖眼魔术攻击力极弱，但是控制力和防御力几乎到了8阶的极致。我也许战胜不了你们，但是有我在，你们只能看着那小子缓慢死去。可恶，这只阴影身上有丝线在连接我，虽然目前没感受到什么变化，但是我有预感，一旦鬼面阴影与我身躯重合，我会遭受重创。先秦古术，烈焰真火，火焰焚身。小子，没有用的，你这火焰连我的蛛丝都烧不断，何况是鬼面暗影？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暗影与我融合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萌的，鬼灭暗影是攻心之术，只要坚守本心，这些污秽邪物便无法控制你。原来如此，连恶魔都不能乱我心境，你以为自己比恶魔还强吗？魔主大人只是降临了1道意识罢了，你真以为自己能战胜大人吗？待你8劫，魔主大人便能以你为容器降临全部的力量。不过你等不到那时候了，我会在魔主大人降临之前将你撕碎，毁灭继承。糟了，老大变成傀儡了。如今你还想着复仇吗？你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笑话。萌的，所有的附身法都是攻心之术，只要坚守本心，这些污秽邪物便无法完全控制你。坚守本心，我是10万猛虎之主，虎之力、先秦之力、恶魔之力，给我融合。每当面临绝境，总会竭尽所能激发身体的潜能。始皇如此，萌大亦是。这小子竟然在连阵突破，他创造的奇迹太多了，绝不能让他继续下去。进化界，此元斩。有我小龟在，你休想伤我老大，千钧避雷。接下来谁能救你？还有我呢，进化技，天青雷照。你们这么拼命是为了啥？这小子对你们来说就是一族，永远不同伙伴的含义。我们同生共死，弱小时便赶联手反攻，如今即使我们身死，也要护住蒙大，带我们去捅破这天。不用护我，护住我这个新买的平板吧。旧的我当时就放转转回收了1800多，像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，换下的旧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啥的都可以去转转回收，他们家是真方便，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同生共死，我蒙大定不负你们，给我融合。这是极境之力，这是只有9阶才有机会触摸到的极境之力。虽然蒙大只是融合了一个雏形，但是它仅仅是一个7阶祖境。一旦有了这一丝极境之力，即使祖境也有了与人面魔蛛一战的资本。这一丝力量让我如同浮游见天地，既见天地，何惧蝼蚁？鬼面，给我退！这小子突破了，我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位皇者的影子。为什么他可以做到？为什么面对他，我竟然产生了恐惧感？好，蒙大气候已成，除非石王亲自，否则蒙大不可敌。又要跑，这是你们深渊的传统吗？可惜这次不会再让你们跑掉了。进化技，真数千手，你们快走！想走没门！恶魔劫光！死了！我们久久拿不下的妖眼魔术，竟然被蒙大击杀了。他已经拥有了8阶巅峰的实力，真不知道蒙大突破8阶后会强到什么地步。可惜剩下的2只灾厄逃走了。不过如今蒙大气候已成，时王不出，没人能阻碍九州的真复苏了。新王崛起，时机已至，是时候复苏九州了。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帝师，九州复苏之后，所有灵气桎梏解除，所有山海灾厄可以无限制的降临，甚至天路开始与现实交融。我们做好与山海深渊大决战的准备了吗？始皇，快撑不住了，平衡即将被打破。蒙大如今已经到了半步8阶的地步，待九州大阵重启，灵气汇聚，
他会是最大的受益者，也许他能打破山海深渊与先秦数千年来的僵持局面。蒙大，你愿意接受帝印，肩负起护佑九州的大任吗？我生于九州，这条命也是先生给的，护佑九州，我义不容辞。既然如此，请帝印。鬼谷子双手结印，手中灵气涌动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蒙大接受封禅，接帝印。今日午，以帝印为引，解禁九州灵气，再现先秦龙舟。此话一出，一声龙吟响彻地底世界，地表之上的现代人也能隐隐听到这仿佛来自远古。这是龙吟，仿佛地底传来的。难道传说是真的？我们地底之下真的存在龙？我们真的是龙的传人？与此同时，地面开始微微震动，全球各处都有异景出现。日、月、星、水、木、火、山、风、雷，各种元素虚影。朕统九州，天下归一。祝九城以镇山海深渊，为我大秦，护我社稷。朕以始皇之名，在此立誓，真在当守土开疆，扫平灾厄，令我九州万世之基。朕王亦将身化人魂，佑我九州永世不衰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九州山海共听之。那是始皇的声音，始皇在天路深处借祖龙之影向现代传音，既是封禅，也是信念传承。始皇在上，未曾谋面，受您之恩，九州传人蒙大接帝印。我在此立誓，必将重铸九州荣光。未来这世界只会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九州的声音。在蒙大话音落下的一刻，全球九州齐现，他们从海底显现，从山林显现，从沙漠显现，从天空显现。与九州古城一起显现的，还有磅礴的灵气。这次复苏的灵气浓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，很多2、3阶的普通进化者直接原地晋级变成3、4阶。蒙大，九州灵气在涌来，帝城是九州中心，吸收九州灵气，你将跨入前无古人的3真身8阶。朕统九州，天下归一。祝九城以镇山海深渊，为我大秦，护我社稷。朕以始皇之名，在此立誓，真在当守土开疆，扫平灾厄，令我九州万世之基。朕王亦将身化人魂，佑我九州永世不衰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九州山海共听之。蒙大，九州灵气在涌来，帝城是九州中心，吸收九州灵气，你将跨入前无古人的3真身8阶。8阶嘛，能力越大，所要肩负的责任便更大。无论是为了复活朋友，还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，我都必须突破。以帝印为引，九州灵气会我身。灵气太汹涌了，祖境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，只有突破8阶，才可以承受这些天地之力的冲击。10万猛虎，听从本王的召唤，为我助力。蒙大的声音，一道道猛虎虚影显现。8阶的核心就是找到力量的本源，我是10万猛虎之主，我就是虎之本源，虎之真身，灵界。我的天，这么容易就凝聚了第一道分身。蒙大身为10万猛虎之主，虎之力是他的根本，能这么快凝聚虎之分身，并不为奇。难的是先秦分身和恶魔分身，蒙大凝聚的虎之真身真帅，这要是换成我找女朋友都不用愁了。不是吧，你还没女朋友？你去下个爱聊啊，上线一会就有好多美女主动找了，到时候你挑一个不就有女朋友了吗？这网上的东西能信吗？这你放心，刚开始我玩的时候，也都天天有美女主动找我聊天，我还寻思是骗人的。这一看资料动态距离都能看，不用加好友就能开视频聊天，想聊哪个聊哪个，我才觉得靠谱。而且人1.5亿用户大平台嘛，怎么可能匹配不到你喜欢的呢？大家都在本地恋爱也方便。这么好，那我回去试试。上古先秦之名，与巨兽斗，与天地斗。先秦之名的信念就是人定胜天，而我的第2道化身便是以先秦之力凝聚本我真身。我蒙大秉承先秦的意志，以帝印为引，速折我化身。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他的身前出现了无数上古秦民，他们在祈愿，在祭拜。
他们的身上有一丝丝红色的力量向蒙大身上涌来。这是先民的认可，万民朝拜。当年只有始皇登天路之时才出现过的盛况。蒙大再走始皇之路，我们也许都小看了蒙大。原本以为他即使能凝聚本我真身，也要费一些周折，没想到竟能获得万民认可。蒙之真身，给我至！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一具上百米的蒙大化身在缓缓凝聚。以无敌信念塑真我化身，他做到了。现在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强大，我的每一拳都蕴含了先秦万民的信念之力。接下来该你了，恶魔！恶魔灵身，肃清身体内的全部恶魔之力，凝聚自己的魔身。我即是魔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一道巨大的红色雷霆划破天，一个黑色漩涡于天空显现，让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股死亡气息。随后，整片天空突然静止，世界似乎被调成了静音。乌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凝固了，怎么回事？世界刚降临灵气狂潮的天溃，如今又要降临天灾了吗？乌云之后似乎有巨兽虚影。巨兽？我才不信！什么巨兽堪比天空大小？天空崩塌，这就是9阶的上古灾厄吗？他终于来了！是你打开了天路。恶魔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的容器竟然有了跳出序列的资本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但序列一旦失去虔诚，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你们灾厄自诩高高在上的掌控者，视普通人如草芥，无数天骄成了你们掌控世界的容器与仆从。我携10万猛虎的意志，千万先民的意志站在这里，不只要打败你，还要打上天路。打上天路？你以为你有了与我一战的资格？每个时代都会有反抗者出现，可是我们山海深渊依然不朽。出手吧，拿出你全部的力量，否则你接不住我一击。虎之真身，5万虎之力，容我身！这一拳承载10万猛虎的意志，今日我要你承受万兽之王的怒火！蒙之真身，先秦古力，容我身！这一拳承载先民的意志，我心不败，则所向无敌。你们看，有人在与巨兽战斗，他在阻碍灾厄降世。蒙大，又是蒙大，他再一次站出来了。小瑶，蒙大似乎是你以前的老板吧？对，曾经我有追随他的机会，却没有珍惜。如今他已走上了人类之巅，再战天之巨兽。我于人间全无敌，不与天战，与谁战？此时，全球无数人的目光投向了那位与天之巨兽大战的身影。我们人类真的可以强到这种地步吗？能与天兽一战？蒙大在告诉我们，即使身如草芥，也该有不屈之心，不能让蒙大独自战斗。向天空发射元弹，清空元武库。我们身处9州之外，曾被灾厄巨兽奴仆。如今蒙大击碎了无数巨兽传承，让我们看到了战胜巨兽的可能。既然神有了血条，那我们不介意死咬他一口，向天空发射元弹，清空核武库。山海灾厄宁有种乎？天空兽群向天空发起冲击，飞蛾虽小，亦有扑火之志。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也配对本座出手？黑暗星云。可恶，他们只是低阶进化者与王兽，对他们下手有意义吗？都得死！老大，再决战了，可惜我们已经成为神魂，不能跟老大一起战斗。老大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可笑的蝼蚁，
你连我都无法击败，还妄图与天战，你根本不知道天外有什么。吾乃山海深渊的黑暗魔主，今天你们将看到进化之力的决裂。曾经的我只想生存下去，苟活于这乱世之中。可是看到你们自诩天眷种族在人类世界开启传承，人类像牛羊一样被灾厄圈养，成为容器与口粮。熟悉的城市一个个湮灭，成为尘埃。先秦之民一直在努力，现代人类也未曾放弃希望。我不能失败。蒙大的眼神此刻前所未有的坚定，他的身上全是伤痕，古之力与先秦之力在不断愈合他的伤势。恶魔之力，不要！我是你选中的序列，这是我的桎梏，力量的味道让我沉沦。我曾经动摇过，但我此刻决定将它完全剥离。序列桎梏，给我吧！随着蒙大身体内的恶魔之力不断自爆，他的胸膛、手臂不断炸开。小子，恶魔之力已经和你的身体融为一体，你想剥离就能剥离吗？不对劲，恶魔之力不只存在于我的躯体之上，甚至已经融入了我的神魂。你敢自爆身体，但你敢自爆神魂吗？你每一次使用我的力量，我的力量就会入侵你一分。恶魔之力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。一时间，恶魔之力形成了血色潮汐，不断冲刷着蒙大的躯体。即使先秦真身和虎之真身在血色潮汐中拼死抵抗，也即将到了崩溃的临界点。九阶还是太强了，这已经超出凡人的领域了。既然容器已成，那便到了本座收割的时候了。夺舍。我乃恶魔，从此蒙大就是我。可恶，老大被那个恶魔击杀了，老大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即使凝聚两个化身也反抗不了天兽，我要去为老大和小樱报仇。我们要人，终有一天我们能夺回这个恶魔。还会有奇迹发生呢。蒙大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，这次应该也可以。哪那么容易？恶魔之力侵入神魂，即使是神也救不了。一代天骄最终还是陨落了。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了。第四，蒙大就这样陨落了吗？再等等，还没有结束。恶魔想吞噬蒙大，谈何容易？你们太小看始皇了。始皇与我寻找了数千年才找到这个变数。帝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蒙大不止一个神魂，他是双魂之人。什么双魂？这个世界竟然有双魂之人？始皇耗费一半的修为，于天路尽头窥见了未来的片段。他看到了蒙大，蒙大似乎一个神魂来自这个时代，而一个神魂来自未知之地。于是我提前复苏，经过考核，决定向蒙大传世。不然你以为我和始皇为何把先秦传承给一个注定被夺舍的恶魔序列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双魂之人，但是这是始皇突破极境的契机，也是我们突破这方世界的契机。以双魂之人为饵，反夺舍9阶恶魔，从而奠定无上进化之躯。始皇要造神。妙啊！夺舍恶魔，始王与始皇的平衡就会被打破，到时候山海覆灭，从此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。呵呵，始王算什么？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故意制造虚弱的表象，都是局。始皇一直不踏碎天路，就是在等蒙大，等蒙大以无畏的勇气自爆救魂，彻底脱离过去，便会向死而生。到时候始皇会再给他一个天大的机缘。从此蒙大就是我是魔，可是我为什么看到了那么多猛虎的影子，以及上古之民的影子？不对，我不是魔，我是蒙大，我正在被夺舍。恶魔，你太小看我蒙大了，你以为我不会自爆神魂，甘愿成为你的狗？可我是10万猛虎之主啊！猛虎永不为奴，神魂爆！永别了，愿我九州男儿永不为奴。蒙王真的走了，我蒙氏堡垒从此没有了王，九州男儿永不为奴。蒙氏堡垒为老大送行。
每一次大厦将倾，总有一个男人站出来。如今那个男人倒下了，九州哪儿永不为奴。龙州军方为蒙王送行。第四，蒙大已经生死混淆了，整个世界再没有一丝蒙大的气息。既然向死而生，不死如何生呢？旧魂为九州而死，新魂也将为九州而生。随着鬼谷子话音落下，天空雷霆之中响彻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人鸣。同一时间，每个九州人体内的血液仿佛被唤醒，在身体内激荡，一只巨龙之魂于雷霆中凝聚成型，在无数人惊叹中落入蒙大残破的身体之中。我的天，那是龙！传说祖龙已死镇山海，化九州，如今为什么再次显化世间？他是为蒙大而来，他在修复蒙大破碎的躯体。难道蒙大还有救？我们一起为蒙王祈祷。以死开万民之志，以死聚九州之魂，龙魂现世，再为蒙大重塑人王之躯。在龙魂进入蒙大身体的一刻，蒙大感觉一股浩瀚的力量直接冲破了他身体的八阶桎梏，他感觉自己的每个毛孔都有龙吟之声响起。随后他的脑海之中一声轰鸣，一座巨大的帝王虚影出现在他意识之中，他的身上同样有祖龙环绕，龙气护体，头戴帝冠。始皇，你是始皇。这天下是我九州的天下，没有九州，便没有我们的家。蒙大既得龙魂，便是人王，为王者，其心必坚。灾厄割据，朕在天路尽头等你，我们一起为这九州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。始皇虚影渐渐消散，蒙大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我没死，刚才的一切是梦吗？始皇虚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，始皇未免也太强了，身处天路竟然能降临我的意识。始皇，在天路等我。你们看，蒙大活了！不可思议，死而复生，而且蒙大的力量在龙魂的帮助下，不仅突破了八阶，更是直接到达了八阶的极限。不可能，神魂自爆而不死，并且实力还突破了。你是什么怪物？恶魔，你怕了吗？怕！我可是九阶天兽，即使你已经肃清我留在你身体之内全部的恶魔之力，那又如何呢？天兽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的，容器既毁，那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给我死吧，黑暗劫光！劫光能奈我何？先秦古术，逆转阴阳。王之真身现，真我之权。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强到这种地步？我纵横山海深渊上万年，绝不允许一个蝼蚁击败我！出来吧，深渊之下的黑暗之影，蒙大，我会让你感受到无尽幽魂噬身的痛苦。我得万民庇佑，区区黑暗之影如何伤我？九龙之气护我身，之真身现。万虎皇朝，给我吞了这只恶魔！蒙大，我们没有无法化解的仇怨，就此驻守如何？我从此引入天路之中，再不降临九州。恶魔，你怕了吗？可惜如今已经晚了，以序列为容器，就要有自己成为容器的觉悟。序列的反噬开始了，从古至今能反噬灾厄的序列只有区区两人，反噬灾厄成功者能获得灾厄的一切力量。什么？强如我老大竟然不是唯一，还有一个人是谁？当然是始皇。始皇一剑开天门，劈开山海桎梏，压得整个时代无声。如果蒙大能以三真身突破九阶，未来成就可能堪比始皇。此时的蒙大与恶魔陷入了无尽黑暗之中。恶魔，放弃吧！我有龙气护体，猛虎半身，万民祈福，你已经无法再战胜我。放弃，蒙大，你真以为击杀一个天兽那么容易吗？天兽之所以为天兽，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化到了生命的顶点。天不朽，则我们不朽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要消灭你，而是取代你，成为天兽，把你化作我的魔身。九州先民为我超度，10万猛虎为我镇压。大魔是恶魔，吞魔。
九州先民为我超度，10万猛虎为我镇压。今日我蒙大吞魔。逆行夺舍，蒙大，你才是我。你该上路了。不，放过我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奴仆。奴仆？恶魔，你可真让我失望。不过即使是奴仆，我也不需要。龙魂入魔躯，神魂逆转现真身，恶魔真身。从此我是蒙大，亦是恶魔。蒙大真的做到了，他凝聚了3真身，而且他的恶魔真身可是真正的9阶魔躯。不可思议，8阶逆行罚9阶，如今更是达到了半步9阶的地步，那他的实力会强到什么地步？你们看，蒙大的提升还没有结束。还没有结束吗？蒙大究竟想干什么？难道凝聚3真身到了半步9阶，突破9阶便会打开天路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试试。所有力量都是外力，只有本我才是核心。9阶是返璞归真，是力量归一，3身合一，便可以突破9阶的壁垒。以万民为器，以猛虎为骨，以恶魔为皮，融合，助我9阶之躯。9阶是凡人的极限，北天不允，天空降临雷罚了，要将这个逆行者消灭。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蒙大夺舍成魔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他的无敌之路。历史长河中，始皇终于有了结伴而行的战友，这天下要变天了。无尽天路之中，无数锁链锁住了一个头戴地冠的男人，他的气息在黑暗之中仿佛皓月，身上的威压仿佛穿越了岁月，凝滞了空间。他的四周有9个黑洞，每一个黑洞中都潜藏着一个无比恐怖的灾厄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9阶。深渊10王，这里便有9尊。恶魔失败了，你们9州真是幸运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连恶魔都对他无可奈何。恶魔算什么东西？朕选中的人，如果连个黑暗里的虫子都无法解决，就不配站在朕的面前。可你如今被你口中的童子被困天路境口数1000年了，凭你们也想困住我，当我的对手，你们可不够。朕等了数千年，很快你们便会知晓一切。好，庄神怒为，我们倒想看看，仅仅凭一个后来者，如何颠覆我们山海深渊。此时的蒙大身后一具魔躯已经缓缓成型。就在这时，天地之间响起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赞音，所有的阳光开始向他汇聚，他的身体散发出淡淡的光，随后整片天地进入了极夜。极夜现世，每一次极夜就是一位突破到进化之巅的人杰现世。蒙大，他成功了。生命的极致，人类的绝点，已经数千年没有人能做到了。9阶，这种感觉仿佛自己脱离天地之外，俯视众生。天空开始出现裂缝，随后一道横贯数百里的裂缝横贯天地之间，裂缝之中是无尽的黑暗。快看，天崩了！裂缝之中到底是什么？那是天外的世界吗？天究竟是什么？每一位突破进化极巅的生灵诞生，都会引动极夜，无尽虚空之中会降下天路，接引诞生的至高生灵。天路为蒙大而开，天路的尽头，始皇与深渊的王者在大战。天路，通向天的阶梯，是谁而建？为何数千年不坠？是时候解决一切了。老大小心啦！虽然如今我无法再与你并肩作战，但我们10万猛虎，即使隔着虚空，也能向你加持意志。蒙大，此去艰难，剩下的路将会是你此生最艰难的路，我们无法再帮你，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。随着蒙大一脚踏上天路，他周围的空间瞬间错乱，蒙大仿佛穿越了无数时空，他看到了山川的生长，朝代的更替，沧海桑田的变革，无数生灵的生老病死，历史的一切仿佛一幅画卷展现在蒙大的脑海之中。蒙大每前进一步，便走过了历史的数年岁月。原来天路是时间长河，一条天路横贯了古今。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未来？未来被截断了。可是明明鬼谷子说始皇曾在未来看见了我。始皇，你在哪里？蒙大仿佛一叶扁舟，被时光长河挟裹着顺流而下，直至最后
他看到天路被拦腰斩断，断裂处的剑痕气息亘古不灭。天路被斩断了，这里便是天路尽头。无尽虚空开始震荡，9个黑洞从黑暗中显现，黑洞之中散发着强大的吞噬力量向蒙大袭来，无数锁链纵横交错，锁链的中心是一位头戴地冠的男人，他身上伤痕累累，但他的气息却强大的让人心惊。蒙大，你终于来了。始皇，你以为你后来者就可以挑战天吗？在天的眼中，你们不过是那一点的蝼蚁罢了。10000年了，从这片大地建立起来的那一天起，这里的凡人就如同被驯养的家畜一般。你们这些灾厄巨兽不食人间烟火，踏着累累白骨晋级进化之巅，人类突破便登天，这是天定下的规矩。但登天之人无一人再回来，究竟成了谁的口粮？可叹我穷尽9州之力，亦不能突破这方牢笼。我独断天路，等待至今，就是想要一个答案。答案？什么答案？我想知道我等凡人能否战天。那就战吧，因你我同命，来寻找这份答案。蒙大，你不要出手，你的战场不在这里。区区9个9阶不是我的对手，这些小鱼小虾就由朕帮你解决了。苍生见朕。始皇，你怎么了？朕的生机早在崩碎天路之时几近断绝了，那只东西在天之外，朕以最后的力量使出这一剑，逼他出现。蒙大，你看好了，吾有一剑，名人王剑，可劈巨山，导致开天门。随着始皇一剑再开天门，天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，一滴黄金血液仿佛岩浆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从天空坠落。与此同时，天外响起一声撕心裂肺的蝉鸣。蝉鸣？为什么天外会有蝉鸣？难道所谓的天就是一只蝉？那是岁月蝉，我们的世界就是它的蝉蜕所化。它每隔数千年一振翅，每一次振翅便是一次灵气潮汐。灵气潮汐之后，它会开始进食，届时整片天地的进化者都会是它的养料。蒙大，我在时光长河中看到了你，你的未来一片混沌，混沌代表了未知，也只有你才有可能打破这方樊笼。去吧，蝉蜕已破，在岁月残尽时之前击杀了他。我的路走完了，剩下的路就只能看你了。朕幼时好剑，名震乡野，人人皆为奇才。年岁稍长，复剑游历，遇野兽狂潮，残害众生。朕之剑1日斩10兽，100日斩一山，救苍生于水火，然王手无尽。更有灾厄高悬生灵之巅。于是朕开人王道，修万民之法。9州一时人人如龙，但穷尽所有，却发现天外尽是一方樊笼。不破樊笼，不得自由。一代九王送兴亡。蒙大，去吧，朕看着你走。蒙大，恭送始皇。四皇陨落了。数千年坚守，只为这一线生机。那个独断天路、镇压山海数千年的男人，最终还是陨落了。始皇的意志加持在祖龙之剑上，他将与蒙大一同斩天。灵气的真相，无比恐怖的岁月巨兽，这个担子好重。但始皇能枯坐天路尽头数千年，为后世搏一线生机，我蒙大又如何能退缩半步？今日纵然身死，亦无悔。此时，原本孤寂的天路之上，开始吹起了猛烈的寒风，那是岁月之风，它挟裹着时间长河。蒙大身处岁月长风之中，岿然不动。岁月之风，有仙明替他抵挡，有猛虎为他抵挡。就在这时候，寒风之中开始响起蝉鸣，蝉鸣不绝，随后化为一道道利刃，开始向蒙大追击。战气，阴阳之门。恶魔之手护我身，这东西未见其声，只闻其名就已让我防御崩碎。这便是天吗？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呢？天的一击虽然重伤我，但并没有把我击垮。帝师，怎么回事？岁月寒风竟然没有秒杀蒙大。如果天是这种实力，那始皇怎么可能苦等数千年不出手？
岁月之力似乎对蒙大无效。无效？怎么可能无效？每个人都在岁月之下，这才是天奴役我们的依仗。我明白了，始皇断天路，斩了蒙大的未来，而蒙大自盗就魂，斩了自己的过去。当一个人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他的每一刻都是当下，岁月又如何侵蚀他呢？岁月禅失去了岁月，就如同鸟儿断了翅膀，这才是始皇的天地棋局，以一个没有未来没有过去的人去迎战天，最终跳脱反龙。岁月不能斩我身，我站在历史的洪流之中，看岁月交叠，看沧海桑田。天，你还不出来吗？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一股宏大的意志携带岁月之威降临在蒙大的身上。蒙大感觉自己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。先秦意志、猛虎意志、人皇意志已经与我的意志融为一体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众生强还是天道强。先秦意志、猛虎意志、人皇意志已经与我的意志融为一体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众生强还是天道强。一时之间，蒙大的周围形成了意志罡风，众生的意志与岁月的意志在消磨，众生在抵抗。星星之火燃烧起了意志的烈焰，而岁月寒风形成了道观的时光长河。这把剑是始皇之剑，亦是人间之剑。为何要来？是为始皇的一个承诺，也是为了给九州一个承诺。你无惧？我只恨不能生于千年之前，与岁月战于天路，恨不能与先民同饮，与灾厄征战，与始皇同时代。今日我赌上所有，拔剑向天。匹夫汗术，谈何易？短短万年，我就接连遇到了两个母子两立的挑战者，有趣，有趣。传说中的天强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，即便是各个灵气时代最强的进化王者，也敌不过天。但我们万众一心，还有无数的九州传人，又怎么能放弃？始皇可战天，蒙大可战天，我九州子民亦可战天。这么精彩的天战，还得是用我新买的电脑剪辑流畅。旧的联想拯救着我放转上回收了24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电脑、手机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 APP 就对了。九州大阵启动，承受九州数千年来的怒火吧。一群蝼蚁闻言而上，侥幸看到了天空。但你们以为看到了光就可以挑战我吗？我每一次眼眸开合，也是日转星移；我每一次呼吸，都是云雾卷舒。现在就让你们看到，生命的顶点是你的绝点。可恨我看不到天陨落的那一天了。四皇，老臣来陪你，这数千年仿佛大梦一场，生为秦人，无不悔。真随吾皇，我等不悔。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借剑所能把人类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祖剑断了，那是九州之脉，寄存了始皇最后的意志。数千年剑锋不朽，还是抵抗不住天的攻击吗？我已走到岁月的尽头，却看不到黎明的曙光。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如今梦该醒了，你偏离了岁月的轨道。今日我将带你重走岁月长河。
这是太华山，我的力量到了一阶，远处那是蝙蝠王。什么人敢擅闯太华山？怎么回事？我穿越了？不对劲，不是穿越，蝙蝠王身上有岁月的痕迹，我没有过去，天在为我重塑过去，只要我死在过去里，那就真的死去了。只是可惜，岁月长河中意志不朽，我虽是我，但我早已不是当初的我了。即便这蝙蝠王身上有你的岁月也不行，给我受死！场景又变了，这是甲壳虫，它的身上依然有岁月之力。天，躲在岁月之下有什么意义？你怕我吗？怕我在岁月长河中斩杀你？怕你，我只需轻微波动岁月河流，便可改变未来的走向。我是天，你是众生，蝙蝠王是我，则克王也是我。我是世间的主宰，你是万物的化身，自由是需要实力来争取的。那边站吧。想逃，做梦，众生负我，逆流而上，重走来时的路，重走岁月之河。天的意志化为坤虚鸡王，化为魔兔，化为恶魔，接连与蒙大交战。可这次回首望去，他的身旁了无一人，身边的一切灰飞烟灭。但你们没有真的离去。他日我若立于天之上，将重铸岁月，引领你们回归。岁月幻象，给我消散吧。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他眼前的一切开始消散，一具贯穿天幕的虚影在远处凝聚成形。岁月幻象，给我消散吧！随着蒙大话音落下，他眼前的一切开始消散。我意外了，报上名来。10万猛虎之主，九州人王蒙大，我的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，以这一剑击杀高不可攀的天，这是众生意志之争。现在感受来自众生的愤怒，即使你藏身于岁月之中，这份愤怒也将你斩杀。你将是第一个被我当作对手的人类。来吧，现在便让你看看什么是神，天之力，天地守护。这是天地压迫，四周的一切都在排斥我，排斥我这个抗天者。即使我如今已经到了9阶，可是这天地依然让我的身体在破碎。天地领域是神才能触及的领域，我终究不是神，可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10万猛虎之力入我身。随着蒙大一声怒吼，无数猛虎之力穿越时空汇聚在蒙大的身上，天地之间形成了虎之力的涡流。他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提升到了9阶极致，这是始皇巅峰之时达到的高度。恶魔真身现，恶魔之手，给我撑住这天地墙。有情，身具多种力量，还不被岁月所许。你的确是这数千年来最有可能成功的人，不过也仅仅是可能而已。9阶极致，太不够看。本座是神，是这方天地酝酿而出的最强者，早已不可撼天。给我灭！我不服，天又如何？我要这天再也遮不住众生之眼。恶魔之影现，影之鬼斩，千连斩，战绩，恶魔劫光。一只蝼蚁也敢伤我，天之力无量劫。代价就是找天天是你为你孩子。9州大震，众生之怒。可恶，你敢伤我！想在这片世界的现实上数在前世，但是你的出现让我不得不提前了天之力，快是。
这是天怒地动山摇，云涌天崩，天要灭世啊！他要收回赋予生灵的一切。此刻世界的每一处地方都开始出现一股神秘的吸力，在吸力之下，植物枯萎，进化者退化，每一个生灵身上都有一股血色丝线通上天空，那是天在吸取他们的力量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力量在减退，从7阶跌落到了6阶。我也是，生机在被持续抽离，继续下去，恐怕我本就年老的身躯都会腐朽。我恨啊！我从无数野兽中杀出，进化至今，凭什么这老天一个念头就要剥夺我的一切？不服有什么用？我们诞生于这片天地，如今天要灭我们，我们根本无力反抗。还有机会！你们看，天之上有人能与天一战。那是蒙大，我们天山王兽曾被他欺辱。罢了，那是进化之争。如今这贼老天强取豪夺，与其一身进化之力被天夺取，还不如送给蒙大。我天山王兽助蒙大一臂之力。始皇已去，我已无憾。先秦救人听令，我等化为柴薪，照亮后来者的路。蒙大，我虽无战天之力，但有战天之心，你便代替我们击杀这天吧。龙州几座超级大城之内，无数人聚集在街道之上，看向天路之上那道征战上天的身影。无数红色丝线从他们身上涌向天空。我们虽然弱小，但是绝不能成为天的帮凶。我九州男儿愿飞蛾扑火，助蒙大一臂之力。瀚海之北，安岭边陲，10万猛虎大军遥望天空，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。猛虎永不为奴，10万猛虎化为柴薪，助老大一臂之力。不，你们不要这样！如果战胜天的代价是你们全部消亡，我宁愿你们苟活于这乱世之中。九州人类，千山兽群，10万猛虎所化成的进化能量汇聚到蒙大身上，轰然冲碎了蒙大的境界壁垒。天之极境的壁垒有裂痕了，但这片天地是天的蝉蜕，即使汇聚所有生灵的力量，也无法在他的蝉蜕里成为真正的神，除非毁灭这方天地。罢了，九州覆灭只为一线生机，你们能为自由而死，我蒙大又有何不可？不知道我这副半神之躯自爆，能不能打破你这方囚笼？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既然无法在这片天地中战胜你，那我便毁了这片天，让后世之人得见真正的自由。毁灭这片天地你会死，无数生灵也会死。与其被当作血食奴役而死，不如轰轰烈烈死去。小子，你听下，此次对我的冒犯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同意。神魂燃烧，魔躯燃烧。今日以我之血染苍天。爆！岁月禅死了吗？看，天消散了，但是新的天在凝聚。那是蒙大的气息。蒙大自爆斩杀了天，以自身神力化天，继续守护这一方世界。随着天成型的那一刻，天之上乌云涌动，汇聚成蒙大的遮天巨脸。此刻日月齐现，那是蒙大的双眸。吾乃蒙大，登天成神，以气作六气，以力震天地四方，以吾之名重建岁月长河，九州生灵魂兮归来。此刻，原本消散的九阶之下的生灵，被时光长河重新凝聚，在天地之力下复活。而天空中蒙大的巨脸，随着时光长河再现，彻底消散。主人化天，彻底消散在这片世界了。那只蝉也彻底消失了。从此再没有红月降临带来的灵气潮汐，这片天地的桎梏也消散了。灵气潮汐再也不会退潮，从此人人可登天，不会再沦为血食。跨越数千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。